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这个还是第一篇的开篇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大类资产因为我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大家在社区里或者在这个BS 上以前问我说，比如说昨天好像我看就有人问我说，副总你怎么看猪肉？我说我没法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副总，这个30号上大枣你怎么看？我说我没法看。或者有人问我说，副总你怎么看某某某这个公司的股价？我说我没法看。因为我确实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大类资产框架，它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它不是所有的资产都放在一起的。那换句话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不是说所有的资产价格它就是一个价格，好了，看涨看跌，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看。那是不是跑到澳门赌场看大看小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当然不是了。这里面对于资产的定性是很关键的。大类资产我们可以去遵循这种宏观策略的逻辑框架，但是对于小众型资产，你可能更多的根本不需要研究今天宏观怎么样，明天全球怎么样，其实who care 不重要了，它更多的实际上是它自己微观要素在产生的这种变量。这个为什么要区分大类资产和小众性资产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在于你侧重点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后边分享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大类资产框架，它并不是会适用到所有的这种小众性资产上。那么比如说就即便是这个 commodity 商品来讲，真正意义上的大类商品，你真正意义上可以放到框架中，我们真正去使用的更多的会看一些比如说 Cooper 和油就够了但是呢其他的小众的，比如说我们上一个咖啡，上一个大枣，上一个苹果，这玩意儿跟宏观体系有什么关系？没有。更多的你要可能看的是它的交割、它的仓库、它的品级、它的参与者、它的交易制度你可能看的会非常微观所以说并不是说期货就叫大类资产，这个话是错的。那比如说很多人会说股票是大类资产那这个话呢从另外一个维度上讲来讲也不完整也不完整那么大类资产中间呢，我们说比如说新西兰前几年我们经常调研，那有人就会问我，副总，那个新西兰的股市怎么看？我说很简单，它不属于大类资产框架，你可能观察它，但是你不可能把它放进来。他说为什么？我说，第一，流动性不够，纵深不够第二，买卖参与交割，它还不是 T+0还不像中国这个你说 T+1都不是5天。所以你就会发现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小众型资产，但是它可能会受到我们的宏观的影响去观察可以比如说股票里边很多的，你就香港那种很多的小盘股，那很多的仙股，那东西跟经济好坏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不能把它统筹的放在这个我们的框架里那我简单的把这个大类资产的一个框架我放进来。第一呢FSCC 嘛，基本上就那几样东西债券、权益加上一部分的这个商品。其实有的时候取决于你的交易策略，还有取决于你的特点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资金属性决定了你的行为，而你的行为呢，放到大类资产中间又决定了你可选项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房地产算不算？房子算不算？可能很多，比如说我们说你做一个私募基金，做个公募基金，你们会说，房地产我看涨或者看跌，但是我没法把它做成一个这个资产配置进去。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稍后我跟大家讲这个全球的 FSCC 的框架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房地产市场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会存在着其实很简单，这个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可以算为大类资产，但无非就是有些人能做，有些人不能做，有的资金属性可以配，有的资金属性不能配，仅此而已但是呢这些手段原则上来讲你应该了解因为它对于整个体系中间来讲呢，其实后面我们说影响还是很大的。那债券、权益我基本上放上去了，主要的这些利率债我基本上都放过去了。工具我们选择 ETF 衍生产品等等。那权益类呢，你会发现尽量的会很少的去选择个股所以我很少去讨论股票
因为我比如说包括国内，我跟他说我们是从做一级市场过来的到二级市场，我的原则是这些上市公司我很熟悉，我才去做。那熟悉是要加引号的，我要熟悉到非常熟悉，否则的话，与其这样子像美国证券市场一样，我与其是进行这样子主动的去选择，那我不如进行被动性投资，我就选择 ETF 就好了，我或者说选择这个特定的一些产品去作为我的配置就好了，我不会特别的去涉足到某一单一的公司中去。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微观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做权益的兄弟，大家一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有一种困惑有的时候不需要去 care 宏观经济到底发生什么了，他其实更多的是在关注这家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这其实是比较偏微观的。那原则上来讲，作为大类资产框架，我们其实在这一块上不是你的所长，那怎么办呢？配合就好了。所以说我把这边基本上放上去基本上你只看特定的一些龙头类的这个权益就 OK 了。那涉及的市场呢，基本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吧。那我们说从美国、欧洲、日本、香港、中国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全球化大家关注的一个过程。澳洲市场呢会关注的多一点，但是仅限于极个别的这种跟我们后边讲到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相关的这些行业龙头那么新兴市场呢属于关注类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讨论到，比如说土耳其的市场怎么样了，巴西的市场怎么样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的是这一类的属于关注类的，只有很少部分的这种 hedge fund 会涉及到这类资产，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更多的去寻找一种替代关系，就是说我逻辑关系很清晰的时候，我可能对于对标资产的时候会做一些替代关系，并不会直接的去涉足到这一类所以说比如说像土耳其也好，对吧，俄罗斯也好，对吧，这些新兴市场巴西也好，其实我们说能真正参与进去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这个华尔街还 OK， 那像我们国内或者华人这个圈子里真正能参与进去的这个比例还是很小，它属于关注序列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我们马上可以参与的。那汇率部分这个东西，主要汇率大家都参与的这个主要的G7汇率但是呢研究和关注类的，你会发现我会放到韩元、台币南非的兰特、墨西哥的比索、巴西等等。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讲新兴市场的这个配置道理是一样的它的交易的成本、交易的通道、交易的这个可选择的这个类别都实际上比较的受限流动性呢也受影响。所以说原则上来讲，不建议说这个所谓的大类资产配置真的去交易这部分，并不是的。关注它，在整个反馈中间去寻找替代即可。那商品中间最重要的能源原油，但是原油呢，原则上来讲，我跟这个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原油呢，我们是把它更多的当成一个利率性的影响变量在看所以它具有商品属性，但是跟利率高度的这个有关。那么其他的 base metal 基本金属中间，基本上就主要的看一看铜当然了，剩下的比如说一些跨品种的交易作为对冲的手段其实冲掉的更多的是那个微观的变量，那你可以选择铝锌等等等等。那比如贵金属里边，其实黄金就是一个债券，这我跟大家都陈述过。它虽然放在商品里，但是更多的是按照债券逻辑去考虑。Silver 白银是一定要按照商品去考虑的所以这里边就会产生一个偏差，也导致了比如说后边我们会讲到的一些案例2011年、12年的时候，其实中资在白银的上面犯了巨大的错误。其实本质上来讲，深层次的错误就是错在了把那玩意儿当成了跟黄金一样你完全忽略了它的基本的商品属性，所以最后被华尔街给逮住了。那么铂8这种品种不在交易范围之内，你看我画的叫不在但是我们会研究它，为什么呢？它具有很多这种小众商品的特点其实这几年的大热什么钴锂锗锌这种小众的这个基本金属，它的玩法套路，可能这几年大家在国内陆陆续续开始发现怎么玩了。那其实这些事情在当年的华尔街市场上都出现过那么小众的资产是会有人惦记的，对吧？比如说大家从业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你们应该都接触过白银的亨特兄弟的案子，对吧？那
比如说当年的那个巴金的案例，很多人并不知道，也就是通过我写的日记，当年你们才知道了97年到00年这个前后操纵那个巴金是怎么玩的啊，最后怎么让福特这种汽车公司啊，就是下游啊，最后掏了钱买了单的啊，等等等等啊，其实越小众的商品，其实套路都一样啊，无非就是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像很多人理解的供应和需求，越小越容易改变。所以你看美国的商品市场那么的庞大，你想过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纯交易者去交易橙汁的、交易活牛的、交易活猪的啊？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接触的不少的 trader，其实挺奇怪的，这个基本的原理他都不太明白。我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群里去讨论，哎呀，美国的猪肉又暴涨了，炒交易买啊，然后能不能看涨？好像我觉得在他们的眼中，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价格都一样的，比特币没区别啊，各种什么狗狗币、各种币，我觉得可能在他们眼中，管它叫什么名字啊，他只是在看那个单纯价格，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忌啊，原则上来讲是个大忌讳。这个可能更多的考验你的一个简单的交易，我们说更多的考验你一个盘面交易的能力，跑得快跑得慢的问题。但是资金稍微一大，这个游戏你就没法去玩了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说在讨论这个 FICC 大类资产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纵深的维度。农产品呢属于研究序列啊，它的交易的思维跟这个 FICC 的逻辑框架不一样啊，所以农产品正儿八经是比较倾向于纯商品的框架，跟宏观也好，跟我们说这个大类的这个框架来好，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说呢，它属于观察序列啊，其他的也都属于观察和研究序列啊。当然了，你要么就干脆的让纯这个交易者去交易，你也可以理解成金融属性比重重的，我们拿过来放在 FICC 啊，然后自身属性比较重的，越重的越偏向于对它自身的研究啊，这个道理其实原则上是对的。这就是我们原则上来讲，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大类资产的这个路径。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么在今天的开篇的内容中间呢，我们并不是说直接跳过来就去分享，因为很多的问题其实不是在我们的框架中就可以解决的啊。在一开始呢，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这个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这个东西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于现有的很多问题的探索。其实经济的研究啊，昨天这个戴老板问我说，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和一个交易者，他们之间似乎是很难打通的。我说没错啊，他说那这个里边的秘诀在哪儿？我说这里面的秘诀很简单，记住一点，宏观经济学家永远讨论的没有对和错的问题，他们讨论的是产生的原因、可能产生的结果、可能产生的方法。但是呢，对于交易者来讲，我们并不需要去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有时候这样的讨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去讨论说，中国是否是存在着崩溃的可能性？那边呢会非常的爱国，说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其实你们俩讨论讨去有意义吗？对吧？这种问题可能我们说你写成泛财经的文章，可能点击率很高。但是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参与者来讲，就金融市场职业参与者来讲，我们没必要去陷入到这样的纠结中间。我们更加清楚的，实际上是你怎么去做，在这个体系中间怎么去传导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去研究他们，更多的去研究他们的矛盾和他们的逻辑关系。由此我知道你可能会怎么样去做，因此我在这个下面的体系中间，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这个实际上才是宏观和所谓的交易者之间的那个脉络，否则的话，很多错误就会犯。比如说，这个过去的10年中间啊，国内我也认识很多的，就是说大家总觉得说他宏观做得很好，然后完了以后呢，那比如说他
会这么说，给你讲一大段这个中东的故事，讲一大段，比如说这个中美这个中东的战略问题，美国能源战略问题，讲完了以后，邦当直接落结论，结论就是油价要涨。这个在以前啊，我们说投资者结构不成熟的情况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非常的容易抓住投资人。为什么呢？你左边讲的我能听得懂，右边的结论我能听得懂，好干啊！但是这个中间缺了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这2年，我其实通过这个，包括这个跟华尔街见闻做的富翁说的节目，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不是那个结论。我很少跟大家去直接说这个结论，我觉得那个是对你来讲是坑了你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更多的把中间趋势这块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这2天你看到的这个能源价格，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你不理解的会说，哎，这个伊朗的问题，这个油价在涨，对吧？这个 back 在往上推，但为什么副总在非常的紧张，这个油价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那我会跟他解释，你现在发生的宏观事件，比如说这个沙特承诺的增产，它其实已经作用在了远端价格上，啊，最简单嘛，这个你的近远月，但是在近端上面，你的这个事情只影响着情绪，但不影响实际的供应和需求，因此就会出现高位的 back。好了，你会发现我把中间的传导路径这段细节给你讲出来，那后面的结果你就很好推了。但是这个很多我们做纯宏观的人就会犯这样的一个问题，前面讲完了直接落结果，这中间其实这一段要比你前面更重要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我认识的几个朋友，其实在这上面就犯了巨大的买了巨大的单子啊。他说，哎呀，这个副总，你以前不讲这些东西之前，我就认为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黄金保值、黄金通胀啊，讲一大堆黄金历史，然后直接得出的结论就告诉你说黄金必涨无疑，买吧，啊，这种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纯泛财经到结论，这并不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中间缺失的这一块，但不等于说我们说，哎，左边不用啊。我前几天又写了一个日记，我说宏观真的无用吗？因为我忘了谁写了一个，就是说宏观是无用的，这个又犯了一个极端主义。啊，我们说你可以看到这条体系链条中间，两边都不要犯啊。有人认为宏观没用，我直接看左边的交易的这个手段、交易的方法就好了。其实不错，他认识到了他的弊端，啊，他认识到你们其实讨论半天很多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结局，啊，而且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结果，拿这个东西跟交易者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于是乎，他抛出来的话题可能就是宏观无用。我认为这两个都犯了极端，啊，都犯了极端，啊，宏观完全能有用，它可以替代下面的这个中微观的研究。好，我可以告诉你错了，啊，宏观完全没用，直接的抓中微观，直接的抓纯交易的手段。好了，我可以告诉你也错了。原则上来讲，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链条完整下来，啊，完整下来。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明确我在每个点上我到底要去聊什么。我们比如说大家坐在那儿侃大山，我可以告诉你，哎呀，政策，哎，不应该这么去做，对吧？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叫侃大山聊天啊。但是实际上往我们具体去执行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不会依靠着这个东西去做你的交易决策的啊。但是你必须得了解在发生什么啊。所以我们第一篇是一个非常泛的宏观的东西，但它很重要，啊，很重要。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三大问题其实很简单，这个经济学的基础，如果大家都学过的话，其实从那个东西上来以后，我的人生总结是，我们的所有的经济的世界的三大问题就是这啊，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这个课本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啊，从最早的国富论我们都可以找得到。我给的就是分工、分配、债务杠杆和收入贫富。
这里边涉及的问题不一样。我们从事金融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在中观上面，我们会关注债务和杠杆。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或者大宏观的这个战略的思考者的话，其实我们有的部分还要涉及到一个关于人文社科的问题，是关于到收入和贫富的问题。否则的话，你有些问题会受其诱惑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说经济就是个货币现象 ，OK 可以大水漫灌，一切 happy 挺好的嘛，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当你把这3个问题折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它产生的矛盾会跳出经济学领域，它会进入到人文社科的问题上，那也就是关于到你最后一个问题，收入和贫富的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很早以前我们的这些前辈大师们看得很明白，很明白所以说呢，真正的经济周期中间的循环，原则上来讲，就是在这个释放它的利的过程中积攒了大量的弊，所以它需要利用这种萧条衰退的过程中间去进行再平衡，平衡社会的问题，平衡财富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说西方的整个经济周期，你们看到的繁荣衰退、萧条一代一代的，其实它准确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它的矛盾。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我实际上是比较的忧心忡忡。虽然说大家看到资产价格这个涨也好，跌也好有波动，但是如果单纯的跳到世界观的角度上来讲，我一直认为是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延续，而且它延续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就是它已经在影响着我们最后也是最害怕的地方，叫收入和贫富的这个矛盾。事实上来讲，大家观察到的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不管是我们内部的社会现象，还是全球的动荡格局，其实或多或少大家很轻松的可以理解我要讲的这个问题。但是这3者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对吧？国富论最早的跟大家讲的是关于这个有了分工有了收入的增长，有了分配这个分配的方式激励的方式有了这个收入的增长，经济的增长。这个话是对的，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其实最原始就是来自于收入的分工和分配。这个东西几百年前国富论最早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他讲到一个单一社会里的分工和分配，但是呢，由它进一步的延伸出来，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句话，叫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无非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分配关系，但是任何的分工分配本质上来讲都有利和弊，尤其是当它加上债务和杠杆以后，我们说它的利弊就会产生的非常明显。我们为什么都喜欢干金融？很简单，因为金融行业原则上来讲，或者叫金融服务业也好，我们本质就是掌控那个债务和杠杆的人。我们要么就是创造债务和杠杆的人，要么我们就是利用债务和杠杆的人。那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干这个行业？因为很简单，我们是掌握着那个财富扩张的密码。那么财富的扩张究竟来自于什么？其实财富的扩张就是来自于债务和杠杆的运用如果我们说没有了金融，世界会不会好呢？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没有金融，世界不一定会差。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这个金融行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whatever， 这其实都是我们给自己披上的一层圣衣。其实原则上来讲，金融行业一半天使一半恶魔。我们既创造财富的同时，我们也带来灾难。我们的灾难是什么？创造巨大的贫富。所以说，很早的这个发展的认知中间，大家就开始认知到，掌握债务和杠杆的运用会拉大收入和贫富的差距，社会的阶层会错开然后呢，你会发现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劳动的价值在减弱。这是个非常泛宏观的，但是把它糅合在一起，就会生成一个通用的模型。它不仅可以用于我们的宏观问题解释，还可以应用于我们微观资产的解释。一个单一的资产无非也跟我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财富的创造、财富的扩张和财富的问题。那实际上任何的资产的路径在这个模型嵌套下也是管用的。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两位真正的大师我们只能算师者其实他们的人生经历的认知精华部分，我想跟大家提炼出来，对吧？我记得最早的时候，20-30年前的时候，当时大家很多人去解读索罗斯先生那本《炼金术》的时候，很多人的解释就是：哎呀，
好像看不懂他前面那个比较偏理科的系统性东西在讲什么。好，我们直接给他的这个叫反身性理论冠上一个哲学的名义啊，哲学这东西好讲也好理解，人家是个标准的理科生，好不好？啊，那个金融炼金术中间的大量的内容是一个标准的，我们说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馈的路径的一个总和，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哲学人生心灵鸡汤啊。但当时我们只能说大部分的读者对这个理解并不深刻啊，可能稍微的当时的一些学者们很容易看明白前面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仍然要推荐的索罗斯先生我认为他最荣光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那3个历史传承下来的这3大框架中间，他其实捕捉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他人生经历中间的一点，就是他对于国际分工分配的理解。所以说你们看到他当年无论是97年狙击香港，那是利用了他在国际分工中间造成的中微观的矛盾，资本流动中间造成的最微观矛盾，但是他的世界观更多的依靠的就是对于分工分配还有收入分配的极值这中间的一个框架。这个达利奥先生呢，其实毫无疑问他的书其实大家也都看了，更多的就是对于债务问题、债务的生成债务的毁灭债务的处理、债务的解决方案，所以他在中间那个环节对于债务和杠杆的理解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那第3个问题是关于到收入贫富，我想金融圈里是没有人对这个东西探讨过多的，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范畴。我们唯一 care 的终点是我赚钱就行了。当然了，当你的钱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思考改变社会的时候，好，你就成功了，进入到第3级，去考虑关于收入贫富的问题。你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捐出去，可以去做慈善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第3层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写书去讨论它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是需要我们现在去这么做了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3大问题其实很简单，这个经济学的基础如果大家都学过的话，其实从那个东西上来以后，我的人生总结是我们的所有的经济的世界的3大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这个课本里面都可以找得到从最早的国富论我们都可以找得到。我给的就是分工分配、债务杠杆和收入贫富，这里边涉及的问题不一样。我们从事金融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在中观上面我们会关注债务和杠杆，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或者大宏观的这个战略的思考者的话，其实我们有的部分还要涉及到一个关于人文社科的问题，是关于到收入和贫富的问题。否则的话，你有些问题会受其诱惑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说经济就是个货币现象 ，OK 可以大水漫灌，一切 happy 挺好的嘛，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当你把这3个问题折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它产生的矛盾会跳出经济学领域，它会进入到人文社科的问题上，那也就是关于到你最后一个问题，收入和贫富的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很早以前我们的这些前辈大师们看得很明白很明白所以说呢，真正的经济周期中间的循环，原则上来讲就是在这个释放它的利的过程中积攒了大量的弊，所以它需要利用这种萧条衰退的过程中间去进行再平衡，平衡社会的问题，平衡财富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说西方的整个经济周期你们看到的繁荣衰退萧条一代一代的，其实它准确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它的矛盾。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我实际上是比较的忧心忡忡。虽然说大家看到资产价格这个涨也好跌也好有波动，但是如果单纯的跳到世界观的角度上来讲，我一直认为是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延续，而且它延续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就是它已经在影响着我们最后也是最害怕的地方，叫收入和贫富的这个矛盾。
事实上来讲，大家观察到的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啊，不管是我们内部的社会现象，还是全球的动荡格局，其实或多或少大家很轻松的可以理解我要讲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三者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对吧？国富论最早的跟大家讲的是关于这个有了分工啊，有了收入的增长，有了分配啊，这个分配的方式啊，激励的方式啊，有了这个收入的增长，经济的增长。这个话是对的，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其实最原始就是来自于收入的分工和分配。这个东西几百年前国富论最早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他讲到一个单一社会里的分工和分配，但是呢，由他进一步的延伸出来，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句话，叫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无非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分配关系，但是任何的分工分配本质上来讲都有利和弊，尤其是当它加上债务和杠杆以后，我们说它的利弊就会产生的非常明显。我们为什么都喜欢干金融？很简单，因为金融行业原则上来讲，或者叫金融服务业也好，我们本质就是掌控那个债务和杠杆的人。我们要么就是创造债务和杠杆的人，要么我们就是利用债务和杠杆的人。那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干这个行？因为很简单，我们是掌握着那个财富扩张的密码。那么财富的扩张究竟来自于什么？其实财富的扩张就是来自于债务和杠杆的运用啊。如果我们说没有了金融，世界会不会好呢？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没有金融，世界不一定会差。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哎，这个金融行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whatever， 这其实都是我们给自己披上的一层圣衣。其实原则上来讲，金融行业一半天使一半恶魔。我们既创造财富的同时，我们也带来灾难。我们的灾难是什么？创造巨大的贫富。所以说，很早的这个发展的认知中间，大家就开始认知到，掌握债务和杠杆的运用会拉大收入和贫富的差距，社会的阶层会错开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劳动的价值在减弱。这是个非常泛宏观的，但是把它糅合在一起，就会生成一个通用的模型。它不仅可以用于我们的宏观问题解释，还可以应用于我们微观资产的解释。一个单一的资产无非也跟我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财富的创造、财富的扩张和财富的问题。那实际上任何的资产的路径，在这个模型嵌套下也是管用的。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两位真正的大师我们只能算师者啊。其实他们的人生经历的认知精华部分，我想跟大家提炼出来，对吧？我记得最早的时候，20-30年前的时候，当时大家很多人去解读索罗斯先生那本《炼金术》的时候，很多人的解释就是，哎呀，好像看不懂他前面那个比较偏理科的系统性东西在讲什么。好，我们直接给他的这个叫反身性理论冠上一个哲学的名义哲学这东西好讲也好理解。人家是个标准的理科生，好不好？那个金融炼金术中间的大量的内容是一个标准的，我们说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馈的路径的一个总和，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哲学人生心理鸡汤啊。但当时我们只能说大部分的读者对这个理解并不深刻可能稍微的当时的一些学者们很容易看明白前面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仍然要推荐的。索罗斯先生我认为他最荣光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那三个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三大框架中间，他其实捕捉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他人生经历中间的一点，就是他对于国际分工分配的理解。所以说你们看到他当年无论是97年狙击香港，那是利用了他在国际分工中间造成的中微观的矛盾，资本流动中间造成的最微观矛盾，但是他的世界观更多的依靠的就是对于分工分配还有收入分配的极值这中间的一个框架。这个达利奥先生呢，其实毫无疑问他的书其实大家也都看了，更多的就是对于债务问题、债务的生成债务的毁灭债务的处理、债务的解决方案。所以他在中间那个环节对于债务和杠杆的理解，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那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到收入贫富，我想金融圈里是没有人对这个东西探讨过多的，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范畴。我们唯一 care 的终点是我赚钱就行了。当然了，当你的钱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思考改变社会的时候，好，你就成功了，进入到第三级，
去考虑关于收入贫富的问题，你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捐出去，可以去做慈善啊，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第3层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写书去讨论它啊。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是需要我们现在去这么做了哈。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啊，说是模型吧，我们还没办法去用这个纯数学的方式去解释，所以我这边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从我的角度理解，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它原则上来讲来自于2部分，分工分配啊，就收入，我们都把它放在下面，上面是一个债务和杠杆，也就换句话说，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扩张加在一起，形成我们整个经济增长和效率。所有人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推动我们效率的唯一的方法，这一点没错，就是我们的分工分配下，我们去创造一个增速啊，去创造一个斜率，技术的斜率。但是劳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并不决定你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偏值，这个偏值就开始由上面的东西开始影响，就是债务杠杆的影响。所以我们简单来讲，把它规划到这2个函数上，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的一幅图。这张图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只是很少的有人把这3个东西放到一起去把它思考一下。大家会发现这张图，先看右侧，右侧其实就是我们解释的关于你的这3大问题。大家会发现有2条斜线，这2条斜线呢斜率不同啊，这个斜率不同就是刚才我讲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技术的提升会改变我们产出效率，于是斜线会发生变化。那简单讲，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的整个收入水平在单位时间内获得财富的这个量也会增加，这是自然法则啊，自然法则。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给了一个所谓的金融化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这个 curve， 黑色的一个曲线，这个曲线里面就蕴含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在第1部分中间，你们会发现黑色部分其实跟我们的斜线基本上收入是吻合的，这个就是劳动价值。简单讲，所有的年轻人，你们只要辛勤的努力劳动啊，不放弃，原则上来讲，你们的一辈子能够获得的就是这条斜率上面正常的增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18岁，然后呢，你的师傅啊，如果是比如说厨师啊，大厨带着学徒，那么你的大厨可能已经是2万块钱一个月的收入，或者3万块钱一个月，甚至更高的收入了。你说，哎，我只拿2000，没关系，这中间只是个时间价值的问题。也就换句话说，只要你付出了努力，只要你学习，只要你跟着你的师傅勤勤业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收入是按照这个比例在增长的。等你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你也会获得同样的财富。那么换句话说，如果都给你的人生是一个60岁的话，加权起来，你们会发现你们的斜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劳动创造的价值几乎在这一辈子中间是一致的。当然了，不是说所有人都一致，这中间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你的家庭背景、你的社会资源、你的教育程度等等。那每个人我们的斜率不一样，但是这并不造成最严重的贫富问题。虽然它造成贫富，但不造成最严重的贫富问题。这个第2阶段你们会发现这个 curve 偏离了，偏离的非常大。也就换句话说，哪怕你是已经进入到中产阶级，你在公司已经是努力的在工作了，但是你们会发现有的人可能就比你赚的会多得多得多得多。这部分你可以看到，在我的框架中，我给了一个叫债务价值，就是说到此为止的第2阶段中间，一部分人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光收入是不够的，能不能看到一个赚钱的生意以后，我去借钱，负债产生更高的收入的这个结论开始产生。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负债跟储蓄者的财富就会拉开。也就简单讲，纯储蓄的
到老了你就哭了。越借钱的开始变得越富裕，债务价值在这个阶段中体现在了你们的收入分配上。再往后，这个最高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人人都愿意干的金融行业。其实为什么大家愿意干金融行业，不愿意下工厂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杠杆。当债务价值过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么能够借更多的钱，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收益，杠杆的原理就出现了。我们现在金融设计，大家在做的任何的金融交易也好，金融设计也好，金融产品也好，它的基准原理就是一个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去拿到那个负债的问题，如何去增加杠杆的问题。你所有设计都是这么来的。当进入到高杠杆年代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很简单，那个财富是会在极短时间内累积起来的。好，这个 curve 的斜率会更高。那好了，我们说它到底是什么？我给了个叫金融化程度，什么呢？越是金融化程度越高，简单讲，大家就有机会获得短期的暴富，改变人生的暴富。然后呢，3个阶段中间，你们就会发现劳动价值部分、债务价值部分、杠杆价值部分生成这样的一个曲线 curve 啊，中间的这个差值部分就是贫富。好了，把它糅合起来，大家看到，如果我们放到宏观经济中间是什么？实体经济，房地产为首的债务，金融为首的杠杆。所以说，大家会有一种困惑，叫干房地产比干实体好，干金融比干房地产比干实体更好。当然了，金融也不能纯虚啊，所以说拉个实体部分加上杠杆形成金融。那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去学金融了啊。虽然说我们说你当一个技术性的工种，可能1个月能拿到2、3万块钱的工资，但是大家觉得不够嘛？财富分配就是拉开，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在说中国，不，这个模型会适用于到所有的国家过程中啊。它的问题很简单，贫富。其实这个道理就可以解释所有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债务和杠杆的急速累积，它会偏移收入部分。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泡沫也就随机出现了，无非就是这个债务杠杆体现在什么领域中间，体现在居民部门，体现在政府部门，体现在企业部门，然后早晚有一天它是会回来的。所以说一般来讲，你把它反过来就是去杠杆去负债的一个过程。其实从足够长的经济周期中间，我们就是这个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繁荣衰退萧条，无非就是我们在哪个部门中间去完成债务和杠杆的累积，完成去债务去杠杆的过程，完成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就效率部分的回归。好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把它这个反向运转加上，再把它叠加，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我们的经济的路径。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大家可以讲讲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其实原则上来讲，包括当时的英国，我说我比较幸运，就是因为到这个年龄，我经历了2轮这样的完整过程。这样的一个周期实际上是很长的。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一个周期，原则上来讲，差不多要在20年到30年左右。正常人来讲，经历2年基本上就可以退休了。幸运点的人经历1轮就够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说人生其实就是1、2次机会，这话其实没错啊，就是你看到了以后，人生其实就是1、2次的这个大的机会。但是有的人比较幸运的是，我可能在东西方中间各经历了1轮
啊，这是比较幸运的。当时的英国大概到2002年、03年，这部分劳动价值部分，也就大家称之为叫实体部分已经结束了。然后02年左右，英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繁荣，加债务、加杠杆开始启动。那个时候很简单，如果你还是工人，你就完蛋了。这20年你的收入不会有明显的增长。但是如果你开始加杠杆，开始买房子 ，OK， 你会获得你的这个人生的改变。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一直到持续到06年左右啊，那个时候英国的 ITV Channel 5其实最好的节目都是教你如何 auction 拍卖一个破房子，找银行去做 mortgage， 然后完了以后把它重新的给装一下，然后放到市场上重新的去卖，然后你可以赚得多少多少钱。然后英国这个到第2次金融大爆炸开始，到后边托尼·布莱尔之后，你们看到了伦敦金融城重新的复苏起来啊，金融的加杠杆实际上不是我们想加就加的，它不是自然形成啊，也就是这个债务到杠杆这个过程，这个杠杆可不是自然生成的，杠杆一定是制度的监管啊，也就是一小部分人决定你什么时候可以加，一小部分人决定你什么时候可以减。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都一样，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它都是人为的。所以说从我们的某些角度来讲，看明白以后，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去盯政策？你盯政策到底在盯什么？你看新闻联播，你到底在看什么？啊，你那个时候看这个英国的报纸，你在盯着这个他的这个大选，你在盯着谁会上台，你盯着是不是安倍晋三会赢，这些东西有人会说，它到底跟你这个宏观框架有什么关系？因为很简单，这部分人将决定了你后边是什么路。09年当时为什么要回到国内？如果没有09年两会文件中，你的口号是做大做强金融啊，中国开始逆周期加杠杆。如果没有09年3月31号证监会的61号令，你开始放开你的这个中小板、创业板和你前端的股权投融资，那我就请问你回来干嘛？金融从业者不是很简单吗？我们追逐，说俗点叫我们追逐钱，但是说的更专业点叫我们在追逐负债和杠杆，对吧？哪里有负债，哪里有杠杆，你就去哪，这就是对了。哪里去负债，哪里去杠杆，当然不能在那儿。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过去的10几年在英国待着从事金融行业，那是很悲惨的。所以说，很多人并不明白，说为什么你要回国，是因为08年金融危机吗？不是，因为杠杆的迁移，从西方迁移到了东方，啊，从伦敦、从纽约迁移到了上海，迁移到了北京。那好了，自然而然，金融从业也应该是随之迁移。但如果举个例子，如果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中国开始收紧了，那自然而然，你放心，从事金融的人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走的啊。所以我们是由谁来决定的？金字塔尖一小部分的政策来决定。所以这就是观察政策的目的。当你开始这个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从负债到伦敦的金融城，那个过程中其实最简单，居民负债的偏离，大量的居民债务的增加啊，华尔街赚的盆满钵满，伦敦金融城赚的盆满钵满，大家实际上并不 care 说你的收入到底能不能还上，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居民部门债务和收入之间的差值，也就是贫富。这个东西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该有人买单了。实际上这就是次贷危机。所以说无非就是这个债务在哪个部门爆掉，谁买单的问题。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周期，但是真正的长期增长一定靠的是创新和生产效率，也就是斜率。好，这个框架理解了，你也就明白不会有永远的加杠杆加负债的过程，不会说偏离到那么大程度的还可以继续的维持，终究是要有人买单的。这张图同样适用于中国。2002年以前，可以告诉你很简单，干实体经济。那个时候我们的斜率的提升并不是来自于说我们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原则上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来自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我们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干实体。02年之后，你正常来讲你应该明白干房地产。08年之后，你应该正常的明白干金融。这就是人生的3大阶段。为什么我说总有一代人是倒霉的？因为很简单，干实体的是他们的父辈或者父辈的父辈，
干房地产的时候是他们的长辈，然后这个干金融的时候是他的前辈啊。等他毕业的时候，发现好只能去扛这个负债。这个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年轻人的命运是天生注定的，改变不了的啊，改变不了的。这个就叫一个时代的一个历史。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1980几年英国的那一代，1997年的香港的那一代，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所谓的叫你们大家会讲叫赶上了资产泡沫的顶峰期，对不对？其实，在我们这张图上不就是这个点吗？对吧？所谓的资产泡沫的顶峰期，也就是债务杠杆和收入偏离的最大的那个值上边，它的收入已经不足以去填补它的债务。当然了，这个时候其实又衍生出另外一个小的函数，债务可以等于你的收入的 t 函数。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股票道理一样，比如说最简单的股票定价是什么？把你的未来的 cash flow discount 折现回来，对吧？那其实你的人生跟这个 discount 折现是一个道理的啊。我给你的债务越来越多，我折现你的未来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对吧？我先折现你20年，拿青春还我。发现这个房价还在涨，资产价格还在涨，但是我发现你的收入不涨，那不很简单吗？总量在增加，你的单一收入没增加，那乘以时间函数就必须增加呗，从20年变成40年，40年变成80年，80年发现，有可能你这个年轻人干80年还不够还我，怎么办呢？儿子还，孙子还。但是如果你没有儿子没有孙子，那就完蛋了，负债不可持续，债务坍塌。当然也有人说债务最后的问题是人口问题，这句话是对的。现在欧美、日本、日韩存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对吧？说到底是所有的这些负债坍塌之后造成了一个现象，是没有人能够去承担它，没有人口的时间函数去承担它，那很简单，债务不可持续，资产价格也就是会保持长期的低迷。货币政策在这里边就会犯成一个巨大的错误。单一的货币政策理解，就大家理解的放水宽松，对吧？这个从放量到放信用啊，大家认为只要这个东西一放，一定能够让资产价格复苏起来。对不起，日本证明过，欧洲正在证明。有人说为什么？货币政策的问题就很简单，它只是在稀释债务，稀释债务。但是只要你的长期收入提不上去，你债务再怎么稀释，这个你只要不让它崩，都会集中在某一部分的富人身上。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货币政策会出现一个现象，是叫富者恒富，穷者恒穷。你并不解决债务问题。那大家所以说你会发现，简单的理解说啊，我这个货币一漫水，所有债务等于被稀释掉了，这个话是不对的。你这种漫水的过程，货币政策最后的末端就会造成富者掌握着资产、掌握着债务和杠杆的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会受益的越来越多。但是下面的人并不受益，他要承担更大的负债，但是总收入并不增长。然后紧跟着你们就看到的同样的问题，债务仍然无法可持续。所以说，这可不是说简单的说任何经济问题都可以用放水去解决的，那还去讨论结构性的矛盾干啥？其实原则上来讲，结构性的矛盾要远远的比那个货币政策要更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当然，结构问题是什么？在我们这张图上，结构问题就是贫富、收入、贫富、人口、债务的可持续性哈。它在微观中间也可以应用，就这套东西你们会发现，哎呀，讲这么大一个宏观，我马上给你降维到微观上，它照样可以应用。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股票，我们把股价格可以就想象成一个社会啊，涉及到了这种价值的创造啊、价值的扩张啊、价值的分配啊。这个其实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可能跟大部分去讲股票的人，其实东西是一样的，只是理解和认知上面不一样。那么你会发现这套东西其实放到下面就生成了股票价格，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股票价格的上涨、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升。那原则上来讲，只要你的企业是不断的盈利的，技术的改进、生产的进步，不断的盈利、股息分红，你是不是跟那个经济增长道理是一样的？你应该是有一个均值的斜率。那么你就会发现，股票价格的两个影响变量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像那个蒂尔森当时来上海的时候，我跟他讨论那个问题，我后来抛了一句话，我说
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必须得承认，投机也是一种价值啊。大家经常讲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其实您讨论的更多的是这个，你企业能不能给我创造这个回报，讨论的是那个斜率。但是呢，投机也是一种价值，无非就是这个价值你怎么看、怎么用的问题。所以你不能说把这块完全忽略掉。我们两个部分就是它的影响变量。简单讲，你就是一个价值加上一个投机部分的波动，这就是你的股票啊，或者叫你的权益的理解。两个影响变量，也就是我们跟刚才讨论经济的一样，你的分工分配带来的收入的增长，然后和你的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那么股价很简单，当你的债务杠杆推升的股价已经大幅度的偏离了你的长期增长收入的时候，你也就是所谓的高估了吧。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么这么几个简单的应用以后，大家会发现左右两张图啊，左右两张图。左边这张图是我给了一个成熟阶段市场的一个简单的模型。刚才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我们只是把它分拆出来了，对吧？我们现在把它总合在一块儿。那么你的长期的增长价值部分的斜率比较的高，成熟市场给予股东足够的尊重，股息、分红、盈利，然后你的股价投机性的波动。这样的市场原则上来讲，只要你的斜率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就是一个长期增长的过程。但是你注意下面我写的叫成熟阶段市场，这个成熟指的是什么？然后你们会发现右侧我写了个发展阶段市场，这个斜率偏低，然后大部分是由投机性波动在造成的。大家之前聊过，那么在2014年、15年中国这个股灾的中后段的时候，当你有人跟你讲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6000点不是梦，10000点刚起步，我们这长期的大牛市开始了，未来的目标是10000、12000、13000、15000，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美国一样？好了，你马上就知道啊，他没想明白。有人说，哎，为什么美国的市场可以是长期牛市？对啊，没错，100年过程中，美国证券市场大概只有2次是长达10年左右的一个停滞阶段，停滞阶段也只是说横着啊，就发生类似于这样的状态。但是美国大部分的时间，你们会发现，比如说这一轮，我们大概是从1993年左右开始的，93年哦，啊，你可不要以为说这一轮美国的牛市是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的，不，它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长周期的增长的启动是大概是在1993年，啊，这个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对吧？这个从1980年里根的改革开始。80年到93年的过程中，其实美国更多的进行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跟中国很像，然后中国跟当时的很像。在93年完成这样的一个改革以后，长期增长的基底开始出现。中间虽然经历了2次这样的投机性的波动扰动，当然原因都不一样，一次00年的互联网泡沫，97年到00年互联网泡沫，另外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原因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没有偏离长期增长，人家的投资回报率很高。所以说在美国做权益，尤其我们做大类资产的，我其实是很懒的。什么呢？被动性投资就已经是最好的回报率了。就什么呢？不要天天的盯着股票开盘了，就像中国的股民一样，天天开盘了。美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增长斜率非常高的情况下，你发现你只要被动性的买一堆 ETF 往那儿一扔，20年后、10年后，你投资回报率非常好，不需要去挑股票、挑公司，除非你说你要追求极致。什么叫极致呢？我要跑赢所有人。那好了，那你付出的努力跟你的回报一定是成正比，但是其实没有必要。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巴菲特老爷子这10年连持续性的跑输大盘，啊，没错啊，因为从93年开始，这个过程中那个斜率的改变、效率的改变的那一部分，他老人家确实有点看不懂的。所以我记得我讲过一句话叫
不是巴菲特成就了美国证券市场，是美国证券市场成就了长期价值投资，是市场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它的管理制度监管、市场成熟度、参与者程度，这些所有市场发展要素决定了你在这个市场里怎么做。所以说你知道，你迷信长期价值投资回报，其实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要迷信它，是因为在这个市场里可以实现。所以美国证券市场原则上来讲，被动性的跟踪就可以，你也不用去挑说，哎呀，究竟是微软好呀，还是苹果好呀，还是什么，管你谁好不好的，一个 ETF 咵嚓一勒进去，拿上5、6年，这就是最好的。这部分其实原则上来讲是最好的地方。但是中国能不能这么干？我相信有人这么干，然后应该是付出了比较惨痛的经验。我不敢说付出这个惨痛的这个代价，但是应该付出了很大的经验。因为原则上来讲，你们大概筛选一下我们的权益市场，最多150只企业具备这个属性，但我们的大部分的公司是处在发展阶段市场环境下和发展阶段的企业，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可能更重视的是交易，而不是一个长期配置。你可以去做长期价值投资回报，但是我相信你锁定的标的物不会超过那150只标的。这是一种我们说市场处在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上。那么你的更多的扰动是来自于投机性的扰动，所以你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的证券市场很有意思，我们的每一次的暴涨的时候一定是放量高换手。其实我也特别明白两位大咖们的对话，一边是说我们要尊重价值，另外一部分说没有用。其实俩都对，一个在讲这个问题，一个在讲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下，你才能明白中国市场的特点。我不关心它是真的假的，我只关心的是对手盘相不相信它是真的假的。投机性波动要考虑的问题并不是真和假，投机性波动下考虑的是你的对手信不信他，你有没有对手盘，你能不能完成换手。所谓的交易手法，很多人比较这个喜欢的交易性手法，其实讨论的更多是这个问题。但是呢，你的长期资产配置讨论的更多是左边的问题。所以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我的原则就是我从来不去讨论股票怎么玩，每一个的特点我们完全分好类就好了呀。而且你又会发现，我们每一波牛市的末端，你更多关注什么？很简单，从这个东西可以延伸出来，我更关注的是还有没有韭菜进来，能不能换手，杠杆率是不是已经到达极值，这些东西都不够的时候，市场还能够持续多久？答案是不能持续多久。当然了，一般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就要靠理想让投资者进来了什么理想呢？中国会开启大牛市，6000点不是梦，10000点刚起步。但是冷静的思考，你想具备这样的条件，答案并不在什么经济上，是在市场成熟度上。中国的证券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后，我们才大部分的公司都开始转向这个策略这个方向的时候，你的整个指数也就自然而然的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否则你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思考得按这个维度去思考。换句话说，要么不开张，开张2、3年，吃完赶紧跑。那不可能像美国证券市场一样长期的这样子去拿着。那你说它里边没有投机吗？当然有了。我们说它只是说它的比重的问题，左侧的比重和右侧的比重的问题。所以说你会发现，美国要防御的风险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估值偏离的问题或者是流动性冲击的问题。基本上你们会发现，美国证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更多的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2个变量：估值过高了，泡沫化了，然后要么就是其他债务问题牵连着整个金融系统流动性危机收缩了。其实
从刚才我讲的93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2次大的波动就是来自于这个。2008年跟估值没有任何关系，2008年就是流动性风险。1997年到00年就是一个估值泡沫，仅此而已。所以说你就会发现，美国证券市场不是有人说，哎呀，这个看多或看空没有意义的，多长周期啊？您估计拉到足够长的周期里，它的斜率都足够高的过程中，它会告诉你任何的时候都是买点，这话也没错的啊。因为很简单，大部分时间是低波动率，小部分时间是高波动率。那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基金从业人员很有意思。第一类活得足够长的，用什么呢？用生命去烫平中间的这种1、2年的高波动率回撤。所以他给你展示业绩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说这1、2年我表现不好，他会告诉你看我过去的10年平均投资回报率多少多少多少，这没错的，展现那个黄线就好了。第二类，在低波动率下干个3、5年，拿上分红退休，然后该写书的写书，该演讲的演讲。第三类，那3、5年让别人投资，其实第三类投资者你们见的很少。但是其实在美国证券市场上，这第三类是我比较崇拜的。什么呢？既然我知道你的证券市场基本的这个框架了以后，我为什么要自己去那么辛苦的去投资呢？人生很美好，可干的事情非常的多，这种活我付管理费你干，叫被动性投资，对吧？我不需要去挑股票做调研，天天的盯，没必要，我甩给你，你去做交易，我给你管理费。因为我知道在这种环境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那个均值上增长的，它是增量啊，创造财富。我的研究要干嘛呢？我要帮你防御，比如说3、5年、5、6年啊，低波动率之后偶尔的这种风险的产生。那这个时候我并不一定会说，从你的投资上面我去撤出，没必要。你该拿你的投资拿你的投资，因为我知道你的中长期投资回报年化多少多少，它是固定的。那我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要在这个过程中烫平我的风险，我就选择的是只关注空头信号，也就我更关注的是风险。我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到它这个3、5年是大牛市，没关系的，大牛市你去投嘛。我要帮的是对冲你可能规避不掉的风险。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大家会发现很多的做空者，人家其实就是做多者，但是你要知道价值投资部分它是没法去规避这部分风险的，所以说他更多的是在眼中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做空者。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极端的，就是什么呢？观察到信号以后，比如说它这个放的刚开，开到了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要选择你是做一个这种长期的浪的这个多头啊，还是去选择那种一战成名的。那这个时候其实类似于大家看到的大空头那样的一个电影，那是真实的现象。但是那类人一般来讲就是赌对了金融危机以后就不干了。记住一点，一定要不干。如果你认为说我可以，哎，这个很牛，完蛋了，后边就全会吐回去的。为什么呢？这个市场特点就是这样。那样的机会可能10年里就是1次、2次，仅此而已。你确实赌对了以后就应该干嘛？收益率翻个几倍以后，马上分掉，公司解散，退休。所以说你看到华尔街成功的这些人啊，基本上的履历应该大概不会超过我分的这几类。这个其实跟人家的市场特点有关系啊。这整个框架也就可以把我们刚才那个模型的应用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展开了。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聊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涉及到不同的市场你要去进行考虑的。那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其实我们自己参与到每个市场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原则上来讲，像比如说你像国内，那其实原则上来讲，你可以做一个分散就是说你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来做一个分散。第一呢，
我可以去买那种就是大家认为是，比如说其实我不是买了，我更多的就直接当一些投资公司的股东了我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我知道你是什么特性比如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比较固执的长期价值投资者中国存在的长期价值投资者 ，OK 没问题，我知道你的特点你的特点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你给我提供的应该就是这根黄线，你的长期斜率的增长，但你不擅长交易，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公司我很知道你基本上我要拿上5年，拿上6年，但是我知道你的特点是你不会犯大错，你不会挑那些乌漆嘛黑不知道什么东西纯靠交易的公司，你不会去判断，但是我也知道你是无法获得这样的超额收益的。所以这就是个配置问题你左边这个公司投他15%的股份，好，你的自有资金交给他管理，你知道它是一个长期的部分，没关系，你拿着。右手把它打散，我可能举个例子，会把它打散成10个甚至20个，我去投很小很小的交易型的产品或者交易型的基金经理。那我当然知道你的特点了，你的特点是并不 care 有没有价值，你只 care 是你的交易对手，但是那也意味着你的风险是极大的，你有可能在今年是赚个2倍3倍，你也有可能明年是彻底的把净值归到0.1，这个是你的特点这2种特点我要抓住，做一个搭配。美国证券市场上其实一样，拿着长期价值部分的 ETF， 其实我就要获得这根黄线的投资回报。那然后呢，我左手会把持着这个2个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估值风险的时候，我会用其他衍生产品去害止我这部分投资，我并不需要平掉它。这就是你的这个交易的一个，也不是交易吧，其实原则上来讲，到这个维度上已经跳开交易了，应该更多的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思考。那么关于这个债务和杠杆的理解呢，我这里边就不去细讲了，因为基本上达里奥先生在他的那个框架中间把这所有内容都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我在这里边就不去陈述，只是说呢做一点点补充，就是关于这个债务的问题，不是我们传统中的那个解释，就是说债务和收入达到一定的这个比值以后一定要出问题。还有的就是出了问题以后一定要是去出清，因为你如果这样子去思考了，似乎你放在中国你好像是看不懂的。不同的政府、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金融框架、不同的居民部分的属性还有不同的制度，都将决定我们的债务在处理的时候将延展出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的债务问题、日本的债务问题、美国的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问题都是各自不同的而且在处理方法上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里边比较差的应该是日本和欧洲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还有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基本上都受限，行政政策也受限。但在中国和美国来讲，我们这个 G2 整体来讲要优于其他国家，所以说我们说当时我说欧洲可能会日本化但是中国和美国目前来讲空间我们说3大政策，基本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你的行政政策，这3大政策空间上，原则上来呢都比这2个国家多。那么世界观的这个陈述很关键，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我们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考量所以换句话说，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参与和交易，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分工和分配的这个结构。下面我放了一些关于这些科技革命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工业革命等等，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斜率就是我们的长期增长的这个斜率部分。但是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2个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共进。所以基本上过去的30年，我们主线的全球投资路径就是全球经济化的正反馈和负向正反馈，还有基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长期斜率的增长。简单讲，在全球投资路径中间，你遵循的核心框架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是这个。第一，你长期的投资美国证券市场的比如说科技类板块，实际上你是在获得的就是这个信息技术的时代的红利。
啊，因为它是个成熟市场，所以说它是个增量啊，你在获得它的一个收益。第二，你去享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投资红利，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啊，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包括全球资本的流动啊，各个国家在这个框架中完成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分配关系。现在的问题，当然了，有人说会说是一个悲观者，我觉得不是，我们是个思考者。思考什么呢？思考这两个变量是否都出现问题了。如果是，其实啊，也有可能我们这一代的投资的最好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第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是否已经完全释放出来？我们现在是否很难找到下一个技术革命是什么？这是个问题。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红利和弊端中间，那个弊端是否在08年金融危机后再凸显？2002年，索罗斯先生写过一本书叫《论全球化》，那个中间把未来的10年的利讲得非常清楚，中国是得利者。但是同样在那本书里，他点到了全球经济化的弊，这个弊的理解就是分工和分配的那个弊端，分工分配、债务杠杆到产生的利弊贫富。当总的蛋糕不能增长的时候，各国的分配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索罗斯先生讲得非常清晰，民粹主义会滋生啊。如果用克鲁格曼的话讲，就是国家主义才是真正的这个核心概念，就是每个国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啊，民粹对峙就会产生，也就是我们说的，当你的分配失衡以后，你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啊，那道理是一样，放到国家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最好的，如果你真的进行全球投资的话，我认为啊，大家其实尽量的避免索罗斯先生讲的那个叫民粹化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思考各大问题的时候，不要带有太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否则的话，很多问题会有偏差。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然后去找到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就好了。这是基于这个我们要讨论、要关注的2个巨大的这个问题。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么它生成的模型，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很多的，就是这个全球3极化分工的框架。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投资的宏观模型啊，不是讨论宏观经济了，是大的宏观全球经济化的宏观模型，就是基于这个架构去看。所以当你把所有资产嵌套进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哦，每一波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就是全球分工，消费者、生产者、原材料输出国啊，这个在之前的见面中间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啊，这个东西。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是来自于国际化分工，但是就跟商品一样，你的商品价格想持续上涨，靠的不是供给，靠的一定是需求曲线。我们的经济的增长一定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有人用，要有人消费。这你就明白我们前面那张图为什么说技术的提升会缓慢的提升我们的经济效率。如果没有债务和杠杆的话，因为很简单啊，效率的提升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债务杠杆，我们的总需求曲线的扩张也是呈现这种线性化。但是当金融借进去的时候，我们的需求可以一次性释放出来。你问问现在的年轻人你就知道了，赚2000块钱没关系，该买什么买什么啊。那为他的钱从哪儿来呢？啊，这种借条、那种借条、这种信用卡、那种民间借贷，金融本质上来讲，存贷、投、汇、融，你提供这5大金融服务，原则上来讲就是提供了整个债务杠杆的扩张行为。如果你是个生产者，你的负债将大量的集中在生产部门，也就是企业部门。如果你是个消费者，那么你大量的负债将集中在消费部门，也就是换句话说，你的债务关系就变成你是生产者、生产部门和
和这个收入之间的关系，它是这个居民部门和这个收入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它是这个居民部门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啊，金融机构相当于加了杠杆，它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你会发现，研究这个债务完全不一样。那么你再发现原材料输出国很有意思，原材料输出国，比如说像研究澳大利亚，你会发现它的债务集中在哪儿？它的债务集中在这两个部门都有。生产部门和居民部门都有，并且生产部门和居民之间是相互的牵连的。它更多的既像是具有美国的属性，又像是具有中国部门的属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澳大利亚是个三段式，它一定是生产部门出了问题以后，马上就要牵连到它的居民部门房地产，因为它没有储蓄去垫底。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三级架构中间的分工。所以说正反馈、负反馈，其实那个所有的变量是来自于外边，外边的债务扩张、杠杆扩张的过程中，生成我们的生产加工制造，生成我们的对内投资，生成我们的储蓄，生成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的增长，生成我们的货币的投放，然后生成我们的利润啊，然后我们带动着原材料的需求，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的整个正反馈路径。但是这些问题就会出来。第一，它的债务扩张存在着周期性啊，它加杠杆，它收杠杆，对于我们全球影响非常大。所以说，为什么我说08年到现在，原则上来讲问题没结束呢？因为08年之后它在调结构，所以我们马上面临的就是产能过剩、利润不足、总需求不足。那个时候我们率先想的办法是逆周期调控下，我们就是拖总需求，我们搞4万亿，拉动这个对内投资啊，就政府部门来扩杠杆，拉动对内投资来顶住，用内部的需求来抵住外部需求的下滑，所以说诞生了我们的逆周期调整，才有了那几年我们的中国这边赚钱的效应会非常的高。当然了，澳大利亚那种国家或者新西兰那种国家或者原材料输出的那种国家，它是被动的随着我们走啊。其实呢，包括这几年你们都会发现，中国的逆周期政策调整对于澳洲或新西兰这种处于我们产业链上游的这些国家，中国政策对于它的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弱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不难去理解，就是说很多人说，哎，你看我们供给侧改革了，钢铁行业利润恢复了，铁矿石价格也上涨了，为什么澳洲的经济还在变差？因为很简单，您进行的调整不是总需求的调整。你如果是类似于09年、10年，你可以看看09年、10年，澳洲是跟着你一起嗨到天上去了。但是你并不是了，因为你并不再采用总需求的手段，你开始采用供给的手段，你开始采用结构性的手段。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注重结构性的比重的时候，外面这些国家它就没法得到你的红利了。这就是这几年你们看到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现象啊，这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全球经济化中衍生出来。中国不是第一个得利者，这中间这个生产部门，二战之后最早期的时候，德国、日本，然后到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有小部分拆分的。我举个例子，把这个中间换掉，我们现在把它换成越南。那我就请问你啊，当然越南还有自己的特点，那你就应该知道，现在比如说过去的5、6年，你应该到越南干嘛？实体啊，当然是了，不是炒房子。对吧？对方的收入还没增长上来，储蓄没有增长上来，您跑去炒房子，拉高房价，负债你转给谁呀？负债的转移一定是基于收入的增长的。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国家总收入还没有增长起来，总储蓄没有增长起来的情况下炒房的呀？对吧？我记得之前见过一个温州的老板跑到这个非洲去搞房地产开发，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兄弟，你怎么想的那么不明白呢？你打算卖给谁呀？对吧？你这个资产价格，这个资产建起来以后，当地的收入没有增长上来，储蓄没有增长上来，您的东西卖谁呀？所以第一步一定是让它收入增长出来以后再掠夺嘛，对吧？再拿走它的未来时间价值嘛。所以说第一步一定是生产加工制造嘛。就是把它换成任何一个国家，你就会发现那很简单，先做生产加工制造，再做产业链投资啊，然后储蓄增厚了以后再做房地产，然后再干金融，然后再从它撤出去就 OK 了。
当年的亚洲四小龙的路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过来的。那这个框架下就形成了我们的反馈机制，一个中长期的资产配置和投资路径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产生了。所以你们会发现，比如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我写大中10年的时候，我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讲这个关于欧美的金融监管的放松包括英国在内是一样的，我都会给你们讲到关于它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因为没有这个口子，不存在着上面的债务扩张的基础。所以说你就知道，全世界说到底还是一小部分制定政策的人来决定我们整个这个机器的引擎能否旋转起来旋转起来的框架。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国内的学者，包括当时这个社科院的这个于永定于老都研究过这个问题。这两个国家呢，彼此间都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呢，在初期的时候，上面的这个国家是依赖于过度的消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也就是简单讲，我们的经济增长越高，它的内部的消费就会越过度，而且还会造成一个现象，是内部的收入贫富差距会拉大。全球经济化的弊端就在这儿，非常有意思，就是产业迁移。一个社会的阶层它是分层的，所以你们会发现一点，它并不像我们去教科书上讲的说，没关系，全球化分工分配嘛，你这个干高端的，把低端的扔给人家干就行了。不，这个话仅停留在理论上，现实世界中间，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中高低的分工。所以当你把所有的低端全部迁移给中国的时候，你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你原来承担低端生产加工制造的这部分怎么办？那有人说的很简单，说让他们升级去。请问如果您是干了一辈子，比如说汽修，干到30-40岁了，现在突然间告诉你说越南的工人比你便宜，然后说让你去升级换代，说你干嘛呢？你去写代码吧。你们觉得可能吗？所以你们会发现，大国它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会在全球经济化中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显得越来越矛盾。那么你可以想想美国的这个铁锈区，你可以想想英国当时的这个包括纽卡斯尔Sheffield 呀，然后这个长桥工厂这些传统生产加工制造，当都大量的迁移到中国以后，那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在过去10几年是没有增加的。但是呢，随着你的债务、杠杆、金融服务性行业开始扩张的时候，华尔街开始赚得盆满钵满，金融城赚得盆满钵满，伦敦的这个大伦敦地区的这些富人们赚得盆满钵满，贫富矛盾拉得越来越大，而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资产价格会被托高，就是土地和房子的价格。西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还有个最基本的分配机制，但是房地产并不处在这个分配机制内。当这个矛盾出现了以后，西方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民选制度，民选制度下是选票来决定的。虽然说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政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制度开始了。只要他喊民粹，只要喊让就业回来，让工资回来，让你们生活好起来，放心，选票就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特朗普的上台英国的退欧，包括将来欧洲内部的分崩，一切都是在意料之内的事情。它这种组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真正的完美的分工是什么？完美的分工是没有过度的消费，也没有过度的储蓄，我们没有彼此之间的竞争。我开一餐厅，你开一，举个例子，洗脚房，你晚上到我这儿来吃完饭，我拿着钱又去你那儿洗了脚，财富在流转。本身财富只是我们的中间的一个媒介，但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体被破坏掉，过度储蓄也是个问题，过度消费也是个问题。我花了很多钱，
啊，我把父母留给我钱都花掉了，都去你那儿按脚了，你自己在家做饭，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啊？也就是你开始储蓄了，我过度的消费了，这个财富分配就失衡了。全球化的分工并没有实现这种理想状态，所以中国的过去的10几年、20年，我们是好日子越来越好，但是呢，欧美的问题是过度的负债，压力越来越大，而底层人民的负债随着自然价格的传导以后，他的收入无法去填充，这个时候你发现民怨就开始增加了，那就要靠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全球再平衡了。所以说，全球经济化的弊端在这个维度上就开始失去。第二，中国的成长，我们这种模式在高速增长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高速增长的结果就是所有赚钱的我们都想拿过来，那一个大问题就出来了，别人怎么办？两个国家都存在着阶层的分配，都存在债务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两个国家放在一起的话，你这个总收入不增长的话，你的收入增长将必然面临着别人的收入的减少，那对方收入的减少和他居高临下的债务就一定会生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会推着民选政府，民选政府会推着他的政治和政策的变动。比如说举个例子，芯片，从爱国主义角度来讲，我特别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强大，但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讲，如果整个芯片技术瓶颈开始达到的时候，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什么都能够干的时候，那我的交易策略非常简单，做空这个韩国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好必然是他的差。你假设的条件是你拿走的只是他不要的，但如果你拿走的也是他的总收入的那个核心部分的话，他的负债就会成为巨大的累。这就是我们的关系。也就换句话说，只有总蛋糕不停的增长，我们才具备着分配的基础，否则我们不是那个合理的和平的分配，我们将会处在一个对峙的分配下，你多就必然是我少，你赢必然是我输，零和博弈这其实是现在全球化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它在阻断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两个国家我们把它的债务收入之间放在一起，其实你就不难够看得出来，这里边涉及到一些比较微的一个状态，就是分配。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里边的分配的方式机制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你通过国际分工下来是经常项目顺差，也就是通过生产加工制造出口的话，你的对内分配机制是由下往上的。所以说对于你这样的国家来讲，你是好的。为什么呢？老百姓获得了100块钱，你通过税收收他20，你通过这个卖地盖房子再收他20，你再通过其他的灰色再收他个20，没关系，他仍然高兴因为总收入在增长，它的分配机制是自下而上的税负式分配。但是对于靠资本和债务扩张的这些经济体，它的问题就大了。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美国你在这个全球经济化中间，你的这些华尔街也好，你的这些大公司也好，全球化分工了以后，你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没错，它是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分配就有问题了。我举个例子，美国的大公司几千亿，真正拿走的是谁？大股东、二股东、三股东、投资人，你的员工，这个中高层员工那一少部分人才能成为中高层的这个管理者，你们拿走了大部分的奖金工资，跟华尔街一样。但是底层呢？举个例子，美国的麦当劳的工资增长速度有多少？麦当劳赚那么多钱，股价涨那么多，跟这些我们说店里的员工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他们居住的地区房价从15万美金涨到了30万美金的时候，他的工资并没有增长1倍的时候，你们发现他的生活压力就加大了。他的这种分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小部分拿走大部分人钱了以后，通过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去支撑底层。但是这种分配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底层的收入完全被拿走以后，这个矛盾就会直接的针对谁拿走了。这就是全球分工在分配上面造成的问题。这个一讲完啊，其实你们去网上翻很多内容的时候就很好理解了，你就马上知道他讲的那个点上为什么不对，他忽略了一些什么东西，你马上也就清晰了啊。这个并不复杂，但是这确实是影响我们现在的很大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的初步的整体判断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结束了。这个逆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准确说叫区域经济一体化，各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加剧，这也是应该是我们的主导的一个全球框架的一个路径。而且各个国家的手段啊，就它处在的分工不同，它的影响要素就完全不同。然后它如果对内的手段还越薄，这些国家其实后边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日本化将蔓延到大部分的国家去。说像欧洲呀、澳洲也好、新西兰也好、加拿大也好，很有可能这些谁的要素越缺失，结构矛盾就会越突出。完全依赖于外部，外部环境既然是刚才我定性的这样子，那将是一个较长周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还是在我们刚才那个基础上稍微的完善了一下啊，把债务杠杆啊、你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顺差、资本流动、盈利啊，我们的这个简单讲大概的添上去了。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大类资产之间的关系其实就生成了。比如说你的汇率关系、利率关系、通胀关系，其实它都是经济一体化的结果。生产者是处在剥削阶层的，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美国以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就很便宜。也就换句话说，你的经济是过热的。生产环节中间，你的经济是过热的，你的内生性循环从外部的这个经常项目顺差到资本项目顺差进入到你国内加杠杆的行为，到你国内的投资带动资产价格，带动储蓄增长，所以你的利率、你的通胀都是高的。所以说叫货币政策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句话我认为是伪命题，准确说是结构、分工、分配决定了你的经济增长。对吧？那个时候中国的利率水平很高，经济该增长的增长。像现在越南，你们会发现越南简单的民间借贷的成本17%、18%很正常，对吧？银行的储蓄成本多少？你们去看看，放贷成本多少？经济该增长的照样增长。谁告诉你高息一定会抑制经济增长？不，你的需求不来自于你自己内生，你的结构分工不来自于内生，外部力量给予你的。那很简单，你一定是过热的。这个过程中，你们会发现利差会推着资本项目的流动，资金会涌向你，你的投资回报率又很高，实体部分投资回报率很高，所谓的双顺差就出现了，或者单顺差出现。利率高，本币升值啊，相对来讲美元是贬值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分配下，美元相对来讲在好的时候一定是贬值状态，并不是说美国因为要贬值。是因为你的利差高啊，分工决定了我们的利率、通胀啊，我们的收入决定了我们的投资和杠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状态的路径，正反馈路径。我呢，靠着资本项目来维持我的债务和杠杆的债务杠杆收入和分配，你靠着双顺差的方式来维持。那么你要牺牲的是你的劳动价值，所以说你的产品输出的价格是比较偏低的。我呢是大量的是采用你的商品价格，那我的通胀是比较偏低的，我的货币政策就会压在低端，越低的利率会越刺激我的总需求的扩张，我的总需求扩张又会转化成你的对外总需求，然后转化成你的生产加工制造投资，然后你的经济会过热，你的利率水平会更高，这个时候资本会继续的套利涌进去，但是会从简单的实体投资转化成资产的投资。这个时候你对内就开始失衡，资产价格越高，你的实体投资回报率就会越低，实体投资回报率越低，本国的投资就会越倾向于
虚拟性的资产，就是包括房产在内的这些金融性资产。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金融性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你本国就会跨过实体部分进入债务部分，进入杠杆部分。大家明白吧？这张图跟前面那张图你们完整的对在一起，如果能做动画片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这个路径的传导。那么你的债务增加，贫富拉大，资产价格的抬升，最后促使是你的底层人民要对总需求，就对总收入的要求增加。也就简单讲，我要加薪，我要更好的劳动待遇。这个时候，你的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会使得你的原来传统生产加工制造的实体部分外迁，全球这个叫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转移分工再出现。你看看前面所有的各个国家全部是小国，全部是小国，比如韩国、日本，好，我外迁，我一外迁，我日本你会发现自然价格是肯定跟不上了，对吧？没关系，技术储备、人才，然后对外投资，它马上转化成了一个这样的角色。但中国的问题是，也就是全球经济化其实面临的现在的就是第三轮的时候，就中国建进去以后，我们是一个超级生产国，我们的人口基数、对内贫富分配这个周期会非常长。你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外迁，你不能够外迁的。当中国大家想想说，哎，我们所有人都去干高精端，那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底层人民就会出现我们说的那个美国的状态，债务和收入之间的不匹配关系，而还很难获得收入，因为你没法去跟像这个东南亚、欧洲去竞争了。你需要一代或者两代人才能够完成这些人转化成中产、中高产，转化成白领。你们想想，10几亿人口都转化成白领是个什么状态？你有多少的研发工作？服务性的工作能够去吸纳10几亿人口，没有制造业，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大。好，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低端被拿走，我升级高端。高端制造业将直接面临的是，如果你这10几亿人口做了，德国人怎么办？英国人怎么办？欧洲人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框架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啊。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的看到所有大类资产，就是这个路径，你只要看清楚了，大类资产路径也就看清楚了哈。首先第一点呢，中观上面这个大类资产的框架中间，我更倾向的是倾注于管理者。无论是货币政策管理者、财政政策管理者，还是行政政策管理者，也就其实这个标注其实不准确，准确说不应该是核心央行，准确说应该是管理层。无论是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政策上的，还是货币政策上的管理层，他们叠加一个特殊的政治标的缘由，就生成了我们所有大类资产的内核变量。也就我真正是在刚才我跟大家阐述的这个世界观基础上，关注着这些变量。由它派生到我们各个资产中间去的，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你的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策略的这个派生路径。那由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派生到汇率市场上、债券市场上、股票市场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商品市场上去，然后再跟它的中微观再结合慢慢的就展开，就生成我们这样的一个体系，就 OK 了。那我这张图呢，我之前跟大家放过，就是波动率的图。为什么会用波动率？这个我跟大家之前解释过。第一呢，刚才我们在解释这个案例，就用证券市场解释那个案例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一点，其实市场自身的结构带来的是那个斜率的不同。30年前，台湾有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联动市场分析。那本书是应该说是最早的大类资产的鼻祖，就可以说是最早关注到全球各类资产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这个书这中文版的是台湾这个翻译的，但是实际上是个英文版。
但是这本书现在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这个糙的，原因就是它只是说哦，我在几十年前、30年前、40年前，我开始关注到，哎，债券跟股票之间的关系，债券和商品之间的关系，股票和这个汇率之间的关系，资本流动啊，汇率和这个利率之间的关系。好，那本书只是简单的陈述了这个路径，它的问题很简单，它没有考虑各类资产自身的结构特点，它只是做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大家明白吧？其实包括到现在为止，你们去看很多报告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的还是简单的线性相关性分析。举个例子，放个美元，放个什么东西，然后意思告诉你，哎，美元跌了，那边涨了；美元涨了，那边跌了。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可以说入门了，但是远远不够。比如说美股，你单看美国的 K 线，你们会发现那东西你咋解释？单看 K 线，就刚才我说的，你从80年代开始到93年启动，你会发现那美股永远涨。所以刚才有人问了，说这个美股您是看这个是不是到头了？我说这个咋回答你呢？我说这个怎么回答呢？你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那个长期斜率部分，并不是你要去做空的东西，你真正在这里边要防御的是那个系统性波动的部分。那你单放一个这样的 K 线，没有任何对比性，没有任何意义。那怎么办呢？换一下不就完了？把它换成一个观察的标的。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告诉大家用波动率啊，因为波动率很简单，它非常能够清晰的看到周期性。你用那一根这个指数 K 线说啊，这个玩意儿永远涨，这个你根本看不出来中间有任何的这个周期和波动。那用波动率就可以转化成很简单，低波动率、高波动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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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波动率、高波动率。它因为很简单，它的组合就有点像这个密码一样，01010101，它只有低或高，只有低或高。那低波动率很简单，对标到权益市场上美股的低波动率就是保持着斜率的上涨，高波动率就开始产生系统性风险回归，就这么简单。那这个东西你去跟资产相对比的时候，哎，那个相关关系你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那换句话说，对于权益来讲，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说牛和熊啊。你如果是说那个长期增长的牛和熊，那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前面那个问题，你的第3次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否已经完成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你的投机性波动带来的牛和熊的话，那我们讨论的是估值的问题，还是说你的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否则的话，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对标。那这样的话，你把各类资产的这个对标出来，到利率到政策啊，基本上你在这张图上就可以反映的很清楚正反馈和负向正反馈的关系啊。全球经济异化下，你的正反馈的路径中间，资产的表现一定是美元是贬值的啊，美元是贬值的，美债收益率的长短段利差是收缩的啊，就良性的正反馈。就是说生产国的利率是高于这个消费国的，你的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速都是高于对方的，资本是双顺差流入的，你会经历从实体的部分到虚拟的部分，到债务的问题，到房地产，到金融部分啊的加杠杆的过程啊，这个过程中你的本币对美元都是升值的。美股的这些上市公司享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红利，长期斜率持续的增长，然后全球的 carry trading 资本套完新兴市场，开始追求更高的收益，就类似于97年一样。这个时候，美国证券市场的 bubble 部分开始从97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开始偏离它的价值部分，然后出现回归，要么就是它的负债部分激增。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带来流动性的危机，那是08年。其实08年跟科技股没任何关系，08年的任何时间点，哪怕08年的最高点，你买科技股，原则上来讲，相对于后边的利率变动，你都是对的。
可不是说08年跌下来了你买科技股是对的，不对的。相对于08年的任何时间点你去买都是对的，因为利率下降速度更快，你的负债成本降低更快，所以你的资产哪怕是跌的你都划算因为负债成本降得更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正负反馈和波动率。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多，我们大概经历的就是97年到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那个阶段，我们经历了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经历了欧债危机。原则上来讲，低高波动率的交错就是这样过来的。事实上来讲，过去的20年，我们真正要防范的就这几个风险，没有了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很多人错误的理解看空这个词你从胜的概率上都会告诉你看多是这个胜的概率是对的，但是对风险感知上面还是需要这个把握住这个度的当然了，我们说大部分时间你的波动率跟什么有关系？其实肯定是跟利率变动有关系，因为放到中观微观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宏观变动落到中观，就是对于资产投资回报处在哪个资产投资回报是值得我们追逐的，第二哪个负债是我们值得追逐的。当然全球最主要的负债当然是美元负债，所以说你会发现美债在所有大类资产中框架中间它处在内核非常关键的位置，因为它是决定我们全球就是最主要资金的这个成本，负债端成本，然后搭配上资产端即可。所以全球真正的大的这个交易的中段这段应该是关注你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我调配这个资产关系的时候，我应该注意的是这个资产负债表然后由它派生出来这个相关的资产关系。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这张图呢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一个是在路透 icon 上做的，一张是在彭博上做的，97年以后的这个情况基本大的路径是一样的。我就这里边简单的陈述一下方法论，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分享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大家但凡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就已经有数了。比如我们经常会写这样的关系，说因为美元涨了，所以我们其他资产怎么样。这个放在大类资产框架中间，刚才已经陈述的清楚的是不对的，它都是结果。你的汇率、你的大类的商品的变动、你的资产价格的变动，原则上来讲都是来自于利率变动的结果如果说放到中观上去看的话，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本质上来讲，你拿两个结果之间去形成因果关系，其实你当然会看到是相关的，但是它并不是因果关系。所以这很多这个入行的这个研究员们写报告，我有时候跟他们纠正，我说你不要这么写，并不是，它俩都是结果，这些都是利率作用出来的一部分结果。那我这里边呢，把更细的放进去，就我的观察列表，欧洲的标普、道指、美国金融条件指数，其实就是你的杠杆松紧、流动性松紧，纳斯达克、美元指数、日元的波动率、新兴市场汇率波动率、G7波动率，然后债券的波动、原油的波动、长短的利差。当然了，下面这格是最关键的，就是债券的波动率和原油还有长短的利率变动。它并不是完美的相同的，但一旦出现偏差的时候，你一定切记一点，一旦出现偏差的时候，不是说哪个绝对对，哪个绝对错，它俩之间应该是发生了错配，就是什么呢？影响关系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要马上思考的是，在大框架上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它并不影响你对小框架的判断。比如说今年的一季度很典型，我们全球就出现了很多错配，这些错配似乎在暗示着你是经济在下行，资产价格在上行，然后利率的指向也在告诉你同样的结果这个时候很简单，谁对谁错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既然都发生了，它两个都是对的，应该说两个在反映完全不同的这个变量。你可以简单像商品一样，
可以理解成一个在反映供给关系，一个在反映需求关系，一个在告诉你供给可能是收缩的，另外一个反映的是需求在趋紧的。那无非的就是那个边际值在哪儿了，这个东西早晚要回归的一个边际值所以说这个过程中，作为大类资产来讲，跨资产思考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它还可以帮你去看清楚你的资产当下处在一个什么环境下。你像14年、15年中国的那波牛市是没错，是大幅度的在上涨，大幅度的牛市。但是如果你跨资产去看完的话，它会告诉你，你就是个水牛，杠杆 margin 决定的。所以说呢，你就很清晰我参与，我应该怎么样关注就可以了。它是帮助你去有个很好的辅助现象，就是我们对于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用跨资产去表达，因为这种全球我们说这种经济一体化下的这种关系，大类资产之间有这种逻辑和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事情去干。那这张图中间呢，实际上之前也跟大家解释过，它是一个汇率，澳元对日元，但是下边是一个波动率。那你简单的理解上，一个是权益的波动，一个是汇率之间的交叉汇率，但是它这两类资产之间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简单讲，澳洲的国际分工，它的汇率形成机制，日元的汇率形成机制，你把它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经济反馈标。也就简单讲，澳元和日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就在告诉你全球的第一总需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风险是个什么情况。那自然而然，如果风险加大，总需求的放缓是必然的话，那它就会向极端值偏离。一向极端值偏离，对应的也就是你的波动率的高起。所以你们可以观察的就是这个数字大概处在什么阶段。现在很奇怪，波动率现在非常低去年抬高，今年又降下来 ，OK 没问题，波动率非常低。这个汇率大概在70、75这个水平。处在中间这个边际值的下缘。好了，你看波动率是在告诉你天下一片祥和，你看交叉汇率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跨这个资产的这个标的，在告诉你现在处在一个风险的边际值上。你去看其他的，比如说你去看，我还给他们用过韩元，你会发现韩元最近开始大幅度贬值，也就是对应了大家看到，美元开始走强了。这个时候你们发现的就是我们说的跨资产之间的不同步，那你应该怎么干？有人说，这个不同步之后应该怎么办？我跟他说很简单，小心点就好了。同步的时候大胆点，不同步的时候小心点。所以跨资产观察，我认为我一直在用的就是它是个很好的防风险的手段其他资产会率先的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不一定确定在你的单一资产上看到的事情。那这个历史中间的过程我都跟大家标注过，所以说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得到，从这个跨越中间值基本上都是带来系统性风险，风险回归低波动率的时候它也会上去，风险回归风险基本上我们这个状态。所以说很简单，你比如说你买股票，就是相当于低波动率下良性循环，02年到08年买股票也好，08年到这个准确说一直到14年、16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买股票，可以买股票跟做多澳元对日元，其实如果把杠杆匹配上，其实你们得到的回报率是一样的，这就是跨资产之间的关系。所以不等于说，举个例子，我看好这个正反馈，我就一定得去买股票，不一定，我可以通过其他资产去实现它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么大头呢就是债券其实也就是货币政策，这个我就不去多讲了。其实大家去研究债券的，包括前面其实这个庆叔叔也都跟大家讲过债券的很细的细节这部分我们就基本上这个可以很快的带过。但是对于目前来讲，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大幅度减弱。
这个实际上是需要很多人注意的。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突出和越来越严重。第二呢，是对于全球的结构性问题拖累了债券市场，就拖累我们的全球债券已经是都接近于了那个边界值。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各国的债券收益率都在往1%、0在往这个方向走。这其实我们透开那个中观和微观去讲的话，目前债券市场给我们渗透出来一个非常不好的信息，就是从1980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债务周期的末端，我们货币政策的末端，在当下这个债券结构上都在告诉你是临近那个边际值了。这轮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的一路的下行中间的结构扩开经历了几次，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这一轮全球经济异化和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就是美国从这个里根政府改革以后带来的这一轮长周期的结果。但是现在已经走向了货币政策的极致了，结构性问题突出才导致的。所以说没有特别好的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出来的话，我们必然会面临着前面我会给大家问的那个问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那这些呢，在日记中间我都跟大家解释过。当然了，关于全球化下债券市场就是一个 carry trading 套息的问题就是一个套息的问题那这个呢，其实你从最早研究第一个 carry trading 套息日元开始，这个计算公式什么的，这个日记里都写有，我在这里就不去多聊了大家可以关注。那这张图呢，当然这是15年、16年的问题15年、16年当时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供给侧改革到了17年的时候，大家开始全球其实都在又一次思考说，哎呀，是不是我们走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走出来了？如果走出来的话，当时的交易逻辑就非常的简单了。美债的上行，收益率的上行将带来这个全世界的收益率上行，所以说下一个就是应该亚洲、欧洲、亚洲、日本都应该逐步的退出。但事实上来讲，你到了17年的4季度，你们就会发现欧洲结构性的问题拖累着它。当时我就说欧洲日本化永远无法退出这个结论就是来自于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结构问题深化，最终你不解决它，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那把它延伸到我们现在的全球，我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下一个会是谁？澳洲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澳大利亚有可能也把利率拖到1以下以后，发现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这类似于这种小的国家，它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它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泥潭。如果我们全部都陷入进去，这二之间的冲突，这个结构性问题无法合理的解决，大家都随着时间，无非就是谁早谁晚的问题都拖进去，会是个什么结果那个时候就不是经济问题了，结构性问题就会翻出全球的这个冲突了实际上这个末端现在已经是到了，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对于很多的问题考虑的时候，仍然是不行的时候放水呗，不行的时候这个货币政策搞呗。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货币政策的空间都会受限，只能是用行政性手段拖或者改革你的结构所有的国家最后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实际上是从债券引申出来给我们的一个含义宏观含义。这是原来货币政策的有效的路径，但是很可惜，当结构性矛盾，也就刚才我讲的债务和收入之间的这种牵制关系，大家分配关系大家不愿意去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你的货币无法造成进一步的债务和信用的扩张，因为债务不解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这儿就被阻断了。所以昨天我跟好朋友我们在聊的货币政策的放水，很想推动信用的扩张，但是你们会发现，如果你的债务不选择出清的话，信用是扩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您刚放水，信用就是不扩。那你信用不扩张，你往下的传递就都无效，其实都是卡在这个债务上了。所以单一的货币政策一定是非常非常局限的
那也就可以跟大家讲，我从来都不认为大放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可能啊。那么这其他的我就这个就应该是正常的，我不解释。那这是中观上的啊，比较偏微观了，美债的长短端结构啊，其实研究市场结构很关键，无论债券市场、商品市场，其实不光是一个看涨看跌的问题，结构会带来很多的这个挑战。当然了，这里边就生成了一个hedge的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刚才我们讲了美股，其实大家很想分拆一下，长期斜率波动，我们其实是想hedge那个波动的风险，对吧？我左手拿着一堆 ETF， 拿着一堆这种股票，只要它的这个周期不结束，我其实原则上不需要变，但我很想hedge这个周期风险，用什么东西呢？我用的最好的东西其实是日本的东证和日经。其实你们看看整个一季度，你们会发现美股快回去了，日经还没回去，东证回不去。很简单，这么多的这个指数，它就是代表了那个每一个的比重，一个斜率比重很高，到最后是完全没有斜率比重，它就是投机资本波动。这个东西用的东西是日本。1990年把日本人干死以后，日元和日本的股市就沦为了全球资本流动的对标物。所以你们会发现，既然我们说是投机部分的波动，那就是资本流动的波动，对不对？那么资本流动的对标物呢，你们就会发现这张图这几年我一直是跟大家陈述的，就是当年干死日本以后的日本股市和美债长短端的利差。所以你知道，这个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说，哎，副总是不是就像网上大家写的一样，美债长短端倒挂了，所以说美股就有风险了？我说他写的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你说成美债长短端倒挂了，是不是美股就要跌了？好，这个就有理解偏差了。最佳的标的物就是这张图中的红线，也就是日本东证，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30年吧，就从90年、92年干死日本以后，这个东证啊，永远是一个没有斜率的波动，就是它的高点永远1800，然后你们发现它的波动完全随着美债长短端利率就是扁平，曲线 curve 扁平，好了。这个过程中，扁平的过程中，日本股市上涨，而东证指数啊，就是日本的这个东证的样本参数，然后倒挂、滞涨、扩开或者临近扩开下跌，完全随着我们的长短端利差在走，跟美股实际上很简单，把它加上美国股市的股息长期投资回报率，得出的答案就是美股。它俩的差就是那个长期增长，那你的策略不就出来了吗？当你发现长短端利率倒挂的时候，你真正hedge的是什么？所以那不是一句话说真正长短端利率倒挂，我hedge的就是美股风险。这话对的，美股什么风险？投机性波动的风险。你的长期斜率改变是我看到你的财务报表出来，你的盈利到头了，利润开始增速下降了，好，那是长期增长的风险就出来了。否则的话，原则上来讲，我可能hedge的更多是利率对你的投机性波动的传导。那我的最佳的策略是不是就应该出来了？左手你该拿 ETF 的拿 ETF， 右手该加上东证的空单的就加上东证的空单，这组合不就出来了吗？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看多美股呢，还是看空美股呢？这个答案就是我仍然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仍然看好你的长期回报啊，长期斜率的这个分红啊、股息啊这些东西，但我要防范的是利率带来对你的投机性波动的冲击啊，这就是这个组合啊，这个组合的意义啊。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你永远存在着一个交易，你如果永远多着标普，空着日本东证，其实是永远涨的，你们明白吧？那个投资回报永远涨，比标普慢，肯定比东证高，但是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黄色线，就是你的长期投资目标，它就是跟着我们的利率。而且为什么利率
临近倒挂，长短端利率临近倒挂，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存在着较大风险的可能性。这个网上有 N 多的文章解释，我就不去在这里边聊了。长期债券隐含的信息比较的多，所以说你的货币政策仔细你看看，所有的货币政策并不作用在长端，都是作用在短端。所以简单讲，你改变了短期融资成本或者短期的负债成本，但是长期可以作为你的收入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如果它不增加，负债和这个回报率趋近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投资行为会停滞。投资行为停滞之后，你们就会发现会传导到经济的状况。这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啊，准确说它在影响着长短端利率的 curve 的这个结构。来影响着我们的所有投资行为啊，这就是我们说从债券到经济的微观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它不能直接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权益直接画一个关系啊，因为长期增长的那一部分，我们说是来自于你的效率部分啊，那是不一样的啊。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其实稍后下午在讲商品的时候，那这部分的内容呢，其实也会用到，就是这个时间价值。其实这个曲线就是一个时间价值，它无非放到债券上代表着债务的时间价值，放到商品上是代表着商品仓储储藏或者提前抛售或者是提前这个储备的一个时间价值。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交易者来讲，习惯了债券交易以后，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会非常的看重那个时间价值。否则的话，单纯的看单一资产的话，你有时候会忽略这个时间价值，但是往往很多金融性资产就是要你的时间价值。所以你看好多像咖啡呀、可可呀，很多商品你看着说，哎呀，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在那横着，你想买，你买吧。买完以后，你发现1年2年它不涨，然后你说，哎，1年2年不涨，我也不赔钱，真的吗？啊，1年2年，你发现时间成本就耗掉以后，你发现如果你加上杠杆，你本金就没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些特殊资产中间，人家就是注定的就是要吃你的时间成本啊。所以说在研究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关键啊，对我们来讲很关键。但是呢，你的股票是不隐含这个远期价格的啊，所以这就是它的区别啊。那么一般的标的里边呢，实际上基本上就我们可以用ETF 去做，也可以用这种标准的期货合约去做啊。那么长短端利差实际上是一个很著名的交易，就是很多人都在做这个货币政策一转向以后，马上做的就是长短端利差。所以这个对于美国国债交易来讲，这个 curve 的扁平和扩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易。但我这里边只点一个非常微观的啊，这个就是很多人去做的，就是关于扁平化交易、陡峭化交易。这个其实要远比的单纯的，比如说做债券的涨和跌要好很多啊，因为实际上它是紧跟着货币政策周期走的。一般来讲，一做2、3年、3、4年，这个生意其实蛮好的。但是后边一些细节，你买一个卖一个啊 ，TOT 交易啊，20利差，这个是大家比较做的多的。这个长短端利差买一个卖一个，它中间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2个合约之间的匹配。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从红中微我们要到非常微啊。虽然说现在其实我已经不用干了，但是原则上来讲，你告诉交易员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啊，其实有一些偷懒的方法去计算，太麻烦啊。作为我们来讲，不要去算它。它中间涉及到一个叫 hedge ratio 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左右两边搭配多少，搭配几张的问题。CME 网站上特别简单，人家都给你算好了。所以说，你要真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就是左边打开 CME 网站，右边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好了，根据它上面给你的这个 hedge ratio， 左边下单就好了。这是个偷懒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实际上你做过这部分交易的人都会去用这个东西。啊，只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实际上你到微观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细化的工作你要去做的。那么这是其他的一些 ETF 的主体，那我就放上去了。基本上你在做海外市场交易的时候，这部分应该说多多少少都会这个参与进去。但是要注意的是，有些 ETF 不是基于现券的啊。如果有些 ETF 不是基于现券，是基于期货合约的 ETF 啊，不论是商品也好，债券也好，你就要注意了，它有一个移仓的收益和损耗，这就是时间价值，它会把时间价值折里头。所以你们看那个 VIX 就非常的有意思，它说到底就是一个不停的损耗时间成本的。所以很多人喜欢的那几年，包括几个印度人就说，哎，拿这东西50万赚了这个300-400万美金的收益。其实它交易很简单，就是不停的卖保险。他那种的就属于一爽3年，啊，一旦出事儿就违约，啊，就一旦出事儿就可以跑了，就交易可以结束了。他就不停的卖保险，然后一旦 VIX 弹起来，他就爆仓，啊，非常简单的交易，啊，所以说当你判断是正反馈的时候，低波动率正反馈的时候，其实你要想获得更超额的收益，就是一小部分资金配他，啊，比如说50万美金配给你，我就是让你天天的在那卖 VIX， 然后每一年都把利润取回来，你明白吗？一定要取。啊，因为这个游戏一定是3年或者4年以后要有一次爆仓的，所以说你就第一年啊，你这个50万帮我赚了这个150万啊，卖 VX 你帮我赚了150万，好取回来。第2年还留50万，第3年还留50万，第4年还留50万，好，第4年被爆了，50万没了。好，然后爆完了以后干嘛呢？高波动率结束了，风险结束，再来，这就是它的策略应用。它源自的就是 VX 的特性属性，深度抗探狗移仓，时间成本在低位耗，所以低波动率不可能低到0啊，负值啊，所以它基本上低到8到9就已经是极值了。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一直卖移仓卖保险收益啊。这个后来还被谁写哪个投行我忘了写成了叫交易秘诀。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呀妈，我说这个也就是很多因为大部分人不知道，所以说他后来。当一些人开始采用这样交易的时候，就成了交易秘诀了啊！其实并不难的啊，你其实你要做这个交易是非常好的，就可以学那印度人一样，50万不停的就是卖，然后低波动率收割，然后一把爆仓，50万梭哈进去不要啊，可以的。那么剩下的包括我们观察这些高收益债，这个实际上是主要是观察信用的啊，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大部分的还没有参与到这么纵深啊，就是纵深，而且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其实流动性很多问题都会受限啊，所以大部分的要么就专注于做债券的基金啊，手上有现券的啊，他会更多的参与，否则的话，单纯从配置角度，你做完利率债，其实往下基本上就很少再参与了啊。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在国内的朋友啊，很多人认识我呢，可能是觉得说，哎，副总最早是做大宗的啊。其实说实话，我在国内的身份比较复杂啊，就是说你会发现我好像给这个金融机构也做这个顾问，我自己呢好像又参与到股权投融资，我又有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这个2股东和3股东的一些情况，我也有很多投资公司的情况啊，我有股权投资公司的情况，我也有2级市场投资的情况。然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复杂，但大部分的人认识我，可能是从这个商品中认识我说，哎，副总以前是做商品的。其实我想说的，大家认知是这个那个时候认知实际上是错的。我在准确说，在2009年以前。大宗商品交易中间，我们只接触过 Cooper 和原油，啊，这2个东西呢是我们大类资产中间商品中间是最重要的，它是放在大类资产框架中的。除此之外，我可以这么说，啊，您说那个铁矿石长什么样啊？没见过。螺纹钢长什么样啊？哦，好像见过，啊，因为本身来讲，其实我们并不是做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的这个起身啊，就跟这个大料还不一样。
我们本身更多的那个时候在海外，我准确说是一是做大类资产，二是大类资产中间我负责更多的实际上是这个利率和汇率这块儿。但是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那个时候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在做大宗那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当时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工具。所以说呢，从那个工具切进来以后呢，我们有自己的深刻的理解就是对商品的一个深刻的理解。那当然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也是来自于上午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中的一部分，就关于这个监管制度对于债务和杠杆的这个内容。它呢放到我们的大宗商品世界中间呢，其实就会是衍生出额外的一部分的这个认知。这部分的认知呢，尤其在09年到2012年、13年的时候，其实它非常的关键。第一呢，帮你可以去赚钱第二呢，实际上是也帮你去全善完善了当时对于商品体系的一个架构。很多我们传统的老牌商品分析，在那几年中间，其实就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这个需求的一个概念。因为当时呢，其实准确说，过去的这一轮商品的大牛市从2002年开始，这中间其实牵杂的这个总需求的这个概念是复杂的是复杂的它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经济正反馈循环中间我们看到的正常的需求以外，其实由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和杠杆的放松，使得从02年开始以后，我们全球各大类资产的幅度都远超于大家的想象像大家想想金融危机前那个时候的原油价格，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们大概在02年的时候油价也就20多块钱到后边的140几，其实很多人是无法去想象的。那个可不是因为说你真的有多少的刚性总需求实际上我们去看后来看能源的总需求结构的话，你们会发现代表着全球对于商品需求的这个能源就原油的需求同比增速，这个数据它不光是用于原油，它其实更多是用于我们对于全球总需求的观察。你会发现到06年就结束了，2006年就已经结束了那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共振的反馈。从06年到08年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金融性的行为导致的自然价格的过度的过热膨胀，所以偏离到08年的一个修正。那个过程中，其实你对华尔街如何渗透到商品的理解就华尔街怎么去在商品领域中间参与到商品领域中间的这个理解，就直接决定了你当时会不会犯当年那个错误就根据历史我们看到，比如说 Cooper 价格到了$3000，哎呀，从来没有创出过$3000以上的价格。基于历史的认知，其实已经随着制度的变化我们说改变了他的行为，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是没有意识到。那么到了11年、12年，中国的4万亿这个状况下去以后，其实一开始的状态是反映中国用内需去拖总需求。但是刚才大家想想，它是个拖是什么概念？外边减2，中国加3，你理论上总数是加1，但是呢，你好像看到有些资产的反应不是加1，看到很多资产反应是加5、加6，但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反映出来都是加5、加6的，有一些小的有一些商品反映出来的就是正常的加1，但为什么有些商品反映出加6就是你看到比如说 Cooper 那个时候你们看到创新高了。很奇怪，你们发现原油也没创新高，然后呢，这个甚至包括铜铝铅锌中间很多商品其实反映的都只是反映正常那有人会解释说每个商品不同供应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还忽略了另一点是它需求的增量，特殊需求的增量，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全球大类资产框架中间利率对于我们商品当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商品在当年离我们最近的这个09年到12年，很多商品承载了一个就是套利的 carry trading 套利的职能，它的重点的方法是用于绕开中国资本项目下的监管。那么由于全世界最基准的利率美元把基准利率水平拉至到官方的0.25以后，你们就会发现借贷美金已经成为了一个赚钱的生意。那中国又在逆周期的管理，又在提总需求，又在加金融杠杆，那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做全球大类 carry trading 的核心，也就是借贷美金转投人民币端资产，这也就是我们回国的根本原因
无非就是我在境外融资也好，借贷也好，无论是什么行为，我搞到的大量的美金或者我原来的美元资产，我把它都融入到中国，转成人民币资产就行了。那个就是最大的交易。先解决负债问题，再寻找资产。那么进入到中国，你的资产可以配置到很多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看到我的身份很复杂。09年的时候，我们投过你上市公司股权；到1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10年、11年，我们大概有4家上市公司陆陆续续上市。换句话说，我又是个股权投资者。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股权交易市场，对吧？很多的这个当时所谓的挂牌，很多的第一张单子都是我敲的。等于说，准确说，我们是更多的是做投行业务，但是做那个投行业务的，并不是奔着那个业务去的，是因为先有了低负债，才有了资产。那么做完它，我需要更多的资金进来当时北京的房价便宜17500上海的房价当时也就2万多一点，3万，对吧？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它都是人民币计价资产。由于中国的逆周期的管理，导致一个结果什么呢？在利率上面，美国一直到2014年都保持着真实的利率是为负，但是中国逆周期管理提总需求的结果就是对方仍然处在一个我们说繁荣衰退萧条，它在康复期恢复期，我们已经率先的走出来，结果我们是资产价格过热，通胀，那么利率肯定是抬升的，两边的利差下，一定是低息的开始流入到高息，推升你的本币和本币资产。人民币又是单边升值，每年3%的升值，你的借贷成本只有2点几，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实际的借贷成本是负的，也就换句话说，你只要借到美金，你就已经赚钱了。今天上午我们讲那个大宏观的时候，我们讲过，资产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当它偏离了你的价值部分的时候，资产价格就是由你的对手盘的负债来决定的。那么1万多块钱的房价，2万多块钱的房价那么便宜的股权无论还甚至包括当时的股票实际上碰股权要收益比股票高比二级市场上要高。那好了，你会发现我这些这么便宜的东西拿过来，只要你对方也就是我的对手盘，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你存在着你能加上杠杆，我就可以完成换手。中国居民端的杠杆率当时又比较低，因为你主要杠杆是加在政府部门，对吧？以基建、政府部门来加杠杆，企业部门来加杠杆的行为来做。那居民部门的杠杆又处在慢慢的抬升的过程中，换句话说，这整个生意架构中间，我可以完美的实现这个所谓的整个carry trading套息，甚至到退出的路径。这中间，你的去实现你的负债的载体，就是当年的商品，铜铝铅锌大豆棕榈油，你们能够想象到的，只要可以快速的变现、易保存的商品，大部分将用于融资。所以那几年，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天津也好，青岛也好，其实大部分人陆陆续续明白过来以后，其实都是在做的所谓的叫大宗商品贸易融资。实际上，它看似是在做商品，它本质上确实在实现的是全球的 carry trading。这就是我们说基于大去做小，用到商品上的一个情况，它改变了商品的供应和需求。所以当时呢，你知道对当年的这个商品的理解，这中间的超额部分的这个需求部分，其实是来自于金融性需求。商品不仅仅是说这个供需大家传统中的理解的供应和需求，当金融资本的力量借进去的时候，它是可以改变供应和需求的。它具有仓储的这个行为，它具有质押融资的行为，它可以逆季节、逆周期。这个实际上一切都是由资本来决定的。所以说那几年回来以后，你会发现国内的商品圈开始慢慢的重视宏观经济的研究了。其实说到底，他们并不是特别清楚宏观到底怎么作用商品，只是简单的说，至少写个报告的时候，前面都得加上一段宏观怎么样，商品怎么样。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实际上本质上来讲，这个渗透的关系到中观和微观中间对商品渗透的关系，
其实看看当年美国的路径啊，就是当年这个美国放开金融监管，允许资本涉足到大宗商品领域之后，其实通过它那个路径，你就可以看到金融的力量啊，也就宏观经济的这个要素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每一环的这个商品中的。这是一张很重要的图，这里边涉及到的就是整个金融杠杆在00年啊，这个应该是上一届的，应该是格林斯潘，就格林斯潘放开金融监管这个政策放松了以后，允许到金融机构涉足到大宗商品以后，华尔街的 FICC 部门对于整个商品产业链的实质性的影响。其实你单看中间的任何一项，都是一个简单的金融业务啊，纯贷投汇融啊，你需要挖矿了，我给你借钱给你；你需要融资了，你需要买卖了，你需要仓储了，我给你提供金融便利。这表面上看只是金融繁荣，但是它改变了我们的供应需求，甚至是价格和季节性结构。所以说，资本对于有些事情来讲是有好处的，但是同样也有坏处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单纯的做很传统基本面研究的人，他不得不去忽略很短期的价格波动，甚至要忽略中期的价格波动。原因就是在于资本的这个行为对它的影响变量很大。比如说简单讲，你现在简单的看供应、看库存，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跟你绝对价格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那比如说那几年的 Cooper， 我跟大家很多人讲，它的库存存在着影子库存的问题，就它不显现在你的交易所库存中间啊，因为它可以大量的这个质押融资，那么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让你看见库存，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腾挪一下；我不想让你看见库存，我拉出来就好了。那个东西又放不坏，银行资金成本、融资成本极其低廉的情况下，对于我来讲，如果你的结构上面提供的收益就时间价值远超于我的资金的成本的话，我完全可以玩仓储的游戏。所以你们会发现利率怎么影响商品？利率影响到了你的仓储啊。当利率咔嚓一抬升的时候，很简单，就没有人玩仓储游戏了，那自然而然货物开始变成显性，这个时候对价格的压力就开始出现了。所以你们发现差不多到2013年、14年，外管局开始查，金融监管开始收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开始打消之后，其实大宗商品的所谓的熊市一路的在往下走。当然了，你可以解释成整个经济在去杠杆，整个各个部门都在去杠杆，导致的总需求在下滑。其实这句话到底怎么解释的很深啊？这张图上面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假说是一个矿产的话，那很简单，从你的勘探、开采、投资、生产、经营、加工、冶炼、销售、仓储、物流、贸易，每个环节中间，资本都可以在这里边发挥较大作用。但是这里边很关键一点，是因为金融监管导致的可以涉足这部分业务。那倒过来一样，如果金融监管收紧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大家会注意到华尔街投行几乎都撤出了大宗商品领域。那么华尔街为什么要撤出？那波动率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金融监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后边的收紧，到2011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开始这个讨论了以后，其实由于这个收缩，那资本开始从这些领域中撤出来。从这些领域中间逐步撤出来，就导致商品的波动率会下降。其实商品的整个大周期也就随即的这个结束了。这张图是14年、15年做，对，当时应该是配合当时写的那边大宗商品的10年的故事。其实我很清晰的跟大家陈述了这个过程中的就是大家看到最 happy 的就是中国商品领域中间最赚钱的10年吧，差不多应该是2002年到2012年。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大宗商品领域中的，无论是行业里的领头羊，还是说我们做交易的很多人，他的人生命运大概在2个环节中间完成。第一波应该是00年到2012年的这一波中间受益的人，但是这波人基本上在08年金融危机这个过程中都转成了实体。也就换句话说，02年到08年你认识的中国做商品的这帮这个朋友，成功者基本上在2008年利用那个价格的突然间流动性的断崖暴跌之后，在那个过程中完成了虚实转换，就是开始涉足到大量的实际的生产、加工、冶炼这个环节。
第二代人差不多是在2009年、10年中间崛起了，受益于中国当时的4万亿。所以说大家认知到的商品中间的现在的这批大佬们，大部分是受益于这第二个阶段。第三代也不叫第三代了，应该说还是同样一代人，基本上在2012年之后也是相对受益的也是相对受益的。那么从全球的路径上来看，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2000年之前，其实大宗商品的波动率并不高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大宗商品的 trader 还远站不到我们说华尔街的台子上去就还达不到那样的一个水平，小众很小众的领域。但是基本上这个它的比重的增加，更多的就是从00年开始。而债务杠杆扩张在00年、02年这个过程中，对标的还有美国金融系统的这个松绑，所以相当于制度几层叠加，我们产生了3层需求：真实的需求、投资性的需求、投资性的需求，所有东西都具备，我们进入到债务杠杆和资产价格的一个膨胀过程中所以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正式的反馈。这个反馈中间，其实一些微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 ，Cooper 铜的供应链比较的短它供应周期比较的短，所以你们会发现，当真实的总需求一旦推不动的时候 ，Cooper 的价格其实就到顶。如果你倒过去，你们看这个当时铜的价格，你们会发现，到05年的6月份到08年金融危机这个过程中，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是再也没创出新高的。也就换句话说，05年到08年这3年过程中，你如果去做铜的交易，你会非常的难。高位波动率非常大。那05年到08年，你会发现，如果就商品来讲，你去做多原油，你去做多中国的股市都 OK 为什么其实很简单，那个时候铜就是一个商品，它的金融属性远不如11年、12年的时候强。那换句话说，一旦总需求推不动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代表着商品部分已经结束了，它后面跟经济是吻合的。但是谁告诉你经济一定跟资产价格是吻合的？也就换句话说，你后边的原油价格的暴涨，你的 A 股价格的暴涨，一定跟你的经济有关系吗？倒过去，你看数据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恰恰会出现一个转折，就是当经济的实体投资回报率达到了一个极值以后，你们会发现，这边加杠杆和负债的带动的资产反倒会很嗨。原油具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商品的供应和需求决定价格这个过程中呢，它由于原油的这个寡头垄断的结果，导致供给曲线对价格的作用百分比要远大于需求曲线，而且呢，原油呢，由于这个裂解往下走，它的需求是非常难划分的，太细了。所以说，作为 hedge fund 来讲，你又不是真正的干下游这些这么细的，你不可能像 BP 一样，你养300个研究员把下面全研究了吧？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想单独的做一个原油的这个交易团队，我说可以，但我说我能够教给你们的就是别去看需求。我说新加坡的 BP 当时的老大应该是中金的孔庆银孔博，对吧？那时候孔博从中金走到 BP， 我去新加坡 BP 那边参观300多号人做那个 BP 的年鉴，就大家看到的每年的 BP 年鉴。那个东西，我说句实在话，依托着 BP 所有现货贸易和所有的数据生成的那本 BP 年鉴，请问我们任何一个fund谁做得到？做不了的。更何况你做的能有多精确？拿着2手数据、3手数据、4手数据你去做，你有多精确？ BP 依托着自己的船运、单证、贸易流生成的预估数据，他还不敢说这个东西一定100%对的，那你又有多大的能力去做？所以很简单，作为自己来讲，我们必须在能源中间简化，把需求这个部分看成一个常态。我们更多的关注的，也就我们要做的交易，只捕捉供给端变动的交易。这其实在原油从寡头垄断走向真正市场经济之前，这套方法都是管用的所以你们会发现，我跟大家分享原油的时候，我几乎不去跟你们聊需求端的变动，几乎都是看着供给端。所以如果让我总结后边那波波涛汹涌的油价，其实它就是一个供给加上资本变动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样你们知道，
原油价格过了它的边际值以后，会对利率造成影响，利率会对负债造成影响。说句不好听的，油价的暴涨在当年就是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说你们会发现，我们大类资产中间为什么原油是要单列的？因为它的意外的变动会直接的影响到利率市场的变动，然后进而的由利率影响到我们的债务杠杆的平衡。所以说每次你记住一点，原油暴涨暴跌的时候，宏观上都不会有啥好事你切记一点，切记一点。每次你看到原油价格暴涨暴跌的时候，一定你会看到宏观上面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经历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有一个边际值就是下限的一个边际值。然后呢，你的套利需求推升，在那一年的过程中，其实 Cooper 作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套息品种，准确说，它是意外的创出了新高。而在它创出新高的过程中呢，其实还有一些意外情况。当时这位女同志当然现在已经早就不在这个华尔街大行了去这个独角兽公司当这个 CFO 了。当时这个摩根大通的所有商品业务，我们简称它叫大宗商品女皇。当时这个 Cooper 大概在$8000，他向美国 SEC 申请是要成立这个摩根大通铜的现货 ETF。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如果美国 SEC 批准 ，Cooper 的价格将直接变成我们要以万字头计价。当然了，现在我们很多的中资银行之前也在找我谈说，我们的监管层有可能会放开现货 ETF。我就是开玩笑说，千万别放开，千万别放开。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对于我们来讲，做了一个现货 ETF， 反正收管理费，我们该赚钱的赚钱，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就这个市场来讲，如果你搞一个现货 ETF， 这个价格会扭曲的，就跟当年美国 SEC 一样，如果他跳出来搞一个被动性的现货 ETF， 那相当于所有的商品可以变成货币。那换句话说，像 Cooper 这种东西放上几十年，它也不会腐烂，也不会生锈的，这玩意儿你们就会发现，它就可以变成钱，完全的锁定在那儿。你有多少供给？现在小商品跟资本而比，你太小了。估理20个亿，你觉得现在算钱吗？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这些商品很容易被金融化，被资本给垄断住。一旦垄断住以后，它又能放，没有供给，短暂的扭曲以后，带来了价格暴涨暴跌。这不就是当年亨特兄弟玩的白银的那套东西吗？其实小商品很容易实现，大商品千万不要能过度的金融化，过度金融化一定会导致这个问题，对吧？那个当年的是玩俄罗斯人的金库，这几年的就是俄罗斯人自己切尔西的老板加上这个诺瑞斯和镍业的老板自己搞一个ETF 囤现货然后拆成一份一份的 ETF 份额，然后卖给投资人。很简单，你们会发现投资人具备的属性永远都是什么？越涨越买，越买越涨。那你就会发现它是个自我循环，越涨越买，越买越缺，越缺越涨，越涨越买。它被金融化掉。所以当年这个价格8000，很快的往上，就迅速的要往$10000冲。其实所有人在盯的就是你 SEC 的态度。你只要 SEC 一批，完蛋了。但还好，美国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并不傻，所以这个没批，很快那波热潮就没多久就下来了也很快的就下来了大概就这个地方除了中国的套利金融需求锁定大量的库存以外，当时美国的这个金融监管如果政策一改变，那对于这个 Cooper 价格影响就巨大无比。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并不难去理解，大家明白吧？如果你知道，如果我们现在的中资银行们，假设说过1-2年也开始玩这套东西，你就记住一点，他们推什么现货 ETF， 你就买什么，钱变货，然后货锁定。这其实我们说金融机构可以干，贸易行也可以干，贸易性融资东西都是锁定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去青岛港也好，天津港也好，上海港也好，你们会发现很多的货物，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它已经背书给银行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它前面的融资链条只要不断，这个货物是不会出来的。这就叫金融化，在各个环节中间的金融化，它改变了我们传统中供应需求，就是增加了一项投机性需求、融资性需求、套利性需求，这个就把我们的需求曲线推锅的。而且它是双向的，它推这个需求的同时会减少供给，这批货是不往市场上出的，这就是它的一个游戏啊。这个在当年整个这个过度金融化中间，其实影响很大。当这个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逐渐的消退以后，其实你们发现这个市场基本上开始陆陆续续回归到一个常态。所以我当年大概给了我们商品一个什么框架呢？我说，如果我们这些东西不带了，那大概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画了一个方框，这是几年前的啊。这个方框不是有人说，哎，副总，你画这个方框是不是说就是300到多少多少？我说，哎呦，别那么的较真儿。我画这方框的意思是在告诉你，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商品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低波动率状态。他们说原因呢？我说很简单。首先第一点，这个去杠杆行为只要一完成，商品将回归传统的供应和需求。也就是全球存在着总需求意外的大幅度扩张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供给的收缩、价格的变动带动的就是一个区间性的波动，更像是00年以前的大宗商品世界。第一，基本面更重要；第二，供应的研究更重要；第三，不要再想着有这种情况出现。其实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大投行削减了它大宗商品部门和团队。这种情况下波动率会非常低，这里边的收益相对于所有大类资产来讲会变得非常的少相对少不能说绝对少，只能说相对的少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它的比重就会减轻。所以说我们研究这段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判断未来的时候很简单，这几样条件有哪几个可能会出现？有没有可以替代中国经济增长和加杠杆的地方出现？欧美有没有可以加杠杆的地方出现？欧美的金融监管会不会在大宗商品领域中间再次的放开？你这些问题都要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你脑海中间基本上给我们的大部分商品做了一个框架的定型。当然了，越小的品种供给收缩以后，或者说资本的介入以后，可能会导致幅度加大，这个属于我们说额外情况比如说这几年的什么这个从当年最早的泛亚的鹰开始，这种小品种经常会被这么搞，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大类资产框架中间这个一定要清楚。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这个东西大学里边大家都学过，供应曲线决定价格，但是它是一个反馈机制，这里边我就补充几个点就好了。第一，很多人只是认为价格是结果，错了。所以大家认为的是，比如供应收缩的我就应该做多，好，没错呀。2000块钱供应收缩的时候您做多是对的，4000块钱供应收缩你还去做多，你就要问问自己了。有人说为什么呢？那供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它不是说这个1+1等于2它是个循环机制。价格既是结果，同时价格也是新的远期供应变动的原因。这个时候就会作用出远期曲线来。其实准确说，我们在研究商品的时候是2个这样的一个供需曲线，一个叫
近月供气曲线和远月供气曲线，所以说这两个之间的值就形成了你的近远月的差。所以说为什么说价格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很简单，你当期400块钱、4000块钱的价格，这个1000多块钱利润，你们觉得会导致远端的供应继续的收缩吗？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很简单，像原油，你干到了70，干到了80，你们会发现还会导致远端继续供应收缩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高位 back？ 也就是近月价格大家可以挤仓，但是远月价格大家就是不抬，因为很简单，2000块钱大家就不会去压你的远月价格了，我往哪儿压呀？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高位 back 的出现，其实就隐含的你的远端供给已经随着价格的变动和利润的产生发生变化。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说，不要画在一张图上，不要画成一张图，说这个类似于左侧这样的画成一张图。准确说，它应该加上一个时间，它是2张图近远月的同时变动。所以价格利润的变动，同样也是远期供应和需求变动的值。所以这就是那句话，叫价格既是因，价格也是果。绝对价格的变动可以诱发远端供应和需求的变动，远端这个供应和需求随着时间的变化，就会变成你的近端供应和需求变化。很多人做商品是不考虑时间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毛病，不考虑时间。那能不考虑时间吗？你的近月合约跟远月合约能是一回事吗？随着时间的变动，你的远月合约会变成你的近月合约的。这中间时间价值怎么去核算？这实际上是很多我们说做最简单的进入到商品中间，实际上需要老师去带的，就是需要老师给他点明这一点的。其他的我觉得倒还好。那这张图其实就是我们把时间贴进去了。这张图，它基本上可以用于大部分的商品研究。这张图中间呢，实际上我放了一个第一库存，放了一个成本，放了一个成本之下啊。记住一点，成本不是你博弈的边际值，成本以下才是你的边际值。哎，有很多人做商品的时候特别喜欢，就说哎到成本了，没错，到成本了，至少你应该明白再去空是有较大的风险，但它不等于说到成本我马上就要去多呀，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时间价值在这中间是怎么变动的？就是为什么会形成很低的时候会往往打得很深的时候形成 super contango， 很高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一个 super back， 就近月价格很高，远月价格很低。这个其实不光是说啊，大家一看到 back 心里想的就是哎近月有人挤仓，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的是近月过高的价格也会诱发远期供给的增加，所以远端自然有人就会去压住你。它是2个动作形成了 back 和2个动作形成 contango。那你比如说很简单，第一步你的近月价格跌到成本的时候，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曲线不扁平，就整体往下推，那大家就知道哦，简单讲，远端的需求也很差。如果发现比如恐慌或者各种情况宏观因素导致近月价格突然间往下扎得很深，但是你会观察到，哎，比如说那段时间原油的价格你从50邦当邦当跌破$40，所有人都恐慌了，对吧？我记得还有人喊出$10的时候，这就简直就是随大势了，没有思考。你没观察到，当你跌破$40的时候，你会发现远端不跌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张图了。当你的价格跌穿成本以后，因为各种恐慌的因素，比如说2008年你那个库珀尔铜一样，那都是恐慌性的、流动性的问题在往下跌。它往下跌的时候，当它跌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远月是不跌了，原因就很简单，这个价格下一定会引发供给收缩了。那谁会去远月空呢？这个时候你们发现深度抗tango出现以后，它会产生的这个反馈就是，哎，这个有人就发现了，你愿意卖，那我愿意买了。我为什么要买呢？我才不冒风险的买啊！有人说买就一定是要赌博明年这个大涨，不，您卖那么便宜，资金成本在不断的往下打。换句话说，我只要能融到美金，美金融资成本在不断的往下降，只要信用咔嚓一放出来。换句话说，我发现你现在卖给我的东西，我在当期卖一个远月价格。锁定住了以后，我是不是没有风险？我管你涨跌呢，我扣掉资金成本、融资成本，相当于我帮你代持一部分货，我能赚钱。我就请问你，我当然愿意进场做多接你的货了。
因为你已经恐慌到错误的把超额部分的时间收益给了我，那我当然愿意进场。所以你想想，当年那个08年为什么是一批老期货人真正意义上要么退休，要么就转行成了实体这个经营的？因为很简单，你08年一恐慌以后，近月价格打得很低，远期价格很高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可以干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的，现货价格拿过来，然后呢，在低就相当于我近月嘛接你的货，我远夜抛掉。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可以自称 carry trading 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做商品的人是多的。在08年，大概我记象中是5000到3000美金左右这一段，很多做 Cooper 的人是在买货的。但是它并不冒风险，你们明白吗？这个同样在原油上面是完全通用的啊，越大的商品这一类的结构是越通用。当然了，有人说啊，是不是说到了这儿以后，这个结构马上就会改变回来呢？不一定，不一定。它可以从供给收缩改回到供给均衡价啊。举个例子，油价我可以从30美金回到45美金，我在那横着，但是我保持着一个扛单口结构，我来让你付我的时间成本，直到你愿意改变近端供应。改变近端的这种供应过剩的情况就两个嘛，近端供应和需求曲线。第一，要么需求增加，把近端给我拖过去；第二，要么是近端供应也收缩。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可能收缩的远端供应慢慢的移到这个近端了，你就变成了近端供应。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行情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震荡时间，然后再往上走。很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会震荡以后再往上走啊。有人说，哎，震荡以后是调整什么洗筹，什么吸收筹码，别逗了。它最简单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远期供应和需求的结构变成近期的需求和结构，这就是时间换空间。有没有可能在这儿一直耗着？当然可以。如果你什么都不发生变化，总需求曲线不推，在这个边际值上又不足够导致足够量的供给收缩，那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在这一直耗着。但是所有的游戏都是零和博弈啊，零和博弈下，你就简单讲，我的所有的商品加上现货，原则上来讲都是零和博弈。期货如果是简单的看对手盘，更是这个零和博弈。商品唯一的赢的路径就是让用货的人买单，否则我们投机者在里头就是换手。所以说你会发现，所有囤积趋齐玩商品霸盘的人，最后其实真正希望的并不是让投机人买单，是希望的让现货的人买单。啊，也就简单讲，我的铜铝铅锡什么东西涨价了，我一定是逼着你下游用货的人把这个东西吃掉，平摊到均衡成本中间，让老百姓买单买掉，这个游戏才是完成了。我们赚的钱是老百姓掏的钱，所以说这就是一种你获得的收益到底来自于什么。那在这儿如果这样子一直横着，很简单，我们究竟怎么去获得财富收益？这答案实际上就是时间成本。所以你们仔细看看，很多的商品很有意思，它也不往下跌啊。它也不往那个供应削减曲线跌，为什么呢？没有人傻到去怎么样？尤其是当有些商品金融属性不再足够强了，就很简单，宏观经济不出现那种断崖式的崩盘的话，哎，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商品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当哪一天宏观环境突然间的恶化，极其恶化，它有可能近月会被砸得很低。否则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商品就是待在这个平衡节点上，金融属性也不足够强，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这个价格再往下砸，跌穿成本以后，有可能造成供给虚线，所以没有人会近月怎么样，疯狂的莫名其妙的在近月抛，所以就导致它的近月价格一直维持在某一个价格上。但是怎么办呢？货物需求又吃不掉，造成一个结构，然后你一仓。我想这个品种我说到这儿，大家基本上都猜出来是什么。这几年的橡胶你们看看就是这个情况。当然了，橡胶真正的大机会，我倒希望的是那种，反正最好让橡胶里边的金融属性再增强点，就是投机盘再多点。然后呢，突然间来个宏观大事件，突然间让大家恐慌，有人把近月砸下去，好了，这个时候做法就来了嘛，买近月抛远月我来套，然后均衡过来以后，看看有没有人吃货，没有人吃货，抛掉。
然后继续的转化成移仓。不给这样的机会，那所有人在里边只能赚移仓时间成本。你愿意多，你进来你就问你要不要货，只要不是真正的需求方进来，改变那个需求曲线，投机者进来都没用的，因为你要移仓换手。所以这个属性大家把它倒过来，你们把这张图翻过来就是什么？高点。这个叫供给削减，你把它翻过来叫什么？夸张的利润对应的就是成本，然后供应的增加就是这个值，倒过来把 contango 变成 back， 你们就会发现去寻找那个高点。有人说，哎，这个副总维持了 back 以后，有的商品价格还可以继续的涨很高，恭喜你，没错。但是交易者的冷静就在这儿，一定是手里能可拿着多单，但是我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出现，我琢磨的是逐渐平多。很多的这个交易者在这里边陷入的困局就是，不是做多就是做空。那您怎么把平多给忘了呢？您怎么把平空给忘了呢？那换句话说，当价格不断金月价格在不断顶的过程中，你已经发现已经超出这样的边际值的话，你的正确的第一个动作，其实有时候大家去看看国际市场上那个 CFTC 持仓，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基金并不是说做完多了以后马上翻手就去做空了，别逗了。您经常会发现那个投机性持仓是先平多再开空，或者先平空再开多，它中间有个平仓过程。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一旦过了这个边际值，虽然近月价格在顶，但远月价格不跟，你形成了高位的 back， 那我第一件事情应该考虑的是平多，逐渐的平多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往外平多单。那倒过来也一样，当你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我的正确做法就是每一次你给我打一个深度contango的时候，我就平空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伴随着这个在时间轴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它形成了我们商品中间最经典的一句话就做商品大类资产的时候形成最经典叫做绝对高位的 back 不多，绝对低位的 contango 不空。当然了，这个绝对高低一定切记不是价格，是指能够改变供应和需求的价格。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关于商品曲线这块，我过去几年，反正那个时候因为还带了一些小孩子，然后呢，我跟他们分享过很完整的案例整个这个商品路径的演变、价格的演变、供应需求的演变，中间投资者投资结构怎么去变化，在越大的这些商品领域，比如说原油、铜这些商品中间，这套手段是标准的教科书。当然了，小品种不一定适用，切记一点，小品种经常会出现极端的超过 super back 的那种叫 corner risk 急仓、逼仓所以比如说有人说，哎，副总，那个博巴的比价已经到这个水平了，能不能做交易？我说，嘴上说我们说可以做了，实际不能干。他说为啥？我说博巴你要做就是多博空巴，对吧？比例那么低，那应该正确交易是多博空巴。我说这个巴你咋空？空多少？你有货吗？你没货，它虽然可能再跌，你进去的量足够大了以后，你随时可能成为它的 corner risk 的对手盘，因为你没货，你不是那种有底气的说，哎，我是一个做空者，我手上还有一堆的货，那我想怎么玩怎么玩。所以很多人以为说钱就是这个市场上最牛的地方，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你就不大会明白为什么像江浙现在做商品做的很牛的这些基金们，大部分都带着现货公司在玩。为什么？你到了一定规模，你就明白为什么。所以说你说看起来可以做的交易，但是原则上来讲，你要配8金的空头，8金又是绝对性的垄断，你又没有任何的货物 ，corner risk 又在挤仓你，咋配？所以说这就属于能看得到，但是大单交易又做不了的交易。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要选择体量大的去配，小的尽量的不要去那么做的原因啊，就在这里头。这张图是一个全球原油的消耗同比增速，它其实是不是用于研究油的，这张图是用于研究需求的啊，商品供应和需求嘛，所以我们要研究需求部分。这张图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非常好。为什么叫大宗商品之王呢？这张总需求图其实把我们过去宏观的路径反馈的所有事情在这里边看得很清楚。从1992年开始到1997年、98年，亚洲四小龙的超速发展，然后带来了原油总需求的扩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直到2002年，中国真正意义上加入 WTO， 我们完成了全球那一轮的总需求的收缩，到再次的扩张。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大宗商品其实真正意义上爬出来这波大牛市，就是00年到02年这个最后末端完成以后的结果。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97年亚洲金融危机，98年朱镕基总理供给侧改革，98年到00年股市托高，大量的债转股，用股权化解债权融资，然后直到再次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馈，以中国为核心。那这一轮的总需求扩张到什么时候呢？高点是2004年的6月，回归到均值是2006年的年中，你就明白到2006年的年中，为什么 Cooper 的价格就到顶了。全球总需求放缓，但是油价暴涨，什么东西？有人说滞涨不对的，但是它很像经济放缓的同时，通胀大幅度拉得高。放到我们的框架中是啥？经济增长等同于你的收入的增速放缓。但是呢，油价的大幅度的抬升，利率的大幅度的抬升，使得负债的成本激增。在经济增长的末端的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和债务之间的差。这个时候，一旦负债成本抬升，总收入率跟不上，答案是什么？某个点的债务一定会出事儿。只是说聪明点的，你可能像大空头一样的，很早的就发现美国、英国那个时候的居民端的负债基于房子出了问题啊，他们可以更早的感知。再差一点的，至少当你看到当时的这个贝尔斯登，或者再差点你看到英国的 Northern Rock 北岩银行出问题，你也该知道有事儿。总需求是领先于资产价格放缓的，造成的那个收入增长不够。流动性危机，其实本身流动性危机以后，全球大概应该是回到这个均值这样波动的，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但是这儿有个尖儿。这个就是中国了，我们的总需求政策使得我们看到了在这张图上出现了一个尖。在那之后，我们大部分时间2012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的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没有异常的高低点，就属于用我的话说就是保持稳定的增速的增长，但是不够，对吧？商品里边你千万不要理解说这个总需求变动究竟是说高增长还是低增长，或者说增长8%到增长4%有多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个增速差。准确说，它那个有个斜率吗？它都应该是增长的，但这个增速差是其中最大的问题。您从增长10%几到6%，你总需求变动就会对你的这个在当期的这个价格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呢，有的人会误解说，哎，说商品你们总说需求不行，需求不行了，我出门看挺好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是增速不行。增速是什么概念？您可以喝3瓶饮料的，您现在喝2瓶饮料，那当然了，你观察它，你会心里想，你还能喝2瓶饮料，挺好的。但是那1瓶饮料少了，因为在你喝3瓶的时候，饮料厂是按照3瓶、4瓶给你供应的，它供给是在3到4，您帮它缩到2，您是在喝饮料，但是饮料就过剩。所以说你没考虑那个供给也是随着你的这个需求变动，它也是在变动。但是供需之间有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它有实质的问题啊，尤其是生产环节一定是先有需求后有供给，所以生产环节永远面临的就是需求一坍塌，供给过剩，利润坍塌，供给坍塌，然后供给收缩到底部，然后供需寻找一个均衡点，耗着拉时间价值，总需求推起来，好，供给没跟上，因为供给需要再次的投资，这个时候价格先上来，价格上来，利润上来，利润上来，投资增加，投资增加，供给再跟上来，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商品周期完整的一个商品周期那这张图其实也在告诉你最近的情况也在告诉你最近的情况。其实最新的数据没更新，但大部分的值我们其实就在这个红色范围之内。也就换句话说，商品从2012年开始之后，并不是在关注需求端，包括这几年所有的商品价格，你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是供给。所以你商品的核心就不一定是去研究需求了，更多的在研究供给的变动。当然了，除非有意外的需求大幅度下滑或者需求额外的政策，你的重心就要往那儿倾，否则的话市场就会出现一个偏离。什么呢？明明讲这个供给呢已经到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了，供给已经增加了，但是你会发现会给你个机会，什么呢？到这儿以后，市场会有一些人认为需求也会往上跟，邦当把价格给你推高，就造成了一个供给明明扩张，利润明明增加的情况下，价格还在往上涨，因为它给予了更高的需求预期。这个时候是个很好的纠正的机会，不出这种偏差，绝对的说它会跌40%，绝对的它会涨40%，这种交易其实应该少做，没有那么大幅度没有那么大幅度靠着需求去推导。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么原油呢是商品之王，其实我拿它基本上可以把刚才前面讲的理论就可以完全的覆盖在里头。油价第一重要性非常重要，第二很多人说原油很难分析很难交易，我一直跟他们说是原油好做，但是这个好做仅限于是做一阶段的趋势，它难做是做短期交易。我一直不推荐原油做任何的超短期的交易，这个没法做。而且原油的大部分交易真的是那种的1-2年可能就做1-2波行情。其实我们的这个付鹏说的这个内容大概持续了2年，这2年中间讲了很多的原油的东西。从当年$45我们去美国做调研，给出大家原油上涨，然后到去年的$80那个关键的临界值的时候，我们说那是一个边际值。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被人骂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的近月价格是80到了88。你单纯看价格的人并不明白说，他老说那个80临界值是啥后面我们在这个暴跌前我说2014年的情况将全部的这个路演，然后下来以后到$45沙特意识供给收缩，我们说下边的边际值又出来了，然后呢上面的边际值我们今年给的就是你的这个供应再次扩张之前，你的整个边际值大概应该是比如说这个中值50，下面40，上面60你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边际值。就 WTI 的话，你加上布伦特上面可能就是66、67那当然了，我们最高70几，但是你会发现66也好，或者70也好，这个水平价格之上又是一个临界值。为什么呢？你们看到了近月价格的变动，然后故事的供给事件发生了，远端不动。我所谓的临界值永远是这样的组合，你们去看就我说好判断好交易，原因就在这儿。我不会 care 说你那1块钱2块钱，那是应该交给风控去做的事情，那应该是作为你的下面的交易员他们去设计具体交易策略的时候去考虑的风险控制的情况。那作为你的判断战略性的判断来讲，我就是要抓这种临界值的这个把握。原油的好的特点就是在于它临界值都告诉你，只是你不信。你可以看看你们身边所有的这些 trader 犯的毛病都一样，临界值明明出现了，总是告诉自己不信，而市场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还不信，这是他们最大的通病。原油的特点，供应需求，我一般来讲这右侧需求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我是不看的，因为做不来我这个比较实诚，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做不来这侧的需求端最简单的，你顶多看看链场，看看跨区价差还 OK 了，这剩下的再往下基本上就没法看。而且我说句实在话，如果假如说现在让我自己完全100%控股一个投资公司，我根本没法配原油研究员，我可能就配2-3个关注于上游供给就可以了，下游你不要去看了，因为很简单，
我要按照 BP 那个配置，我得养300多号人，你每年赚的钱还不够我给你发工资。我估计没几个放的能够做到养300多号研究员，去花那么大的精力做那数据的吧。所以我告诉他们的方法很简单，抛弃这部分，直接关注供应，因为所有供应这边发生的事情，嘿嘿，是你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它的左侧供应中间，你们把这些动态变量可以看看，比如说这个像美国那边的管道、油路、浮仓这些数据是透明的，您一个月花个几千美金你都能买到，那要比养研究员成本低得多了，对吧？这个很简单。另外一侧基本上就是政治、战争、地缘政治、欧佩克、非欧佩克，这些说白了都是新闻。这个地方考验的就是你够不够在这个市场上资格老，就是你新闻到底读没读到核心。我们有时候在社区里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有人也不是犯这样错误，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新闻看完，我们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东西啊，就是它语言的艺术。比如说我之前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明白沙特讲那个话啥意思吗？他们说什么？我说你知道沙特在所有讲话中间，他讲说油价已经接近于均衡状态，这个话啥意思吗？他们说哦，那不就接近于均衡状态吗？我说不，接近于均衡状态的意思就是已经均衡了，油价处在非常合理的区间，是在告诉你油价非常舒服了。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合理，这个其实不难的。你看20年回顾新闻啊，比如说如果新入行的这个做研究上来准备转交易这部分的小孩，我会告诉他很简单，这一年那个 Thomson Reuters 的新闻你可以回溯查的，你可以倒过去查30年发生的所有新闻事件。好，你给我干一件事情，回溯你去看，在那个时间点上他们在讲了什么，他讲的内容是什么，措辞是什么。你把这个工作做完了，我相信你会得到这个跟我很相近的一些理解。这个是谁也帮不了你，时间可以帮你。你有没有这样子做过呢？没有。98年、99年那个时候，油价发生的变动，当时新闻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他们在讲什么，我估计没有人那么细的去做，但是我们都做了。所以你对他出来一条新闻，我们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讲什么，他没讲什么啊？那这个你就会发现，重点的就是我们在看的这个供应的这个变动上。那么它的属性上面，油价一旦发生变动，就会引发两边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大类自然框架中的。所以说原油很有意思。当你每一次发现原油具备暴涨暴跌的时刻或者转折的时刻的时候，一定要密切留意其他资产也同样会具备类似于这样的属性，因为它其实根本上是由油和利率共同作用出来的大类自然结果。这个实际上是对很多人的研究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原油价格的波动对于通胀通缩的影响，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资本流动影响，对于利差的影响，对于投资回报率的影响。所以每一次的油价暴涨暴跌，一定会给相应的双方造成影响。油价暴涨的时候，往往是负债出问题，所以一般来讲，油价暴涨一定是发达经济体的风险，因为发达经济体是消费环节，对不对？我们的全球分工中间，发达经济体处于消费，处于负债，处于杠杆。很简单，处于负债、处于杠杆增加的这些国家，最怕的实际上是利率的抬升。但倒过来，当油价暴跌的时候，风险一定是新兴市场的。为什么？你是生产国，生产国的特点是你的所有负债是基于生产部门的、企业部门的。当油价一暴跌 ，PPI 咔嚓一通缩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影响的是你的收入部分。你的高负债是注定的，但是你的收入部分一坍塌以后，很简单，你的债务就会出问题了。简单讲，油价的重要调节就是暴涨要注意发达经济体的泡沫或者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暴跌要注意生产环节的新兴市场的企业部门债务，这就是油价的双杀啊。所以说，简单讲，油价的暴涨暴跌都不会带来好事。它的波动率一抬升，一定伴随着其他大类自然的波动率的抬升啊，这就是原油的这个宏观特点。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我这里边呢，给大家放了一个重要的案例，这两张图是2014年的年初，我在我的微博上发的。那个时候真正看懂的人，那几年14年、15年、16年应该跟我们差不多，那3年大概是最赚钱的，就宏观交易中间。应该是在那3年是最赚钱的，纯靠交易型的，前面其实还是有点像套利布置资产，但是真正纯交易型的应该是从14年这个转折点开始，是纯交易上面可以赚得不错的收益的。你们会发现这2张图中间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资本流向的方向是反的，一边是高油价，一边是低油价，没了。也就是14年年初，当时基于美国页岩油的产生和管道的预判，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如果14年出现高油价向低油价转换的话，整个全球资本会逆向流动。那答案非常简单，之前是借美金转投到发达经济体推高它的资产，那么当油价一旦发生这样变化了，倒过来抛售发达经济体的所有资产，抽逃资金转移成美金。那么当时大家看到的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我就把这个内容大概讲一讲。美国的页岩油大概在2010年、09年、10年，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其实记住一点，页岩油是一个技术革命，没错，任何的技术没有钱那只是实验室。准确说，页岩油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将来也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武器。很大的一个原因不光是说技术，还有一个是钱。08年美国采用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确实它的钱把很多的技术转化成了生产效率，页岩油就是中间的一项这个低息的资本投入，然后把实验室孵化出来，即便页岩油不赚钱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那么页岩油的产量从10年到14年其实已经增上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油价并不低绝对油价，国际市场上绝对油价大概在100 WTI 的油价大概差个20多块钱，20多块钱已经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两边的价差了。我记得当时成都油价投资公司，当时我们在北京，这个通过微博那还是第一次尝试有人微博说这个副总，那个我们方不方便到北京去拜访你一下？我当时开玩笑的，我说又不认识你，对吧？又不熟，到北京来干嘛？他说我们想咨询一下关于原油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发了一条内容是关于两油价差。现在大家对这个东西都很了解了，对吧？你要知道当年很多做这个单纯套利的人只是发现说这个很多人做套利以前是统计性套利，对不对？他发现布伦特和 WTI 正常统计是正负4，为什么现在是10几？所以当时他老板应该是在10年还是11年吧，大概10几块钱的时候就做进去了收缩的套利。他认为从统计上来讲这个已经很划算，结果拉到20多难受吧，哭吧这哪是简单的统计套利发生10几块钱一定是有它的因素，就是因为美国的能源革命，就是因为页岩油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但是纯做统计交易的人他并不清楚。所以当时看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关于美国页岩油的情况，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说能不能到北京聊聊。我当时半开玩笑说可以，我说来可以我说那个咨询费5万其实我的意思是随便开玩笑的意思是他可能不会过来的，结果他还真来了我说这个超出我意料之外了，这跑到北京，然后我们在办公室，他就问我，最主要就问说为什么这个10几块钱会哭到20几块钱？我就跟他讲了美国页岩油的情况，美国管道的情况因为这个管道导致两边价差的情况他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就知道了，我说可能最多吧，这个2、3年，只要管道这件事情一通，这个价差才会往回收，否则的话你至少这个投资会非常难受2、3年的。2014年的上半年，其实当时在美国的所有做原油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某个时间点上油价会跌的，会暴跌的，也就两边价差20几块钱会往上做。什么时间点呢？没有人拍脑袋说掐指一算，这个8月10号一定会暴跌，那是胡闹。所有的时间点大家都在等管道，
啊，你原油你是美国内陆，你要知道美国以前进口这个原油的时候，它全部是走墨西哥湾进来，在休斯顿，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能源重镇都是墨西哥湾，因为很简单，海运方便，它是进口油。但是你的内陆页岩油产出了以后，它是需要从内陆往湾区去转的，往链上去转的。那很简单，那油那东西不能靠火车、汽车这样子去拉吧？啊，或者说，除非你把价格给予我足够的贴水，我才可能去拿火车、汽车拉。那么大部分的都要靠管道，管道建设将非常关键。以前的管道你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南向北送，现在呢又需要由北向南，这个改管道的时间就是这个事情的关键。所以2014年的前后，大家知道某个时间点这个油价价差都会缩下来。美国咔嚓的这个供应一冲出来，你没有足够的需求去支撑，你们可以想想供给曲线咔嚓增加那么多，你的总需求曲线如果不往上推，这个油价一定往下跌。但是在这之前，两边价差非常大，100块钱的布伦特，70多块钱的 WTI， 中国还在搞需求端刺激，加上100块钱的油，加上4万亿，加上房地产，那资本一定是大量的涌入，就出现了类似于这种情况。carry trading 吗？日本的量化宽松，美国的量化宽松，全球的低息资金大量的 carry trading 套息涌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无非就是去你3个地方，推高你的股票市场，推高你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推高你的楼市，推高你的本币，推高你的本币会带来套利资本的成本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这个过程中强化性的循环在这个走，而高油价呢导致你的这边保持着高利息，保持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外边是松的，资金进一步的流入，所以这种巧合是当年最大的投资机会啊，最大的投资机会。你们可以想想，你在境外借个2000万美金，成本是0啊，不多嘛，1点几个亿。这个 Pre-IPO 一家上市公司2块7毛5的一级市场股权，您投它1000万股，2700万人民币。北京的房价100平米，那时候亚运村4环周边17500一平，100平米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买这种100平米刚需嘛，对吧？我才不会傻到买别墅的，对吧？因为我要考虑我将来的交易对手会去买啥，对吧？这些老百姓一定买的是刚性需求，他不会去买别墅的，对吧？那我肯定买这种100平米的房子，当时又不限购又不限贷，我们也不需要贷，因为国内贷我成本更高。一套房子175万。您拿个这个3000万或者4000万的人民币，你已经可以收上20套到30套房。实际上那个时候的钱，这么说吧，1-2000万美金，那个时候在中国可以投向很大的一块这个收益的这个空间。你们想想，1000万股2700万的2块7毛5的净资产，10年上市你已经7块5了。也就换句话说，我大概这2750万，我到了10年你这个 IPO 上市的时候，我的市值已经7500万了。那么你知道最高股价14年老百姓疯狂加着杠杆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疯狂？有很多普通投资人会说，哎呀，这个是你们上市公司，你们这些大股东、二股东，你们恶意操纵股价，真的吗？你上的全是中小创啊，中小创啥概念？流通股多少？一家上市公司上市当年融个3个亿、2个亿已经是顶大天了，流通股数很少。您敢拥进去20个亿资金去抢购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我就请问您，那不是天天涨停是什么？卖价在哪儿？那跟那房子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吧？就出来100套房，你们这个1000个刚需，还加上1000个投机盘，您说那房价怎么报价？那是一个卖家市场。所以你那股价上涨，其实包括持股人都已经是蒙圈的，我们其实也懵了，对吧？那股价当时想的说，我们这公司最多值个30几块钱，对吧？估值你给我个40倍，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结果呢，您最高价格120，这公司开玩笑说干500年也赚不回来那市值，然后大股东、二股东、三股东都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司值这个钱，但是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干。啊，这个毫无疑问的，500年，对吧？我们的大股东56岁了，对吧？你500年不可能的，谁干？
你说我对这个公司30年的经营我有感情，你给我个50年，我可能还舍不得卖，您直接出价500年分钟给你。但是你想那一轮的意外套现，你大概是多少？就给你平均平摊到60块钱，打一半。您别忘了4-5年前它可是2块多的一级市场价格，成本是多少呢？你人民币10年升值，每年单边3%，我借贷成本2.25%，我扣掉我成本是负的。那换句话说，我啥也没干，动用信用，你的市值是多少？60块钱，当时对标下来，你基本上是6个亿啊，这完全是没法想象的。但是实际上是说在意料之内，但是我们意料之内是30多块钱。那30到60这个套现的过程，这我只能说这30块钱是额外的财富，完全是没有想到。你套个30-40%，我告诉你，成本都已经摊到负了。简单讲，后边就变成天天挂跌停都是开心的，因为你成本是负的嘛。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2013年、14年，我亲自的到澳洲去调研，到新西兰去调研。这几年基本上隔一段时间我就过去，隔一段时间过去，啊，甚至我还在那边持有了一些这个资产。我当时去的时候，对吧？这个一开始的调研，从矿业繁荣衰退开始，我更多的关注的已经不是说它矿业繁荣了，我更多的开始关注，如果这个潮水退去以后，前面大量涌进它，造成虚假性的需求推高的本币资产就会将成为大问题。所以那时候去澳洲的这个金融审慎监管局，它的博物馆，你去翻一翻澳洲历史，100年4次危机，4次都是由经常项目反馈到房地产。所以说有些事情你说是意料之外的吗？这个14年的时候我就说，未来的几年澳大利亚最大的问题一定是它的房地产，新西兰最大的问题一定是它的房地产。后边的收缩移民、限制中国人买房都是意料之内的。为什么呢？别忘了刚才我讲的，资产价格的上涨跟收入脱离之后，就会造成严重的贫富，贫富会推着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的产生，然后进而的导致新的执政党上来去收缩移民政策。这不需要预测，因为它的过去历史每一个繁荣衰退周期中间都这么演的。所以当时你们看到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的澳元和纽元虚高中间还有一部分套息，为啥呢？它处在末端，它的利率水平不亚于新兴市场，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你想想当时的日元也好，当时的美金也好，利息成本太低，所以大量的人在做开始确定套息。单纯的讲，没有人会去空澳币，为什么呢？利差太大，这边高息货币，那边低息资金，你怎么可能去空一个高息本币呢？如果再加上交易商的因素在里头，很多人会发现空高息啊，就像很多人给我留言会说，哎，副总，你老看空澳币，那么高的高息，你天天空澳币的话，那利息成本会支出很高的。我说你这个话在15年以前、16年以前是对的，但是到了16年之后，利率开始倒挂，也就简单讲，你交易的汇率上面的本币远期已经走平了。换句话说，哪来的利差呀？他说不对不对，看我交易的还有利差。我一看，我说哦，您这个被交易商赚走了。交易商知道给你设定的就是隔夜拆借利息很高，就是想让你天天做短线交易的。我说我们不交易这个，我们交易的期权、交易的期货很简单，它远期区间一平我就没有成本了。我的时间成本是体现在移仓成本上的，但是对于你来讲，你交易的所谓的 spot 季期的话，你的时间成本是向经纪商的拆借。所以人家给你很高，你吃亏的当然是你，所以你永远不愿意去做这种空高息的本币，那自然而然就会造成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当高息本币真正开跌的过程中，真正赚钱的是对赌盘。为什么呢？大部分人他永远喜欢去做多高息，那很简单，你亏的就是我挣的，你还付我息，挺好啊。当然这是一些小秘密了，但原则上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所有的变盘点，有人会说，记住一点，所有影响我们大类资产变盘点的都是负债的变动，
资产价格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影响我们的并不是说资产投资的这个关键呀。很多人总是以为说做投资决策应该做的是判断这个资产价格的涨和跌，判断对了，很简单，做出资金的调整，这不对的。真正的大类资产配置，这个真正的决策者的第一序列考虑问题是负债。我做任何生意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负债在哪，足不足够便宜？负债成本变动了以后，我对我资产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调整，而不是就是说你的资产价格后边的上涨和下跌是负债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人把它又倒过来。当高油价咔嚓发生变动的时候，资产价格已经被推高，处在高位，利差开始收缩。这个时候，有没有人有印象？2014年，在我们股市上涨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什么？那个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股债双牛，对吧？想明白了吗？当你的人民币本币降息的话，意味着什么？记住一点，你的人民币本币降息意味着人民币本币融资成本在下降。那么对于不能够融到美元的人来讲，他会怎么做？当他看到前面的资产价格翻了几倍上去，这个心里急痒的时候，他想给自己干嘛？他想加杠杆了。那降息会促使他干嘛？增加借贷，增加杠杆。所以说你们就会发现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时候但凡你开始降息的时候，一定你的资产和杠杆都会增加上去。不是说因为经济什么下降了，所以说你降息了，或者因为通胀的压力不大了，你降息了。咱们这个通胀通缩跟房价跟资产价格没关系，往往会出现的就是这样。也就换句话说，人民币负债这个时候可以替换资产了。那持有资产的人是谁啊？有人说这会不会太极端？我说可能，但我们假设现在持有资产的人是像我这样的。是大量的借贷了美金，持有了低价的资产，现在价格涨到高位了。我的做法是什么？换手，我资产要抛出去。在2014年油价下跌的过程中，我就请问你，美国是怎么做的？加息，有没有注意到？你逆周期，我也逆周期，油价下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看油价，我看核心通胀。结果你发现美国经济结构一调整过来以后，油价跟核心通胀之间这关系就不明显了。换句话说，内生性动力带来的薪资和通胀上涨的压力开始产生，美国开始加息了。油价跌，你加息，结果是什么呢？你油价跌的过程中，造成新兴市场本币的负债利率水平开始下降，刺激你本币负债。但是美联储开始收紧的结果是导致我借贷海外负债的成本在增加。我第一做法很简单，应该抛售我已经获利的资产去偿还我的美元负债。也就换句话说，我需要抛售资产，也就完成换手。我的资产一定需要有人买，但是8块钱的资产跟800块钱的资产，对于买家最大的要求是什么？杠杆和负债。10年前8块钱的资产，咱们假设每年收入增长1块，那理论上来讲，10年后它能借动多少的资产？18块。但是我现在资产价格是800，我需要它借800块钱。很简单，我需要它能够借贷那剩下的886块钱。降息带来的结果就是加杠杆，而且这个加杠杆是不是加在实体经济中间的，是一定加在资产上面的。你的杠杆将转化成我的收益，我的收益将转化成资本外流。所以很简单，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你的外汇储备降低了多少，你的资本流出了多少，大概对应的就应该是，因为资产还在那儿，对不对？那对应的应该就是你的本币债务增加多少，这就是换手。这整个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油价其实真正的就起到了我们说关键的作用。在整张图上，当能源价格一变动，美联储反倒是逆周期的开始收紧的时候，你们发现这张所有的图开始流向开始倒过来，套利资本开始大量的倒过来，套利资金开始流出。很简单，那你国内就面临着股市压力、楼市压力、本币压力。这个时候，它的所有债务将转化成你的本币负债。我们以后考虑更多的就是你本币债务的压力。
就居民被掏走了，应该这么讲啊，居民的时间价值被掏走了。然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面临着你的繁荣衰退的过程中还有套利资本流出，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在2012年开始第一次我写澳洲，到2014年我们非常确认的去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就是它的根本原因。当这个套利资本开始流出，当中国作为或者说新兴市场作为它的真正总需求方也减弱的话，它将面临着资本项目下不足、经常项目下不足，而资产价格怎么样？处在高位。新西兰、奥克兰的房价已经跌了25%了啊。然后呢，这个悉尼、墨尔本这些房价都掉头了啊，流动性在收缩啊。其实你们看到的这些反馈都是在预料之内的反馈，它的本币、楼市都跟新兴市场一样将承压啊。所以油价的波动就非常的有意思，但凡油价暴涨暴跌的时候，几乎都没啥好事。那么到去年的时候，你的油价暴涨，那个时候我们是2017年的年底，我第一次当时给各家这个公募基金做这个每季度的展望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很少跟你们聊美股，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给你个条件，长短段利差掉到15个 BP 以内，美债收益率上到3%，我会给我持有美股的这些 ETF 开始买保险。我其实尽量的想避免跟像一个大散户一样去直接说看涨看跌啊，其实更多的想跟你说的就是，当利率值、油价当时上涨，对不对？油价上涨带动利率的抬升到了一个临界值的时候，我的正确做法是，我应该感知到可能风险的到来。有人说，哎呀，可能不等于一定啊，我们什么东西交易的是一定？这个时候你应该开始以一个防御性的姿态去进入到这个市场。其实包括到今年为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给予美国证券市场的所有态度非常明确，防御性姿态，就是很简单，我不会单一的持有美国的这个浪的多头，我一定会根据时间和节奏不停的在增加我的保险，因为我的防风险是基于利率来判断的啊，这就是原因。那么这个油价的每一次暴涨暴跌都一样，去年咔嚓油价一暴跌一样啊，通缩一下下来，这个新兴市场债务问题，所以每一轮油价的这样的周期性的波动再来的正好是我们波动率的波动，也就可以理解我们前面那一张图，能源和利率的波动率会向所有的汇率和权益波动率传递，就是这个原因啊，其实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关键。这个案例呢是相当于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但原则上来讲，为什么当时我们亲身经历的过程中能够有这么深的感悟？要感谢索罗斯先生1997年做出的所有努力，没有他的前身的那个经历案例，我们不会有这么深刻的理解。所以很简单，这不是我们独创的东西，是历史，是索罗斯他们干过、经历过的事情，在告诉你为什么要那么干，方法论是什么。这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去做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在当时多么聪明去发现这个东西。哎，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么关于这个详细的这个油价呢，主要就是供应。这个供应中间其实就是理解欧佩克。欧佩克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囚徒困境。所以说呢，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了，我告诉你，现在很多的普通投资者问的那些问题，我有的时候是比较懒回答啊。比如说见闻搞的见识社区里边，有很多人私信问我问题，有人说，哎，副总从来不乐意去回答问题。其实不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因为他要展开就很详细了，因为好多问题就是很单纯。你比如说这个油价它的波动啊，有人说为什么美国人看不得这个油价的上涨，或者有的人潜意识中认为油价的上涨过程中所有人都是得利的，为什么大家不希望油价的上涨？我心里想的，那可能是因为你持有多单吧，你更愿意这个油价的上涨，对吧？我说交易跟你的
分析框架中间一定要忘了你手上的头寸啊，一定要忘掉，否则你完全做不到一个绝对中立的思维。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的要去做到一个中立，然后生成应对策略，而不是生成交易策略，这还真不一样。应对策略跟交易策略还有一些区别。那我们现在这个油价到底在玩什么游戏？一开始2014年油价暴跌下来以后，美国页岩油开始侵占到全球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实话有几个问题是困扰我们的。第一，美国页岩油怎么去侵占全球的份额？不知道。第二，页岩油的生命周期和弹性长，还是沙特、欧佩克的生命周期和弹性长？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欧佩克挺便宜，但是它那个便宜并不是指的是它的进口成本、生产成本，它还有财政成本。所以加上它的财政成本，它可不一定能够干得过页岩油。还有就时间问题，当时大家对于页岩油的单井衰竭的问题，就导致对它的可持续性也怀疑。这个17年这波油价上涨前，大家其实还是第一轮的测试，包括沙特的博弈在里头都是测试。在2014年，14年油价跌下来，15年的时候，沙特选择的是我要站出来，看看你页岩油到底有多强。你如果弱，我就一巴掌把你拍死在襁褓中。所以当时沙特非常强硬的就是我不减，我也增。所以那才导致了那一年油价出现个极低的价格。但是当时的油价到了差不多$30近月价格跌破$30，第一形成 Super Contango 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到了那以后，如果当时沙特再坚持3月，我们的 Contango 应该就不会有那么的高，我们大概远端就会降下来。那个时候我们的油价就不是后来那种 V 字形反弹到45那种波动了，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跌破30以后在30晃荡3月，一旦晃荡3月以后，好了，页岩油很有可能出问题。页岩油后来的证明就是它的弹性周期就是除非你的油价在极低的价格上持续3个月，会影响到它的真正的产出弹性，否则对于我来讲只是减得快增得快的问题，我的弹度高，你短期的油价波动对我扰动会非常的低。但后来为什么沙特扛不住？因为很简单，它的财政压力比你想象中的更危险，所以最后证明了一件事情，欧佩克干不过页岩油。这几年其实就证明了这一个问题，虽然页岩油也有问题，油价跌的时候它的产出增速也会下来，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点，减一定要靠你减。所以你像今年我看又有人写报告去讨论前几年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试探的去讨论的问题，就是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弹性的问题。我们今天都不谈这个问题，为啥？前2年你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去聊资本支出、聊弹性，因为当时真的不知道页岩油这个资本支出和弹性到底是什么关系。这2年摸清楚了，我们就明白一点，油价跌下来是因为沙特想增产，油价涨上去是因为沙特必须得减产。所有真正的调节的阀门是，不管你增还是你减，都得是你让步。你要想让油价上，你不能增；你要想让油价不跌，你就得减。反正我是不增不减，或者说我比你的弹性好，我可以优先于你。实际上这样子玩几次油价波动啊，一定是波动啊，不是单边油价上涨。单边油价上涨一直涨上去的话，我就请问你，沙特不会受到这样的利益波动。最后你才会明白，只有油价波动的过程中，沙特的囚徒困境会体现的比较明显，也就换句话说，它才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油价份额就丢掉了。大胆的预言下，5到10年之内，欧佩克在全球定价能力会非常弱。所以说，如果你有办公室，应该从利雅得马上迁到休斯顿。美国将来是整个能源定价的核心啊，而这套游戏也就是这几年我们油价波动的关键的核心变量。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很有意思啊，伊朗的事情根本不 care， 那是由华盛顿说了算。所以将来的美国的能源呢，基本上就是华盛顿来决定啊地缘政治，休斯顿来决定真正的 paper 供需出口，这俩加在一起就是全球能源定价。所以说我们在美国也开了公司了，就为了这个事情。你想做好它，这2个办公室必须有啊，才能够掌握最快的信息和渠道。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么原油这一部分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呢，我们其实更多关注是供应端的变化。那供应端中间呢，其实应该说大部分是来自于早些年就是来自于欧佩克的价格联盟，那么现在是一个三国争霸的状态，所以说基本上是来自于欧佩克、美国和俄罗斯三国争霸。那未来的5到10年，其实这个重心和定价权应该是由美国来决定的啊。这个无论是美国的能源革命，还是包括将来的全球这个原油输出的贸易通道啊，所以这个重心基本上都会转向美国。那在以前呢，基本上是欧佩克来这个定价的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宏观的，也不叫宏观，准确说这是一个头的问题。我们把它落脚落下来，就是我刚才说的。要关注于这些事件对于供应和需求的这个影响，同时呢，我们要观察的就是那个结果，也就是远期结构。这里边呢要点一个问题，就很多的交易者愿意犯的一些错误，就是今天看新闻说，哎，沙特准备增产了，好，马上就去干空，啊，这个是我们说要尽量避免的啊。如果你将来无论是自己做还有一种好处，你可以用时间周期的维度拉长的方式。我们说降低频率的方式去化解这种疼痛，但是如果是自己还在交易一线的话，我们说这种交易行为应该是避免的。任何的新闻事件的发生，它在影响的是远端的变动的预期啊，并不是说马上就会影响到你的近月期。你比如说2007年，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石油其实在这个70、80到120这个过程中，其实出现了挤仓。虽然说这个欧佩克出现了快速的增加供给啊，但是原则上来讲，你那个时候看到的 corner risk 是很高的，就是你的这个 back 是很高的。那个时候其实激进的投资者是满仓梭哈 all in 继续的加仓做多啊，那另外一部分这个防风险的投资者是看到供应发生变化，看到高位的 back 以后，它其实是一路在平多单下来的啊。虽然说你从这个70、80、90、100啊，但是呢，对方是在平仓下来的，这个是之后我们会聊的，完全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啊，你的交易的思维和逻辑，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的关系哈。那当然了，这几年其实欧佩克其实包括沙特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油价的变量，但是我之前在那个见识社区里跟大家放过，你会发现沙特的第一轮测试是失败的，就用增产的方式。跟页岩油去抗衡，希望用极低的油价打掉你的供应啊，这一点已经证明失败了。那么之后呢，基本上我们的油价恢复，就16年恢复过来，很大一定程度上，除了跟这个正常的需求增长有关系以外，还有很大一块实际上是因为欧佩克让出了市场份额，沙特一动产，油价自然就恢复过来。然后 back 往上推的过程中，沙特又蠢蠢的欲动，当它开始在高位。迫于特朗普的压力，在去年其实6月份以后就开始了。虽然说你看到那个油价到11月份才开跌，但是6月份80美金以上就已经开始了供给端的博弈啊。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对这个沙特的态度，卡舒奇的事件，最后其实沙特开始表达释放意义的时候，高位的 back 就已经出现了。那个过程中其实应该也是平多的过程，因为它的减产。所以导致我们的油价在去年年底这个45美金停住回来。那么像最近这段时间，大概1个月的时间，我认为也是临界值，因为很简单特朗普的表态这个伊朗的问题其实是由美国来定的，你切记一点，不是伊朗来定的。这跟去年的经验是一样的，伊朗问题并不是由伊朗来定的，是由美国来定的。那么特朗普的态度、沙特的态度、俄罗斯的态度。增产的可能性，高位的 back 就该出现的东西几乎是都出现了都出现了。所以说呢，对于你来讲呢，你的第一防御呢，其实对于这1个月的油价应该是逢高平多。但有人说看空看到多少？对不起，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所有的交易尽量的不要去做预测交易有输有赢，但是不要去做预测，说哎，我非得预测说它就妥妥的踩在这个56块钱这个支撑位上。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你又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对吧？那能算出来？而且就算说你运气好，说真的就是跌到了56块零1毛，哎呀，你就很神奇了吗？没意义的你是顺着逻辑和关键变量的发生
做出交易决策啊。如果交易决策不对，那么请问你的风险防控是什么？你的风险防控能不能 cover 住？然后呢，你到了这个适当的，你是什么时候进行平仓或者开仓呢？我尽量的劝大家是不要看价格来决定你的交易，是看逻辑。当逻辑事件发生变化了，我管你是70块钱还是69块钱还是68块钱，对我来讲都是平多，1块钱2块钱，你要想非常细化到那就说我要把交易做得完美，我很细化下去，那我只能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干啊，24小时不停的您盯着盘口，您去那样子去做可以。那么其实随着这个你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交易实际上要简化。所谓的简化就是什么呢？其实这1、2块钱对我来讲我不是 care 的啊，拼多就好了啊，这是一种思维。其实对于原油来讲呢，它的分析框架和交易呢，会带给你大概就是一段趋势性的交易，是很舒服的啊，在历史上是很舒服的，不用去太纠结那个短期，那个真的交易不来。我只能说，包括我们在内都是交易不过来的。这张图呢，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给大家放过，这是差不多从99年开始，我们的所有油价在关键的节点上发生的远期曲线变动啊，它其实能够告诉你很多的这个事情，几乎可以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啊。这是2008年的这个所谓的$60到$40以下的 Super Contango 啊，你们可以看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Super Contango 同样的发生在15年的年底这个节骨眼上啊，两个图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然后你可以看到，当时从这个$80往上的时候，这一段近月的这个 Super Back 的不断的往上的这个挤压，到后边的坍塌过来以后，远端末端还是一个很深的 Back 啊，这个时候其实近端已经出流动性问题了。啊，这是$100管道出来之前，你仍然是一个 back， 但管道一出来以后，你就开始往看单购转，啊，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结构的观察和那个商品之前我们讲的特点，在原油上是非常适用的。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阀值的问题，阀值不是说高低点，阀值是指已经开始影响这些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时间点出来的时候对应的价格。它并不是你的高低点，它可能距离你的低点、距离高点都有一段距离，但这个阀值出来以后，是让你去警醒的、警惕的，做出对应的策略调整的啊就可以了。这个阀值和远期曲线对于油价非常的关键。这张图呢是当时这个1999年很著名的一个商品交易，这个交易呢在去年是我们就完整的是执行的，就做的这个。啊，其实说是执行吧，其实就是这个我自己海外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头寸，当时是多的原油，空的 Cooper 铜。当然了，你如果单纯说，哎呀，副总你好像去年空铜这个铜没跌嘛，哎，我心里想说的是，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对吧？我当时做这个交易的逻辑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你的原油已经转成 back 了，换句话说，多油是没有毛病的，而且那个时候去年当沙特动产之后，你的 back 开始回来以后，大概你能够提供1年期将近7%的移仓收益，就说你多原油，你1年当中大家获得正向7%。铜呢，我不管你的绝对价格怎么样，我本来是个 hedge 头寸，比价头寸，但是我发现你的 Cooper 铜为什么可以配呢？第一，油铜比很低；第二，我发现你的铜给的竟然是个 contango 的结构，并且每年有3.6%的移仓。那我就会发现，就是我如果不去 care 你的铜价波动的情况下，我的油铜比在这么低的风险下，我去拿这个头寸，我可以获得差不多11%的年化移仓收益。啥概念呢？就相当于我持仓1年以后，我的成本是降低11%的。为什么不干？其实这个交易在1999年那个过程中，就是最经典的一个 FSCC 当时就是在同类商品中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交易，就是你去多 back 空contango，但是这个多 back 空contango这两个资产之间一定要有关系。油铜比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油铜比不是瞎组合的，不是说我看一个 contango 看一 back 我就往里拉，不是这么回事的。油铜比作为宏观来讲，它具有非常大的属性。简单讲，铜是需求，油是这个利率供给。油铜比往上走，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利率变动大于总需求变动。那答案很简单，油铜比上升的时候，一定是系统性风险
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简单讲，这个交易等于什么？如果在我们宏观上，它等于做多 VIX， 它等于在做空澳元对纽元这个比，就跨资产的话，它都是在告诉你风险增加的交易啊。这就是跨资产中间我们去发现一些这个现象啊。这个东西我在去年做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解释的非常清晰，非常清晰，非常清晰。那原则上来讲，这就是经验啊。如果你这个在99年知道你的前辈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交易，他也跟你讲过为什么这样做，你其实当你看到同样情况的时候，你也会干。我们基本上1999年有过这样的一次，2006年有过这样的一次多有空同。大家想想为什么是2006年？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铜虽然在高位，绝对价格在高位不涨，但是它已经开始出现康坦狗结构，油是 back 在挤仓。那么那个时候你们发现油铜比快速往上一拉，好，债务出问题啊！油铜比快速往上拉，基本对应的对标的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因为利率大于总需求变动，这个时候利率会对负债造成影响，对杠杆造成影响，这就是它的宏观含义哈。这个18年之后，我说我们主要是考虑这个油价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其实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考虑它的未来，其实就是我觉得上下这个阀值非常明显。上限的阀值基本上你可以以特朗普先生为标准啊，但是只要特朗普先生出来，欧佩克的供给就必须会发生变化。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高位一定会对应的 back， 那很简单，这个时候你再去多就不合适了。那倒过来，下限的阀值就是沙特的这个让出市场份额，所以这一涨一跌，一涨一跌中间，沙特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少，欧佩克市场份额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未来的油价这个结果是什么？定价权的迁移。其实用长期的配置关系去做原油挺好，它可以配很多东西啊。原油上下这个跟商品配置一样啊。商品其实如果你发现是由供应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配上游；需求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配全产业链啊。然后呢 ，ETF 也是个很好配置，但是你们会发现类似于 ETF 会有一些偏离。啊，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说的你的 contango 和 back 移仓会带来损耗和收益，所以会导致 ETF 的表现跟你看到的这个期货表现是有不同的啊。所以说，所谓的 ETF 配置的时候，最好具备2个条件：第一呢，油价是 back；第二呢是油价在上涨。这俩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ETF 会有比较好的，就好于你的标的的一个表现。关键还是来自于你那个移仓啊。实际上，去搞 ETF 的人也很清楚。啊，我本来就是个被动性投资追踪的，我其实呢，真正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你做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做结构啊，我个人理解啊，本身就是个被动性配置的东西。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那关于汇率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3级架构中间去进行生成的。我的框架呢，应该说跟这个索罗斯先生当年的这个他写的炼金术里边的第2章还是第3章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都是基于全球收支平衡来去看待你的这个资本流动，由资本流动进而的生成对于这个汇率的看法。那当然了，无非就是我在3级架构中间再把国际收支啊，也就是你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价的这样的流动填充到我们的3级架构中间，形成正负反馈，我也就得到了全球汇率的反馈机制。还是那句话，汇率跟原油一样，相对来讲好做，我认为都比权益好做。啊，有人说为什么？因为权益非常复杂，它中间的微观部分占比要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大类资产很少去摸单一个股的原因就在这儿，它考虑的变量中间要多出比正常的东西要多出很多。你要考虑这家上市公司问题，你考虑大股东他们想干什么，二股东在猫腻什么，对吧？你要考虑这家公司财务有没有造假，对吧？它的报表想干嘛？你要考虑它的收购并购，对吧？它的资本运作路径很多。它的微观东西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那么这个汇率好做的原因是在于你的交易方法。很多的普通投资者会觉得汇率难做，其实错是错在这个交易方法上。
它会引导你高杠杆。当年最早的时候，这些高杠杆衍生产品不受监管的时候，那杠杆率非常的高。高杠杆下，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怎么去做长期交易？你的投资回报风控根本就没法做。所以那个时候呢，简单讲，包括经纪商在内、交易商在内，都很希望的是你频繁的交易就好。那频繁的交易这东西你就没法做，因为很简单，长期的框架和逻辑下，你们去倒过去分析汇率的时候，都会说，哎呀，你看3年5年的行情，3年5年行情，3年5年行情。但你们很多人脑子中间想的是，哎呀，这3年5年我要200倍的杠杆干进去，我早就是这个叫什么自由了。放心，2、3年这样的周期的行情，你看得非常清楚。你500倍杠杆、400倍杠杆、200倍杠杆进去，这个钱你赚不着的。没法进行策略的设计和风控的管理，就说换句话说，你到这个环节上就已经败了。你前面看的再对没用，后边是败的。它的好交易就是杠杆率低，你把杠杆率压低，放到长周期上来讲，这个钱属于你该赚的。我记得06年还是07年，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看看英镑的统计分析，它每天日内这个比如说80个 BP 的这种波动属于正常的，换句话说就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它正态分布下80个 BP 都是波动正常的。您说您非得要逮一个行情，然后止损剩余50，这怎么做啊？那个时候那几年波动1%以上都属于正常状态。您如果是用个3倍、5倍杠杆，也就简单讲，你的投资回撤控制在5倍，5%或10%，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您说你邦当用个25%的杠杆，在一个正态分布正常2%波动的范围之内，你去做交易咋做？也就2%，你赢50%了。所以很多人光想着说管理风险，管理风险，那杠杆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我认识中国很多做这个汇率交易的，这个包括普通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就但凡一旦这个产品选错了，就是工具选错了，杠杆率选错了，基本上后边就判断对了也没用。但是你如果把杠杆压低，投资回报率压低，其实汇率的投资是非常稳定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周期性，也就简单讲，它的中长周期的这种变动速度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基于这种国际收支平衡的话，我就请问大家，央行1个月才做1次 review， 对吧？您所有的这些经济数据1个月才出1次，然后您2、3天，今天看多，明天就看空了，我就请问您，这个就完全不匹配了。你要换句话说，你至少像汇率上面的交易周期，你至少应该放在1周1个 review， 1个月一个大的观察。来调整你的观察点和策略才对，也就换句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至少应该看的是周 K 线和月 K 线。那当然了，我相信大部分人还希望的是马上立刻发家致富。你让我看1个月，你让我一个头寸拿3年，这怎么做交易？那其实啊，并不是说拿3年不能做交易，是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您总希望的是3年我已经赚1000倍了，那没戏啊。汇率的好处就是在于，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我认为基于这个大的框架去设计它的投资策略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了。剩下的不是框架的问题、体系的问题，剩下的是你的策略的问题、资金管理的问题。那就汇率的特点来讲，不应该进行较短周期的交易啊，这是它的特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啊，去观察。我现在可能站在这儿跟你们讲每个国家的时候，我觉得讲起来很简单，但有些工作其实早就已经做完了。每一个国家的啊，至少G7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你们是否有看过？你们是否有把它的经常账户和资本项目下的所有的分支数据，当年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动去研究过？其实当时我给建文这个框架的时候，我说你就把前面的框架放上去吧，后边的几百页的数据你可以删掉了。啊，也就换句话说，其实给大家现在看到的框架的背后，是基本上每一个国家的所有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历史上所有的变动，我们都已经做完分析了，所以才能在那这儿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哦，大家一听啊，其实挺简单啊。那其实赚钱都不容易，它需要付出的这个辛苦和努力是非常多的，在这里其实就不跟大家去展示了，没有必要。但是方法论是一样，就是你基于这个框架到任何一个国家之后，你应该自己把它的所有这个2张表，你至少应该看得很清楚啊。那这张图呢是全球化流动下的这个反馈机制，
这张图里的所有代码就是索罗斯先生那本书里的原版的代码，当然我稍微的修改了一下，增加了一部分，细化了一些，但是基本上的方法论都是来自于他的那套东西啊。那如果您把它放到每个国家里，再放到我们的全球3级架构中间，您自己拿手画一张巨大的图，其实你会这个工作是值得你去这样做的。当然了，反馈机制我这边写的很清楚了，你的2个账户决定了你的收支啊，你的收入和支出。最好的状态是双顺差啊，也就是最好状态是经常账户和资本项目差双顺差。但是有的国家呢，如果你看完的话，你会发现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说大家要一定去看细的表？我就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那么你们知道你的资本投资收益部分是放在经常项目下呢，还是放在资本项目下？我估计很多人会想，这个东西应该放在资本项目下吧。但是你们会发现是在经常项目下，所以说你比如说你研究澳大利亚的时候，你就瞬间的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特点，啊，似乎你去看它的资本项目，你会发现澳大利亚欠的债务跟它的收入永远是不平衡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永远没有问题，但是当它负向反馈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会加大。就好的时候是隐藏问题，并不是没有问题，坏的时候它是放大问题。但是真正的双顺差下是好的时候是极好的，差的时候是负的。好的时候是正的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它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将决定了我们这每个数据还不太完全一样，这个就需要细化。但是方法论啊，我们说师者其实告诉大家的是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我用的啊，就是这套东西啊。那么大概率上呢，你们大概会生成这样的一个表格，就刚才我说的，你往3级架构上去叠吧。叠进去了以后，我们大概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美元呢是一个对标物，所以说你知道很少去单一的讨论美元怎么样。很多人很喜欢去讨论美元汇率。既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用这种就是说这种方法的话，所有的汇率其实是2个国家的比。所以换句话说，您看的并不是说单一的一个国家怎么样，美国单一的怎么样？没错，美国是一个变量，但是它并不是影响着所有汇率的变量。否则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汇率的概念，美元对谁谁谁，谁谁谁对美元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研究的框架中间实际上是2个之间的比率关系，2个之间的比值关系，利差也好啊，这个经济也好啊，货币政策也好啊，但是这2个比值关系之间是怎么牵连的？就是我们的3级架构下的流动。简单讲，你的资本是怎么流动的？你的这个通胀是怎么传导的？你的经常账户是怎么传导的？你的资本账户是怎么传导的？啊，这样组合在一起就生成啊，我们说你的汇率的框架。所以我一般来讲，汇率里边我很少去谈说美元指数怎么样，这种话是很白的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它是一篮子加权，您到底想淘什么？您想聊欧洲，还是想聊日本，还是想聊这个澳大利亚，想聊新西兰，想聊加拿大？我们最好是单拆出去聊，那个加权指数是个结果啊，你不可能说因为那个加权指数所以怎么样。比如说你关注的重点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这段时间其实你的关注重点已经不再是美国了，美联储的态度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政委中间，他已经表过态了。换句话说，美国态度已经 confirm 确认了。那比如说这段时间突然间，比如说像这个原材料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突然间它汇率开始跌了。啊，然后我记得还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说啊，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元涨了嘛，这些所有的货币都得跌嘛。你怎么回答？我是没法回答，因为很简单，这个阶段中间美国的变量已经反映完了。那在这1-2个这个星期之内，这些这个原材料国家的这个本币在跌，那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各国的原因，通胀低于预期以后，货币政策继续的。这个就是利率继续的预期下行啊，那很简单，大家在预估的是他们很快就会降息，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是真的是人家国家的因素，您不能直接避开这些不谈，然后直接说因为美元涨了，所有其他人都得跌嘛，自然而然就得跌嘛，这算什么话呀？有的时候有的人交易太随性，或者说交易框架太随性啊，直接一简单，哇，反正管他什么的，先上去干再说，这个我建议不要，就多多少少都想好。不是说想好了就一定对，但是想好了，我们说你最少从应对的方法能够赚多少钱，能够亏多少钱，为什么赚，为什么亏，你心里清楚，这个很关键啊，这对于一个持久和长久性很关键啊。
那这就是大概形成的一个框架，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在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汇率的周期性就会非常的明显。放到中观和微观上，我们就更关注的就是直接关注是从经济结构问题、国际分工，最后一定落脚在中观上是对方的货币政策。也就换句话说，汇率的中微观在我们这儿你宏观上你分析完它的2个账户，分析它的经济结构，分析它的国际分工，分析全球资本流动，放到中微观上落地的时候，我就直接关注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所有政策影响的是你的货币政策的结果。那么利率决定资本的流动，那么经济决定利率，那很简单，我最后推出来的就是利差。所以你会发现我在中观上用非常多的数据都是关于利率展望、利率预期各种调期去反映你的远端利率，基于它去生成你的汇率的绝对的这个参照对标物，然后再结合你的交易方法形成你的交易结果就可以了。所以说汇率的大的转折都是货币政策转折点，那2个点上不能错，那2个大的转折点上错，相当于未来的3-5年的周期判断都错。但是你不需要频繁的比央行还频繁的去调整您的预测，因为您是基于它的预估和发展路径来评估你的交易的，而不是您觉得它该涨了，它该跌了，然后去倒推过来说央行怎么应该做，这个就错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见过央行今天加息的，明天就降息的那你就明白这个汇率的好做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了，这些各个国家的这些东西呢，原来都讲过，我在这里就这个不去多说。但基本上我用的手段呢，大致都是一样的就是看这个利差和利差预期。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欧洲的情况呢，我以前讲过一期叫做欧洲双利差。其实我对欧洲的情况看的真的不是特别好。到12年之前，大家对欧洲还属于有点希望，12年之后对欧洲基本上没有希望。但是切记一点，不要因为我这句话，所以你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副总认为欧元会一直跌，这就犯了那个错误了。刚讲完一个宏观，咱们就直接去讲结果，那就完蛋了我们现在讲的是欧洲的结构性问题，然后我们中观落脚就是欧洲的利差预期的问题，然后分析过往的历史利差预期，关注现在的利差预期，生成你的交易结果就行了。那么在12年之后呢，原则上来讲有一次机会，我应该说那次欧元的机会做的是最好，就是我个人认为最佳的一次交易机会，叫德拉吉期权我当时的公众号日记，我跟大家在那个时间点分享过，我说1.4就是德拉吉期权，干吧。就是这张图里的这个节点，德拉吉期权大概在这儿。我把这里边划分了一下，其实欧洲的情况稍微的复杂一点，因为它还有个对内利差问题，也就欧债危机，也就是欧洲结构性问题，会导致它对内利差。所以说它不像其他的国家，我们直接看对美国利差就可以。欧洲的内部呢要看2个利差，欧洲要看2个利差，第一它对内利差的变动，第二呢看对外利差的变动，这是它2个风险点。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组合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对内利差不错，那我们就看对美国，对内利差坏，对外利差坏，那完蛋了，是欧元最差的时候。那有可能是对内利差坏，对外是好，它这几种组合下，欧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历史上就不是历史上，就金融危机以后，基本上走的就是这个路径。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对外利差。对内利差，所以你可以看到11年到13年，其实你真正交易的并不是对外利差怎么样，你交易的实际上是对内的这个利差，就欧债危机的问题。之后交易的，因为欧洲央行的干预，所以你之后交易的，也就在14年到16年的过程中，你准确说交易的就是这个德拉吉期权，就是欧洲央行的宽松，导致对外利差的这个走扩，对内问题平息。所以当时呢，实际上你这个利差的变化，其实才是真正主要的交易方式。那么2016年你们可以看到，17年吧，就像欧元的这个反弹，就是因为当时大家的初步的判断是全球经济还会继续的一体化，所以当时市场的压注就是欧元
反弹，但欧元的反弹当时真正在利率上解释就是大家压住欧洲央行会退出，但是大概到了17年的年中，就虽然不是当时欧元汇率的高点，但是当时我记得我写的日记也是跟大家说，我说我说挺有意思，我说债券交易者跟汇率交易者大家分歧了，就这个地方。就是你会发现一样的，这个阀值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干，这个阀值当时只有1.4，你最高的时候汇率1.7啊，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之后，这个就是相当于债券交易者在2017年的8月份就意识到说，完了，欧洲央行没法退出。但是作为汇率交易者，大家仍然在继续压注是，欧洲央行会退的。到了17年的4季度的时候，汇率交易者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数据开始转差了，于是说整个压注就开始结束，汇率跟这个利差就开始回归了。其实这样的机会不多，但是但凡有的时候都是挺好的交易机会，因为它的那个劈叉的那个分歧点是非常明确的。你要做的分析就是欧洲到底是不是结构性的问题，能不能走出来？其实我们说都是在压住某一个变量嘛。那只无非是你要非常清晰我在压住什么。随着经济数据的变动，你会发现利率反应更快更早，那机会就来了，偏差就来了。当然，你也可以很有可能是很多交易者就1.4就干进去了，1.4、1.5、1.6、1.7就扛着呗。那这种事儿就是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是无所谓的。这个关键你的当那个变量发生的时候，你该认错的认错，该加仓的转上右侧加仓加仓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点。这个点就是随后的经济数据是否能够证明你欧洲央行有底气退出。当然了，到后边连欧洲央行自己都说了有可能会滞后的时候，您就不要再怀疑对错了，那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攻击阶段啊，攻击阶段。这是对欧洲的一个理解。由于欧洲和日本重点会影响到你的一篮子加权，它比重最大，所以说您看到那个所谓的美元指数，准确说分解一下，就是欧洲和日本的政策变动啊。所以说像其他的汇率，这个什么加元呀、澳元呀、纽元，其实不用过多的关注于这个美元指数啊，你就是很简单，美国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我直接关注澳洲和新西兰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ratio 一个比例的关系哈。那么其他的手段就比较多了，我这里边也是举了一些这个方法。既然我们要观察中间的利率变动，当时我就说呢，很简单啊，你去看央行会议公告，1个月一次，太慢了。那有没有一些高频数据可以支撑我们去观察到利率呢？那很简单，那就不是我们汇率市场，那就是利率市场。利率市场、债券市场这帮交易者们，他是高频的，经济数据央行是低频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很简单，你要观察更多的是这些利率高频数据在反映的东西，然后后边无论是央行的决策也好，央行的公开声明也好，它是用来证伪的。很多的这个交易者呢是老想等着央行的那个声明去做交易决策，晚了所以说你会发现我这几年我一直用的很多数据，什么隔夜指数掉期啊，对吧？利率啊，什么 base swap 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其实全是债券市场这帮交易员们用的东西。我通过你的高频交易，我来感知债券交易员率先对于货币政策展望的预期，你们做出来的选项，这个要更好用一些更高频一些去做修正所以说那个比如说我比较常用我个人喜欢的 OIS 隔夜指数掉期的期限结构，我就看你的短端隔夜指数掉期和长端指数掉期之间的这个差值。如果我发现啪一个经济数据出来，你隔夜指数掉期的这个差值扩得很大，那就说明大家已经开始 pricing 你将来的降息预期了，我根本不需要等到你央行发表声明。这就是一种方法一种简单的方法。当年2012年的时候，在澳元上面我去用过。那时候我发了一个微博，那时候还是在微博上连载日记。我当时发了个微博的日记，我说，当时澳元是在0.8几，在那横盘了差不多2个月、3个月还是4个月，忘了。然后当时的那个 OIS 隔夜指数掉期也是在横盘，那个差值就和美国的差值也在横盘。但是突然间，澳洲的一个经济数据出来了以后，邦当一下，这个隔夜指数掉期率先打破这个区间。当时我就写了个日记，我说这2年最好的机会出来了，有可能是大规模的做空澳币，因为它并不是猜测，
因为利率交易者在告诉我们，他们通过隔夜指数调期已经在计入澳大利亚未来远端的长期降息的趋势，那你的汇率还在上面横着，这就是最佳的机会。其实真的回顾，如果我给你们讲一些案例，回顾自己的成功案例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漫长的3-5个月的等待干的那一票。原则上来讲，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交易方式但是这种交易方式不适合基金管理基金管理要的是风控，要的是回撤，要的是一点点赚钱，他不要你今天不赚，突然间赚一笔这种方式他不要。所以之前我写过一个，我说我们去讨论所有的交易方法和策略的时候，一定要先告知我们彼此对方在讨论有没有一个平台基础。你做多大的资金，你是怎么做，你想怎么做，你的资金属性是什么，你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年龄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不评估这个东西，完全没法去对标评估它的投资回报。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汇率上面这样的机会隔2-3年会捕捉一次。当然了，我人生中间的第一桶金是2008年捕捉英镑英镑在上面横了7个月英格兰央行犯错误，因为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降息了，也就次贷危机已经爆发了。但是呢，英国人和欧洲人认为这个次贷危机不会向全球蔓延，但实质上它的 Northern Rock 北岩银行的信贷已经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当时呢就出现了个巨大无比的利差。但在这个巨大无比的利差下，你的英镑汇率在高位，当时很高2.0左右，您在高位是横盘的，就是也没涨了，你横了7个月。您知道7个月啥概念吗？开盘啥价，收盘啥价，就是1号开盘啥价，30号收盘啥价，连续7个月，很爽吧？就中间你甭管它怎么波动，它波动200-300点、300-400点，甭管，一定是月初开盘啥价，月底啥价。其实当时你说市场在想什么？汇率的市场的人在想，究竟到底会有朝哪个方向发展？简单讲，如果英国蔓延出来了，英格兰央行选择大幅度一次性降息，汇率投资者就直接起盘了。如果没蔓延出来，那好了，汇率投资人的坚持就对了。当时其实你说你在做的交易，原则上来讲就很简单，金融危机到底会不会向欧洲和英国蔓延？英格兰央行是否会认错，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对的？所以后来英格兰央行坚持了几个月以后，发现不对，开始释放声明，哐当一次，英格兰央行以一次性降息到位，把利差补上，然后你们就看到了跟这个索罗斯先生82年狙击英镑产生一样的效果，一次性利差调整带来了巨额的汇率波动。那可以说是英镑历史中间30年、40年唯一一次最大的交易机会。但是那样的机会，说实话，你也得等上10年到15年那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随后2012年，澳大利亚也产生了类似于这种情况澳洲央行跟经济数据之间的滞后导致了一个结果，大家在当时的一个预估。所以方法论上就是一个利差就是方法论上在汇率上你就去研究这样的一个利差吧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对于证券市场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这里不多说，我就回顾一下美股的100年吧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没给大家讲过。这是美股的100年5个阶段所以说你知道你要放美股的图，你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100年永远涨，任何都叫调整，这个没错的，看图说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把它帮你切分成了几段它每一段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这100年的美国股市中间，我们看到的一些状态，第一呢是50年前，完全不成熟，投资回报的斜率不高，市场暴涨暴跌真正意义上到了这个二战就50年左右，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长周期的
有一点价值的提升。从50年大概到1968年，差不多有18年的过程中，是那一轮美国领先全球的一个过程。可以说在这之前就是一个不理性的非成熟的投资市场，包括1929年的股灾在内。其实1929年的股灾，1936年到38年这样的波动，到后边1946年这样，虽然幅度稍微小了一点，但是本质上没啥区别。第一次真正的牛市52年到68年那一代人啊，所以说美国证券市场很有意思，真的是一代一代的这个完善成熟，完善成熟，完善成熟，剧烈的市场波动。然后我们的这一波行情，真正意义上从1980年持续到现在，我们中间经历了2波，一轮是真正的偏离的时候的，这个是真正的泡沫。当然了，这个泡沫是连带着一级市场泡沫的。我记得我写了总结了一个小的19条，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叫拿着 PPT 可以融资10几个亿。这个事儿是97年到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里发生的。里边还有一条是这个但凡拿到1轮、2轮、3轮融资的公司，到完成上市了以后，他们的年会派对都非常的豪华。一级市场的这些投资人呢，根本不 care 你到底赚不赚钱，只 care 的是你能不能让我投，你能不能上市。当然了，美国随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完善了它的交易制度啊，从后边的这个制度的完善啊，其实是避免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其实是有点欺骗性的情况的出现。这个过程中，一直到06年、08年，这是属于流动性风险，就是说06年、08年真的跟估值还不是特别的有关系，所以流动性风险这是第2种风险方式。然后整个长期的增长到现在为止，其实美股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估值的问题，我还真不担心流动性风险。所以说呢，有人说对这个美股跌15%或者跌20%啊，然后很多人就是对标08，那就错了。它要真跌15%、跌20%，您去对标08，你就错了，因为08是灵动性啊，这讨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是说单纯的说涨或者跌，你这个原因也要看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一轮长周期，80年到1992年、93年开始加速，这轮长周期我们经历了经济转型啊，美国这个经济转型、创新生成。创新一级市场泡沫生成，然后创新的长期投资回报率生成，经历流动性危机。也就换句话说，从80年到现在的美国证券市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对美国的这个100年历史中间这些方案大家仔细去看看就好了。那当然了，这个东西用的是这个希勒的这个 cap ratio， 这个东西是剔除了盈利周期的。所以说我们在2017年当时觉得贵的原因就在这儿，这个斜率大概是我们的长期增长，就是长期扣除周期性盈利周期性以后呢，我们看到美国长期的价值提升的部分，这是它对标的29年、00年，然后事实上你去看08年金融危机，估值并没有问题。所以说才生成了刚才我讲的一句话，任何2008年的状态下，基于那个负债利率，我们买什么东西都是对的，你不用管它跌多少，买什么都是对的啊。括弧啊，尤其是买这个科技类，主要还是科技类了。说白了，这一轮的主要的，从1993年到现在都是科技类。所以说我们衡量贵和便宜的时候，第一呢，我用更多的就是第一 cap ratio， 第二我用的还有关于利率，就是我基于利率去评估你资产贵和便宜。就是我基于负债去衡量，我们正常大家做权益的时候是不去考虑负债成本变动的。基于这个去看，美国证券市场上只出现过2次基于利率变动上显出来的贵，一次是97年到00年，一次是去年，也就2017年年底到2018年。那个时候当美债收益率抬到3的时候，你们发现负债成本到3对标的已经是严重的高估了。也就是说，你一点点的利率变动已经会导致你的估值偏高，但是08年确实在底部。也就换句话说，因为08年你把基准利率水平降到0.25，其实那个时候换句话说，负债更便宜，所以你资产价格跌50%，我负债成本更低，对于我来讲，你仍然是划算啊。所以这就是基于负债去考虑问题的一种方式。那我们
现在大概就在29、30左右。其实说实话，不算非常的高，但也绝不算便宜也绝不算便宜。那么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用负债去评估，这个图是2017年的年底做的。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从这儿开始起，我们就要小心了，一切东西以防御为主这个东西就是基于利率、基于债券，我们去衡量你的权益到底贵和便宜。当然了，后边这个蓝线呢是长短端利差，债券，只要我们讨论到债券的时候，一定是用结构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发现这两张图很有意思，完全一致。也就换句话说，你的债券利差跟你用债券去评估标普投资回报的话，也就基于负债去评估你的标普投资回报的话，你们会发现发生了一个相同的关系。这个关系中间就形成了我们的其实看待美股的策略。其实从92年到98年的过程中，基于你利率和利差的变动来看，你是由便宜逐渐的走向贵的。然后这个你到了这个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这是08年、09年你的长短端利差这两个点到现在。也就换句话说，在过去20年，基于这个债券去看，当你的债券收益率到达美债收益率到达3%的时候，对标的标普投资回报率已经很低了，也就是你很贵了，这就是风险。所以说，你为什么说长短端利差倒挂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长短端利率但凡倒挂，一定是短端利率的抬升。所以当短端利率抬升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负债的变动对于资产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它的评估就会凸显出类似于这样的特性。所以换句话说，你其实在这个交易中间，大家自己看看，低波动率的牛市、高波动率熊市、低波动率牛市、高波动率熊市、低波动率牛市，我们原则上来讲，这差不多20-30年吧，我们做的交易其实就是买股票防御，买股票防御，买股票。那请问现在这个值在出现以后，你说你是超级无敌乐观，继续的加杠杆往上冲呢，还是开始已经降杠杆，减持筛选股票，然后买保险？这就是一个攻击和一个这个防御了。这不是单纯的看多看空，那个真的太虚了太虚了那你基于这个状态，你要做评估了你一定要做评估。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么这是用一个简单的成长板和价值板块，我们来做一个 ratio 预估。其实你的这个价值板块也就利率了，我们就用利率对标物来比上你的成长对标物，我们来看看比。其实08年是都划算的，08年的根本原因就是你的负债成本下降速度更快。所以0.25的基准利率下，你的美元融资可以支撑任何资产，都划算。那个时候，比如说你星巴克从这个20块钱跌到9块钱，没关系，任何时间点买都是对的。科技股任何时间点买都是对的。基于负债变动来讲，你都是便宜的，而不是贵，因为你负债下降的更快。但是现在的状态其实都是比较，就是你基于当下这个利率来看，我都觉得估值有点高就是相对的这个基于利率的评估来讲，你有点高。准确说18年也好，19年也好，甚至2000年也好，对于我来讲，美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就是转入防御类了。前面基本上我们不谈，因为很简单，低波动率的牛市我比较懒，我并不去挑选美国的单一上市公司，很少除了像星巴克这种属于个人兴趣以外，其他参与的很少，更多的都是直接配一篮子被动性投资 ETF， 你们去搞好了这个我给你管理费没关系这个其实作为自己配置来讲，属于偷懒让别人赚钱，其实你活得会更 happy。但是呢，这个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可能会加入，就是这个17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加入防御策略。那不妨碍我左边还让你管理，但是我也不妨碍我在外边我右手自己去偷偷摸摸的加上防御就可以了。这是美国的
用公共事业类板块做的一个对标物。美国的公共事业类板块就是一个利率板块，所以说公共事业类直接对标的就是长短端利差和利率。也就简单讲，利差收缩的过程中，加息的过程中，公共事业类板块投资回报率是很稳定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你的债券，就是用股票去表达债券。所以说呢，你拿它除以你的真正的大的回报是来自于这个科技类，你就形成了负债比上资产比上负债。那么你观察这个图，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降息的时候是最大的风险来临者，它的利率直接影响的是你的无风险收益。所以它的公共事业类不是考虑负债的，它的公共事业类是考虑资产回报。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当降息的时候，最安全性资产都在跌的话，就会进一步的凸显出你的高。所以最后你们会发现，就持续的在降息过程中形成双杀，直到你的利率到底以后，它稳住了，你那边才能凸显出便宜和贵。所以它是个很关键的数字，因为它是最后一步，也就是说，美股里边最关键的涨跌将由它来定。所以当时可以做一个交易，其实到现在为止都可以做。记住一点，可以从大概去年17年开始到18年到19年都可以做的交易，在微观众组合就是卖成长类板块 ETF， 买公共事业类 ETF 来做hedge对冲，让它回来了以后，一旦美联储真的降息了，那就凭公共事业类 ETF 转成单边持有这个叫成长类的 ETF 空头。这种比价 ratio 的利用，有的时候是很多交易手段人都会用，比如说金银比呀、油铜比呀、两边价差呀，都可以先建立类似于这种对冲头寸，然后平一头来转成另外一头那包括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你其实就是相当于先暂时买了负债，空了资产，然后当合适的时候把这个负债平掉转成单空资产这都可以。这就是两个比，实际上你们看到的状况，我就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是1997年，这是现在，这是2006年到08年。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如果在06年、08年你基于利率去看，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甭管是什么数字，这因为利率下降那么快所以这个数字蛮有意思的，就是成长和利率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大概是个状态，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反正都是防御性的策略嘛。防御性的策略，你就可以是多上这边，空上那边，做上hedge。这个大概现在回到了6.5，就是先下来又回到了6.5，那就可以接着干。原则上我认为的就是像越给这样6.5的机会，我就理论上越应该加。但是你说它是一个单边看空美国或者怎么样的，还不是，它这个策略可能更重要一些。像美国的话，其实我更愿意买 ETF 的原因就是成本低，因为你们大部分的老外的这些基金经理们是不可能跑赢大幅度偏离这个斜率的。那很简单，你的管理费跟 ETF 的成本，我就要比一个成本就好了，买最便宜的成本挂上去就可以。左手我可以去做这个hedge这就是我的一些这个经验嘛。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我是付鹏。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也就延伸到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策略维度的思考。这个话题在前几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个日记，其实是想写给一些年轻人的。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市场可以获得的交易方法、利润、盈利，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比如说当年的这个 BP 有几个大的 trader 交易员，当年在美国内陆管网调研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库欣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建立仓库，上下游去平衡上面的油过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输送到库欣先仓储起来，下游这个旺季的时候把它再放出来，我可以去调剂这个价差。然后呢，一算成本呢，当时他向这个 BP 的高层打报告，就是
我需要2个亿美金建这个仓库，仓库建完了，我就可以平抑上下游，我就可以完善这样的一个价差交易。BP 当时没批以后，他们找了富国银行，富国银行给的贷款了2个亿，完成了这个交易。其实包括当年的这个前几年的法兴在做这个页岩油管道的信贷的时候，这样的机会都有。那很简单，对方根本不需要判断油价。当这个游戏完成了以后，对方基于这些信息的不对称、仓库的运转能力，我只需要吃那个价差就可以了。2个亿只用了3年就赚回来了，然后再有2年退休。那我们说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 trader？ 从我的角度上，我会告诉你，这是最伟大的 trader。最伟大的交易员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去交易，说做对行情，不对。最伟大的这个交易员是创造了行情，他创造了规则，创造了一个价格运行的这个机制，他掌握了这个核心的关键的这个 K 点。其实很多类似的，你像以前的这种期货圈里的这些盘手。人家说白了，打来打去1块钱的价差，你还没赚钱，对方已经可以通过返还已经赚6毛了。我根本不 care 说你的供给怎么样，需求怎么样，我就是高频不停的在吃那1块钱。我们的股指期货刚上市的时候，它提前15分钟开盘，它中间其实有一个系统性漏洞，那个系统性漏洞第1年大概提供90%几的投资回报，不需要去判断啊。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呢？很多。所以不同的交易维度决定了你在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个理解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像最简单的有套利性交易的，有做趋势性交易的，有人呢愿意做这个开放式管理的，有人愿意做这种加速性基金管理的，有人的封闭期是1年，有的人说我很简单，你要想进到我这里边，我的规定就是3、5年，我要么不开张，开张吃1把，你愿不愿意干？这种条件。资金属性、规模、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看待同样一个交易思路的时候，我们的结果、采用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你很难具体的去评估，说这个谁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圣杯。我一直这样说，避免这一点没有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在这个维度上的赚钱的思路，但是你一定要清晰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从来都不跟年轻人说你应该长期的做复利增长的投资回报。我跟年轻人永远说的一句话是：好了，拼命的挣工资，然后节省下来，别谈恋爱，然后找着机会 all in 一把。很多人就会说，副总你应该是个风险极其厌恶的球。没错，我是风险厌恶的，但是我不会是告诉年轻人你应该风险厌恶，应该追求10几、20几的增长，因为很简单，您就那几万块钱、10几万块钱，您复利增长10%几有意义吗？年轻人指望着那1万块钱、2万块钱、3万块钱干嘛呀？每个人不一样，特点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资金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他需求不一样，他导致的结果是你如果不考虑这些东西综合评估，你就告诉他复利增长是最好的，这个话等于白说，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您账面上还这个5、6千万吧，很简单。对于你来讲，你觉得你有必要 all in 去梭哈赌博吗？您每年买一个债券3%到4%的投资回报，然后拿这一部分的投资收益，你随便加杠杆 all in 梭哈，输完了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影响，明年接着再来。您甚至可以直接买一个期权，负盈加仓。但是我就请问你，你会不会说看好这把行情，掉5千万，把自己老婆、孩子、房子全押上去，然后梭哈的？我恐怕到这个级别你应该都不会了。但是你对于年轻人来讲，我就会告诉他，你所有学习的目的很简单，就靠这一票改变你人生命运因为你年轻，3、5年你如果这一把错了没关系，你还有一次机会，你不要到40、50岁的时候再拿30万去 all in，那个时候你已经是输不起了。所以说叫发财要致富要靠早，年轻一定要靠梭哈，这话是没错的这话是没错的。但是很简单，我不可能说比如说我这个年龄，我们的大部分的朋友已经都实现那个第1阶段的财富目标了以后，我不可能跟大家说，这个行情好，大家 all in 梭哈，那不可能。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环境去讨论问题，完全不一样
那对于他来讲需要高杠杆，对于你来讲需要低杠杆。对于你来讲，你可能需要去做大量的这种套利的机会，可能要么就干脆每年固定好的就是一个利息性的收入，我去找一个机会，或者2年找一个机会我去做一把，但我绝对不可能去动用自己的这个叫这个安全垫，就是你的风险金，你的这个本金是不大会动用的，基本上都是安全性的资金驱动。这个其实是由位置来决定的，因为对于这个基数规模来讲，你哪怕赚个10%几，你都比它翻几番多了，所以你没必要去那么干。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尔街见闻的大师课啊，我是付鹏。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以为交易者就天天坐在电脑前交易的，天天坐在那下单的，干得动吗？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么爱分享，对吧？其实我也带了很多的年轻人，你有很多人说是副总慷慨不对，实际上我是带有私心的，因为你年轻啊，我教会了你，你才能24小时盯盘啊，我就可以休息了，对吧？你过了这个年龄，大家还指望着自己天天坐在那儿交易吗？30几岁天天坐在那儿交易，眼圈黑框框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您挣的钱图啥？给别人挣的吗？所以说你发现老外的交易员非常有意思，到35、6能不能实现第一财富目标？实现了也休息，不实现了也休息，他会给自己空档期。对于他来讲，活得足够的长，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中的投资策略都是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跟大部分的 trader 一样，那个时候简单讲，这个24小时的盯，连续的盯个2、3天，一周到晚上到这个周末的时候，连续的睡上1、2天，那个时候感觉人生这个叫什么很精彩，而且神清气爽。现在呢，对吧？反正至少我动了2次大手术以后，我肯定不是这么想啊。那我采用的方法就很简单，培养好人，投向各种不同的公司，我把我的资金分散给你们所有的人，分散给所有的公司，我愿意给你分红，愿意给你股息，你干。那对于我来讲很简单，我就把握着一个总的原则就好，对吧？系统性风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哦，你的性格或者你的基金的管理特点是一个多头 only 的，那好，我就会加大一些配置给一些对冲性的头寸。对吧？那如果我觉得说哦，OK 没有问题，低波动率正常的循环，比如说像那几年的美股，那好了，很简单，我为什么要管呢？啊，把一部分的资金交给你，你每年给我个10%几的回报，我觉得挺好的，我给你2%、3%的管理费，没问题。但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释放时间了，你的这个精力就释放出来了，不然的话你干不动它。我们金融行业其实这几年，包括我自己身边，我已经见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对吧？30几岁、40几岁突然间猝死、癌症的，这个比例太高了，对吧？所以说你知道，交易的维度包括了我们人生的交易维度，你这些问题必须得考虑。那不是说啊，学会了一套交易的方法，我就一路的打算干到30、40，干不动。所以基本上来讲，10年或者5年，你的方法就要换。当然，这个方法并不是说你的大的这个哲学观或者这个世界观的变，不是。是你在配置的方法中间就要翻，你慢慢的要推到后面去，慢慢的你也会把时间周期拉长，杠杆降低，比例降低，无论是因为你的资金增长到几何倍数，还是说你的身体的原因，你都不可能去实现那样的交易方式，你就得不停的往回撤，甚至到后边，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认识一些这个大概上了年龄的交易者，你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有些人其实大部分时间在玩、在看、在听、喝茶，但是呢，突然间某一年的某一个机会上，他们干了一票，哎呀，你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个大师，为什么呢？这一票直接翻了个10倍，对不起，人家的本金用的是利息。所以说你很多人光看结果会说啊，这个交易一把赚了10倍，那个交易一把赚了20倍。那很简单，我经常会说的是，如果他是拿生命去 all in 赚10倍的，那很简单，我如果作为投资人，我肯定不投的。如果人家拿利息赚个10倍的，这个是正常的，我也可以拿利息跟着你玩，但我觉得也不会去拿生命去跟你玩，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呢，
这个思维考虑的第一层就是我打算怎么赚钱，我什么年龄，我有多少钱，我的背景是什么情况，我能怎么干。对于一个公司来讲一样，对吧？我这个公司规模多少，我的特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也都要考虑清楚再干。不是说掌握了一个方法，我就啪啪啪就可以上去干了，那很多变量在里头的，跟我们考虑很多问题是一样的。那剩下的变量对于我们宏观大类来讲，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啊，原则来讲就是这个逻辑。你说复杂吗？并不复杂，对吧？首先第一点，考虑完那些所有问题了以后，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资金属性和交易时间维度。我到底要交易是个短期交易的头寸，我还是交易一个长期的交易的逻辑？所以说，你知道宏观的交易为什么到最后一定会演变成中长期交易？很少有看宏观去做短期交易，即便是可能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我中微观都看，但本质上来讲，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也一定会将自己放到一个中长期交易的一个维度上。所以说，像现在汇率上面，我基本上最多我一周才看一次，一个月才把所有的数据过一遍，看看所有的新闻。所以说我跟很多现在还处在短线交易的，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沟通语言。我只能说，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你自己去思考。啊，你不能问我说今天为啥涨了，明天为啥跌了？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就没辙。所以你第一呢，确定刚才前面所有的事情以后，给自己一个定性，然后完了以后确定你的交易维度，交易维度以后你要生成你的交易策略。逻辑只是逻辑，逻辑到事件到你的完整的交易策略，到你的交易策略的完善，这中间有非常长的路。也不要犯那种错误，就拿着逻辑直接干，那也完蛋。啊，这中间尽量的靠自己去完善。我们所有的东西没有预测，千万不要陷入到一种预测，预测是最可怕的。就我觉得它一定会到哪，这完蛋了。所以有的人问我，经常问我说：“哎，副总，你看空澳元，你觉得它能到哪？”我说：“爱到哪到哪。”因为我决定你这个头寸了结的并不是价格，决定我这个头寸了结的是对应的相反的事件开始出现，我就平仓，不是价格。你为什么要去猜价格呢？你能猜得到吗？对吧？那么所以说你就会发现，你只是在假设当这个条件出来的时候，我对应的交易策略应该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当下一个假设条件出来的时候，我应该对应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当这段数据没有出来的时候，我要去理解它到底是一个中期的影响、短期的影响还是长期的影响，它是否已经改变了结构。比如说2016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出来以后，澳元开始反弹。如果你单纯的看价格，你会说，哎，这个澳元是不是到底了？可能会反弹了。不，你这个时候可能做出的是，哦 ，OK， 我是不是要把低位的头寸凭借了的一部分，干高位的我会留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判断是，你只是通过供给端在影响着矿产品的价格，但它并没有改变总需求。好了，我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我先不管你的汇率是否反弹多少，我可能关注的是 OK 后边几个月澳洲的经济数据是否出现改善，结构性问题是否发生变化。随着我不断的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虽然汇率在反弹的过程中，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发生改善，你也就基本上确定就是一个反弹。这种过程就是不断的这个假设、印证、修正，假设、印证、修正，假设、印证、修正，调头寸啊，调你的配置即可，不要去做这种直接的假设的这个条件。当然了，风控的手段有很多种啊，很多人只是简单的把风控理解成资金管理、风险管理，也不对啊。有些的这个风控的条件是要看全局的啊，是要看全局的啊，各种的这种对冲交易、hedge交易，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股票行情你错过了，但是呢，当你发现哦，既然错过了，从中期来看，那么一季度的整个经济数据会好转，那个时候债券价格顶在很高的高位，你是否会想过，没关系，错过就错过了，我不在高位去追你的这个指数了，我能不能马上反过来去在这个地方做你的国债期货？可以的。这其实中间你会发现有一段实质性，可不可以干的？可以。那这其实也算一种风控的手段，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直接的去追那个东西，波动率很大，你回撤很大，这个地方你防御起来就容易的多得多。好了，这也是一种思维。当然了，现在其实更多的就是在带这些年轻人，就带这些交易者，你其实告诉他你的经验，
将来其实说句实在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更多的不是直接配置市场，是观察市场以后配置人和不同的基金。当然，至少我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的做法已经都从14年、15年之后，我都转变成这样。我们并不直接的在下场去做单子，很少，除非很长的这种交易逻辑，我会去做，像海外市场这种很长的配置，还自己配调一调。但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配交易者。配交易者、配投资公司，比如说你是程序化的，它是价值投资的，它是短线交易的，对吧？有的是做商品纯套利的，有的是做商品单边投机的，有的是做债券的，那我就是打个包去做组合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自己再去干这个事情？太累了，我来调配。所以大类资产将来现在看中国这个环境，我认为其实挺好的，就是什么呢？做大类资产的公司将来不要去自己下设交易者了。你实际上是在各类资产之间的关系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宏观逻辑以后，你要做的是大类资产配置者，就是我在配不同的交易特点和不同资产里边的这些不同交易特点的交易者，管理费嘛，你分出去就好了，那并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参与了大概5、6家投资公司的这种股权各种股权各种投资公司的这种股份都有。我并不是说直接的压注在一家投资公司，不可能的。每个投资公司的特点是完全不一样有做程序化的，有做量化的，有做这个纯套利型的，有做纯投机型的，有做高杠杆投机型的，然后呢有做这个股票价值投资部分的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你做好评估，然后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未来在这种纯交易者、交易员行为中间，慢慢的要转化成交易员配置这是另外一种思路吧，就是交易维度的一个思路那时间的原因，我想今天的内容呢，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尽完善肯定不全，但是呢，我想把我最应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框架呢，都跟大家讲了一下。以上就是课程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